总是大风起。每次看到你，却又惊雷起。长夜落日山河灼，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甘凉道位在河西走廊，乃五州的西北边陲，平沙茫茫，横亘千里，杳无人迹。相传，在甘凉道大漠的深处，隐藏着一座黑暗之山，山中的天气变幻莫测，云深雾锁，电闪奔雷，诡谲异常。据当地人传说，黑暗之山中聚集着很多神祗，这些神祗掌管着甘凉道和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当地百姓及行旅商队的安危。然而，没有人知道黑暗之山的确切位置，更没有人真正见到过它，因为前去寻找它的，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知道的，只是古老传说中留下的名字——黑衣天王。天王，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天王到来便正式开坛。开始吧。
龙体正对西北，地洞的中央正是干粮道大漠之中。天王所料丝毫不差。一切准备都停当了吗？按天王吩咐，均已安排妥当。诸位，此次行动事关重大，黑衣社能否再续前世荣耀，在此一举。为前辈天王，为黑衣神社，诸位需同心戮力，务使大功告成。请天王放心。今日约众位前来，就是要将行动计划再详加勘议，务使其万全无虞。是。打开地宫暗门。由西京长安拨调给甘良道的500万两饷银，应该已由户部及兵部遣发了吧？回陛下，饷银于月前自西京发出，由左龙武卫将军房哲统领3000铁甲军押运，算日期应该是今明2日通过甘良大漠，最多3日后就可抵达凉州了。前些日子边关吃紧，大军调动频繁。几位大将军不约而同地具折奏报，说欠饷日久，军心已有涣散之象。殊不知连年征战，轮输转运，银资耗费多寡，国库也已虚减，凑齐这500万两饷银真是不容易啊！竟然用了1年多的时间。幸喜的是，关河宁定，海内成平。几日后，饷银一到，大将军们也该当安心了。启奏陛下，司天监监正正在殿外有要事启奏。叫。是。参见陛下。守城有什么事吗？天台地洞仪显示，西北立发大地洞。哦，大地洞。正是。地洞的中央位于何处？地洞的中央位于西北到甘凉的大漠之中。原来是大漠之中啊！陛下，此次地洞虽镇中为大漠之内，然距之最近的甘凉2州及西京长安都必遭大灾呀。因此，臣恳请陛下传旨各地方，务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是当然。简之，你即刻传旨，谕达西北道各州县，尤其是甘凉2州，务要做好治灾之事，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是，臣即刻拟旨。还有，速命兵部600里加急，
传告押运饷银的左龙武卫将军房哲，要他小心为要。是，臣立刻去办。大人，天快黑了。是啊，山陡路狭，要在天黑之前寻个山村住下。大人，您看，那边有个村子。好，大家快马加鞭，赶到前面的村庄宿下啊！是，驾！大人，就是这儿。进村。好，大家下马。大人，这村子似乎有些怪异。是啊，太静了。现在正是晚饭时分，怎么连一点炊烟都没有呢？是啊，村里好像没有人啊。这倒不可能。你看，道旁这几户人家，院墙高筑，墙上的新泥未干，这显而易见是刚刚打垒加固过的啊。再看这院门，漆色甚新，没有丝毫斑驳的迹象，显然这里定然是有人居住的。可为什么一点声响也没有？哎，老爷，李将军，那是什么？你们看。大人，那是什么去处？好像是座庙宇，可庙宇又没有围墙啊。我看这样吧，元芳，我们还是先敲开一户人家问问吧。啊，就是这家吧。好。有人在家吗？启禀天王，小民们谨遵天王的教令，忌日里不敢出门，不敢动火，不敢饮食，望天王明察。哎，老爷，这……员公啊，我们是行路之人，并非什么天王，只因错过了宿头，误投到这深山之中，望借贵处歇息一宵。员公啊，我们是行路之人，想在贵处歇息一宵。你们不是本地人吧？正是，我们是并州人士。难怪你不知规矩，这几天是黑衣天王的忌日，附近人家不能出门，不能动火，不能饮食，更不能接待外客。你们还是赶快走吧。不求院公赐食，只求一间房舍，便足感盛情。哎呀，你这客人甚是罗造。我劝你赶快离开此地，否则让黑衣天王的使者碰到，不要说我要遭殃，连你们的性命也不保。你们快走吧。这老儿真是不通情理，不过是借宿一宿，却拿什么黑衣天王搪塞我们。哼，惹得爷爷兴起，打进门去，连天王也让他一起了账。不得无礼。既然主人不悦，我们离开便是。大人，那我们另找一家借宿吧。元芳啊，刚才听那院公所言，这黑衣天王可能真是本地的习俗。如果真是这样，我看村中其他的百姓也不会收留我们。这黑衣天王真是强凶霸道的紧，他的忌日，百姓们连门都不能出，真是岂有此理！好了，元芳，入乡随俗吧，我劝你不必计较了。可现在怎么办呢？难不成让大家露宿野外？
有句话叫“见山门有3升米的缘分”。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那儿。卑职真是愚钝，俗家不留就去僧家。大人不愧是走南闯北、出惯了门的人。走啊！走吧。大人，这不是个佛寺。看着塑像的穿着打扮和装束，倒像是个西洋人士。西洋人士。这塑像倒甚是怪异。既然受人供奉，为何又要以铜罩遮面，不露形容呢？我看是凉州百姓奇怪，供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塑像。哦，元芳啊，这就是刚刚那位院公所说的黑衣天王。看来那位院公并不是搪塞我们啊。倒是卑职错怪了他。在下7人因错过了宿头，特来庙中借宿，请问庙中有人吗？庙中有人吗？怪在这里好像没有人管啊。元芳啊，我看今夜咱们就在这庙中将就一宿吧。啊，把东西拿进来吧。哎，你们都进来吧。元芳啊，此次圣上恩旨，准我回老家并州休养。从今往后，你我就要远离朝事，专心务农了啊！大人，我看您是闲不住的。把干粮拿出来。您几次恳求，圣上这才答应您回家乡并州，可您却又千里迢迢绕到凉州去看望曾兄。赶上今天这不开面的凉州老百姓，连借宿都不允，您啊，只能在这庙里坐上一宿了。曾太随我多年，此次不任凉州刺史，我是怕他经验不足，遇大事处理偏颇，所以我才来要探他一探啊。您啊，总是有话说。哎，老爷，李将军，吃饭了。哦，干。好。多吃点。吃吧，还有呢。今天这一天胖没意思。喝点水。早点睡。哎呀，再拿一个啊。吃东西真香。再来一口。还有呢。你别把水都喝了。别抢啊！明天一早还得出发的。我也饿。一会儿别忘了喂马啊。好，是了，马都喂完了，不用操心。再给我一块。大人，怎么了？这还有呢。元芳啊，这是一座新庙。哦。而且建成不过10年左右。
吕将军，你笑什么呀？别人啊是3句话不离本行，咱们大人啊是3件事不离本行。在他老人家眼里啊，处处都是破绽，连进了庙都要细细的勘察一番。大人，您看什么呢？您到底在看什么呢，大人？元芳，你不觉得这庙建得有些奇怪吗？元芳，跟我来。大人，这庙有什么不对吗？元芳，你过来看看。你看一看这庙的外墙有什么不同吗？这庙墙好像特别的厚。是啊，比普通的庙墙要厚3、4倍。刚刚一到这里，我就觉得这庙有些别扭。现在明白了，是因为庙的外部非常大，而殿内的面积很小啊，只有4根立柱。而一般外部面积与之相同的安观寺庙或者是祠堂，内殿至少应该有8根柱子才对。可为什么要造这么厚的墙？大人，会不会是这里的风俗啊？还有，你再看看这庙前的广场，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装饰。这似乎是建造者故意如此布置。不错，大人。可这又是为什么呢？元芳，你再来看看。你仔细看看这里的擦痕。大人，这塑像是活的，而且经常被人挪动，所以才会有擦痕。你再来看这里。是一排小孔。大人，这是做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元芳，你再仔细看看这须弥座上所雕的花纹。大人，这雕刻好像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可所刻的这些人物，似乎都是妖孽之属，甚是诡异。这些人物是不是妖孽倒可在意，但断不是我中土之人。不错。而且这些长翅膀的怪物，也绝非我中土传说中妖神鬼怪的模样。元芳，你再仔细看看这尊雕像。元芳啊，你将今天晚上的所见所闻全部联系起来想一想，这黑衣天王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祇？为什么当地的百姓对其如此的惧怕？你再看看这座诡异的小庙，我想这里面的事情不简单呐。
不错。元芳，因此，我们今夜一定要格外的警醒。怎么了，元芳？你听啊，大人有动静。嘘。快，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着？李春，快，取进来。老爷。什么人竟敢擅闯黑衣天王圣殿？在下并州人怀英，途经此地，投宿无门，特借贵宝地歇息一宵，望其见谅。啊！这是鬼吗？阁下是什么人？本座是黑衣天王驾下的黑衣圣使。失敬。翌日闯殿，一犯死戒，私救妖孽，罪不容诛。罪不容诛。在下不知，阁下所说的妖孽指的是谁？就是这个女子，就是这个女子。阁下错了，此女是不折不扣的人类，怎么说她是妖孽呢？虽然怀某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然而却知道为神者应常怀慈悲之心，济世之人，岂可指人为妖？是非不变，如此做法，凡人尚且不为，况神之乎？依此看来，阁下就连做人还不够资格，更不用说做神了。走，是。怎么回事？元芳，这座庙是机关消息控制的，一定要小心。大人，小心！保护大人！是。
突袭，人马堵住小口。是，来，带点齐杀。是，上。门开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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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他放下。哎，你说什么？老爷，他似乎要说什么话。姑娘，你想说什么？山，黑暗之山，东响音，大地动，响银。快取下来啊！凉州吉祥红姑，凉州吉祥巷红姑。哎，这老爷。他死了啊！这大人，他刚刚说的什么？他说，凉州、吉祥巷、红姑，还说黑暗之山、大地东、响银。黑暗之山，大地动，响银。是啊，黑暗之山，大地东，响银。他究竟想说什么呢？进入甘凉大漠了。正是。此次借运，实则重大，500万两军资饷银，关涉到几十万戍边大军的安定，边河的安宁，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王将军请安心，甘凉大漠历来平静，并无马贼劫匪，且路途只有100多里，快的话1天的时间即可通过。过了大漠，便是此行的目的地凉州城了。你马上传令斥候，立即穿越大漠前往凉州，请凉州刺史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后本将一到，立时交接。是。斥候上前。梁副将，立刻前往凉州，通知刺史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是。传令众军，检视随身携带的水机口粮，有不足者立即补充。进入大漠要迅速通过，绝不能因琐事迁延耽搁。有违令者，军法重处，绝不姑息。是。就。检视随身携带的水机口粮，有不足者立即补充。众军，检视随身携带的水机口粮，有不足者立即补充。众军，检视随
大家快点儿，快点儿！来，后面的跟上。啊，快点！好，等一下。大人，这已经是最后一批转移的百姓了。老天爷发威，要来大地洞，可忙坏了咱们这些父母官呐。大人真是勤政的紧呀！自从地洞到现在，您可是一天一宿没合眼啊。应该的。地洞之时，但叫百姓们无恙，我曾太心里也就踏实了。刺史大人，大人，何希义送来您的家信。哦，我的家信。还有你，都过来！快点，拉下自己的东西，快点走啊！事儿。哎呀，太好了！大人，何事如此兴奋呢？我的恩师狄阁老马上就要到凉州了。狄阁老，可是治世的宰辅狄仁杰大人？啊，正是。怎么，大人是狄阁老的门生？是啊。哎呀，狄阁老当世贤臣，爱民如子，名达四方。难怪曾大人如此勤政爱民，原来是受了狄阁老的教诲啊！恩师对我来说有再造之德。这次他老人家奉谕从江州武平回并州老家休养，特意绕到凉州来看望于我。哎呀，这可真是师生情深呐！等狄阁老到了，刺史大人一定要允卑职进献，能一睹大名鼎鼎的神断狄公的尊容。哎呀，真乃平生一大快事也。你放心，恩师到了，我给你引荐。哎呦，那就多谢大人了。大人，负责押运饷银的左龙武卫房哲将军的斥候求见。哦，走，走。哦，参见刺史大人。好了好了，一路辛苦。怎么样，大军何时到达？回刺史大人，房将军率解运大军已进入大漠之中，想来今晚便可到达。房将军吩咐小的，请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你放心，安扎之所早已准备停当，只待房将军到达。是。看此情形，房将军在大漠之中也遇到了大地洞。每次地洞之后，必然会引发暴风。不知他们的情形怎么样了？大人安心，应该不会有事的。
西北方向便是甘凉大漠之中，地动引发了暴风。看来房将军和解运大军的处境不妙啊！是啊，大漠中刮起了旋风。这里的人有句俚谚：“旋风行，无路寻”呐。刺史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只要大漠中刮起了旋风，沙丘就会随时移动，将原有的路径覆盖，行路的商旅们便无路可寻。大人，那大军岂不是要迷路吗？李大人，在，你即刻前往城防营，调200府兵，由这位斥候率领，只待地动停止，便立刻进入大漠。一来迎接房将军及解运大军，二来将通关路径重新标清。是，卑职马上去办。走。是。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起来吧！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将军，将军！将军，将军，你没事吧？没事。文清，你怎么了？将军，官道没有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官道呢？难道是让黄沙给盖住了？各队检视伤亡情况，将大军的饮水储备向我禀报。去给我盘个地图来。是。我们现在在抱沙梁，把罗盘给我。这个方向，将军，大漠之中没有标识物，光靠地图和罗盘是靠不住的。万一偏离，那……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将军，已检视过众军，死12人，重伤48人，轻伤160人。重伤车载，将尸体装上大车，轻伤随行。是。将军，刚刚统计了各队储备饮水的状况。怎么样？储备在大车之上的桶装水已全部损失，而今只剩下众军随身携带的饮水。啊，还有多少？全军加在一起，整袋水只剩下40袋。什么？只剩40袋？正是。只剩40袋，其余的不是被风沙打破皮带，水漏掉一半，就是水带落地，混乱中被驼蹄踩破。去吧，去吧，去吧！是。将军，形势有些不妙啊！你立刻传令：第一，将所有饮水收到中军，统一配给。第二，命众军抛弃重铠，只带兵器，轻装前进。是。将。
驾！大人，怎么样？大军有消息吗？2个时辰前，斥候率200府兵进入大漠，大约每半个时辰便派人送信出来。至今，他们已经深入大漠30里，尚未遇到解运大军。不应该呀！自今大漠到凉州总共100多里地，难道大军真的迷路了？拿水来，快！哎，怎么了？扶起来！水，给点水喝。哎呀，将军，扶他躺下。快！哎，没事吧你？命众军原地歇息。大家原地歇息。是。这是什么地方？按地图和罗盘所示，这条路应该是通往凉州的。哎，我们离开大军已有几个时辰了吧？是啊。将大军留在大漠之中，我这心里有些不安呐。没有饮水，大军在沙漠中无法行走。况且，咱们出来寻路找水也是迫不得已啊。项营有铁甲军护卫，应该不会有事。临行前我下令，如果咱们回不去了，便命中军沙陀饮血，等候救援。怪不得您下令徒步前去寻路，原来是为了这个。是啊。将军，你看！这是谁啊？什么人？这是不知道，干嘛？走。是黑衣天王！黑衣天王！黑衣天王是什么？当地老百姓传说，附近有个黑暗之山，山里住着黑衣天王，他们掌管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行路商旅的生死安危，难道让咱们给碰上了？啊！怎么应战？如果真的是黑衣天王，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不如尽管启动。将军，水！啊！黑衣天王是来救我们的，弟兄们，快去喝水！别抢，让路有！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蒙神旨搭救，真可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走过去。怎么等了这么久，一点音讯都没有？没事儿，赶紧。来了，走！来了，就！刺史大人，怎么，是你们？大军没有接到？回刺史大人，小的率人一边重标官道，一边寻找大军下落，可深入大漠近80里，竟连大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真是奇哉怪也，大军似乎失踪了。不要妄加推断。大人，现在怎么办？调集全体城防营军士，带起饮水和干粮，随本州
进入大漠，迎接禁运大军。可大人，如今天色已晚，沙漠中气候变幻莫测，一旦遭遇暴风，那可是大事不妙啊！不如明天清晨再行。一旦大军和饷银出了问题，那可是关乎着汴河数十万将士的宁定，关乎着社稷安危。这个过失我们是担当不起的。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啊。而今地动刚过，民心不稳，城中的事务就交给你了，务必小心在意。请大人放心。但愿天佑大军。大人，这有一座古堡，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是啊，如此孤绝的城堡位于深山之中，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那也总强过披星宿月。那倒是。大家快点到前面的古堡投宿。堡中有人吗？什么人？行路之人特来投诉啊！是行路人？正是。你们等着，我通禀主人。有劳了。怪哉，如此的深山古堡，还真的有人居住啊！大人，看这堡子的样式形貌，不像是中土建筑。倒像是西洋的风格，该是建于南北乱世之时，颇有些年代了。客人请进，主人在大厅等候。多谢尊家，有劳了啊！大人请。请。请啊，请进。来人了。烂客终年无人行，意外今日远客迎。莫道深山无知己，贵人临宝夜风亭。宿山留凤，凤自亭。剑客远游似浮萍。忽闻一阵香风过，吹来贵主好门庭。小子王强携内紫薇，恭迎尊客。剑客并州淮阴，到过深山，蒙贤主人荐留，实堪嘉幸。尊客稍后。哎，这家主人怪了。是啊，穿着神奇的，是吧？是啊，哎，是。不是石头砌的。是。你看那画。这幅悬画，乃是家先祖的肖像。哎呀，王兄啊，先祖之肖像颇为新奇呀！哦，但就颜料之使用，便与中原各家画派均大不相同，
更不要说画技笔法了。这幅悬画画法简重凝练，不重写意，似张僧繇、吴道子之工笔，却比之更重人物的肤色和肌理，真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啊！尊客真法眼也。这几幅画是西家高祖时外来的几位西洋修士画的。哦，原来如此，难怪呀！深山之中人行稀少，今幸有远客到来，强不亦乐乎？承贤主人以南朝古礼款款相待，怀应感激之至啊！难得尊客竟能还以古礼，实在令王强刮目。仅凭尊客这番实践，恐怕非寻常之人吧？哦，曾以进士入小官，而今罢闲，不提也罢啊！哦，原来是公祖之身，失敬了。王兄过誉了啊！如剑客所料不错，以王兄的衣着谈吐、清文雅礼，再见这苍山古堡之势，王兄家世必定是南朝士族之贵吧？尊客真是好眼力，说的一点不错。家世本为南朝王姓之族，丧乱之后未必战祸，家祖率全族迁于北地深山之中，如此已有几世了。哦，原来如此。尊客，客房已备好，我引诸位到客房。哦，有劳了啊，请。好。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了？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房哲将军呢？说话呀！啊！他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叫什么名字？你们将军在哪儿？大人问你的。住手！他们身中邪祟，只要停下来，就会立刻死去。所以千万不要触碰跳舞的军士，大家分散开来，去找找房哲将军。是。快！那儿有个人。将军，他就是房哲将军。正是，房将军，房将军，刺史大人，房将军还活着啊！快，房将军，取水来。是。大人，好。大人怎么样？二队报告，在几十里外的大漠发现了大军。哦，可大军已经全部死亡。什么？响银找到没有？没有找到响银。完了！诸位请，大家共饮此杯。好，来。尊客是到凉州吗？哦，正是。100年以前，此道为甘州通往凉州的官道，然而今，
此道已废弃数十载，尊客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呢？只因日前投错了路径，来至一小山村，名曰王家堡。啊？怎么？尊客到过王家堡？啊，正是。怎么，王兄，有何不妥吗？啊，那倒没有，只是王家堡乃是当地黑衣天王的出身之地，据说常有神异之事发生。不知尊客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别的倒是没有，只是在村中借宿之时，当地老乡言道，这2日是黑衣天王的忌日，因此不敢留客。有一件事还想在兄台面前请教。怀兄请讲。这位黑衣天王究竟是何出处？何以附近的百姓对其笃信至死啊？既然王兄不愿提及，怀某不敢勉强。怀兄多虑了，小弟只是不知从何说起。便以实相告，又有何妨？也罢。怀兄有所不知，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灵应，可以说是本地百姓的护法尊神。怀兄刚刚说到附近百姓对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笃信，您说的还不完全，不仅仅是附近的百姓，应该说是整个甘凉地区对这位黑衣天王都非常笃信。是这样。怎么说呢？这位黑衣天王是小弟的华宗，也姓王氏，名曰显。南北乱世末期，有一批妖魔自西方而来，这些人类生双翅，身披铠甲，食人肉，饮热血。这些恶魔不但杀人取血，还贪图钱财宝货，在甘凉一带无恶不作，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而黑衣天王王显，生于王家堡，就是怀兄日前经过之处。怎么，黑衣天王生于王家堡？是啊，他自有习武，勇气过人。听闻此事以后，便集合了本村的青壮年，带其武器深入大漠，去寻找这些妖魔，与之会战于黄沙之野，最终将妖魔除去。而他和手下之人也力战而亡。因王显生前喜着黑衣，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将他称为黑衣天王，建庙供奉香火，并将其生辰9月25日定为忌日，代代相传，沿袭至今。原来是这样啊！据当地人传说，黑衣天王惊魂不散，居住于凉州的黑暗之山中。怎么，真的有黑暗之山这个地方？这也只是当地百姓的传说，从没有人到过。据说黑暗之山隐匿于这座大山的深处，终日云深雾绕。黑暗之山就在这座山中。怀兄却是当真，这只不过是俗人的传说耳。是啊，是啊。王兄，请继续讲吧。据当地人讲，有黑暗之山可以直接进入天宫，因此也被称为黑天门。在那里聚集着黑衣神之，掌管甘凉道和大漠中的一切，并且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到达那里的人不仅可以飞黄腾达，还可以成仙得道。因此，有很多人前去寻找黑暗之山。找到了吗？可惜呀，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是这样。听说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灵应，几乎是有求必应，但也非常严厉，对敢于违背他旨意的人，处罚异常严酷。因此，百姓们对其很是惧怕。怀兄似乎对这位黑衣天王颇感兴味。
只是好奇耳啊。怀兄请。好，请。诸位请，请。来啊。怀兄，俗事相缠，去去便来。王兄请。威尔，替为父待客。告辞，告辞了。好，请。请。好，请。怎么样？东西已经地下5道，运抵迪厅。走。弟兄们，货物已经安全送到，你们是大功臣。黑衣天王有令，重赏你们。拿到赏银以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谢天王圣旨，为黑衣天王不抗斗火，在所不辞。好，大家不要随便走动，在原地等待，赏银马上就到。走。一切顺利。太好了！哎，那些赶车的脚夫怎么处置？这还用问？老规矩。都杀了。黑衣天王临行前指令，凡是参与此次大漠行动的人，一律处死，绝不能令消息外露。是，我马上去办。哎，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啊？好的，我。哎，你们看！你们好狠呐！都办妥了。这批货不能停留，你马上去安排一下，要立刻将货运走。是。等等。你们还要做一件事。天王，您回来了。发现黑暗之山秘密的小丫鬟梅香已经死了，然而她身上的一件东西，却落入了几个陌生人的手中。什么东西？这件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几个陌生人必须要死。那些人现在何处？就在古堡之中。什么？在这里？正是那几个借宿的客人。不错，他们破了王家堡神庙中的机关，救了梅香。该死！该死！是。死！
元芳啊，2日来我们沿途所遇之事，真可以说是蹊跷之极呀。从夜宿王家堡救下那个神秘的小姑娘开始，怪事便接踵而来。黑衣天王庙中那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悬浮在半空中的人头像，那些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过的神秘追杀者，还有就是小姑娘临终之前说出的那几句似乎毫无关联的句子，一桩桩一件件，都令人感到诡异莫测。而今日，我们又来到了这座隐匿于荒山之中的奇怪的古堡。奇怪的古堡？走。元芳啊，常言讲得好，诚以道而行。那就是说，一座城池的兴亡，其道路交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今日我们来到的这座古堡，却建在了已经荒废了几十年的官道之上，这不奇怪吗？据王强讲，这是其高祖在南北乱世之时为避战祸而修建的。当时这里正是通往甘凉的官道所在。那么而今距南北之乱已100年有余，天下宁定，民生安乐，他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这荒僻之地呢？也许是恋土难移，他们不愿离开祖居之地。我看不然。南北乱世以来，固守祖居的氏族不乏先例。徽州以北的深山中的杜堡，便是南朝大氏族杜氏因避战乱迁居于彼，子孙开山造田，豢养租户。近100年来，杜堡四周良田百顷，租户逾千。太宗皇帝感杜氏兴业之诚，下旨褒奖，并赐其屯垦之田为永业田。杜氏由此安身立命，固守祖业。然以王强如此庞大的家世来说，旷居荒山，却一不经山，二不屯垦，古堡周围竟没有一块农田。试问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也许他们日常所需物资是从凉州运来的。既然不想在此兴家立业，那么举家迁转凉州便了，又有什么必要苦守深山古堡呢？有道理，此其怪异也。还有，这深山之中，盗贼响马出没，要想在此长期安居，设家家守堡那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看到了，堡内只有王强夫妇和几名仆佣。那么，一旦有强人袭击，他们靠什么来抵御呢？不错，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依王强所说，自其高祖始世居于此，至少也有近100年了。若无守御之法，如此羸弱之处，恐怕早已被强人袭占。好，进去吧。所以我才说，这座古堡甚是怪异。大人，您的意思是？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似乎冥冥之中有一条纽带，将我们这几日所遇到的事情暗暗地连接在一起。哦，这是什么意思？你还记得今日酒席之上，王强听到我们曾经到过王家堡时的表情吗？
尊客是到凉州吗？哦，正是。百年以前，此道为甘州通往凉州的官道，然而今，此道已废弃数十载，尊客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呢？只因日前投错了路径，来至一小山村，名曰王家堡。啊？怎么？尊客到过王家堡？啊，正是。当时他虽然极力的遮掩，但那种吃惊的感觉，却仍然令我感受非常的强烈。不错。还有，今日王强那身穿戴，令我一下子想起了王家堡黑衣天王庙中黑衣天王的塑像。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联想起王家堡的那个夜晚，我隐隐地感觉到死去的小姑娘王强，还有这座荒山古堡和所谓的黑衣天王，这几者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什么？然而目前这只是我的直觉，并没有任何的佐证。说得好听一些，也只能算是推断。要想弄清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小姑娘的死入手。当时我们在天王庙中身陷危境，苦战脱身，可以说无暇细想。然而在离开王家堡之后，我一路上细细忖度，认为这当中有着几点疑问。什么疑问？第一，追杀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杀这样一个柔弱女子，以至于竟然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埋伏？然而在我们将机关破解之后，他们却又并不现身，继续对我们施以杀手，以期达到杀死小姑娘的目的，却任由我们将人带走。这前后形势岂不是非常矛盾？不错，这一点卑职至今也想不明白。而今事件刚刚开端，头绪皆无，因此我们只是先提出问题。大人，那第二点疑问是什么？第二点，为什么要在黑衣天王庙之中设置如此厉害的机关？建造天王庙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错，这里面一定有文章。第三，追杀者与那位甘凉一带百姓十分笃信的黑衣天王到底是什么关系？神庙中的那个声音自称是黑衣圣使。可以肯定，那个声音便是自始至终未曾露面的神秘追杀者。从他的话里，我们不难听出，此人不过是个盗用神明的不法之徒。元芳，有话直说，不必顾虑。大人，我知道您从不相信鬼神，但我们在神庙中看到的那个悬浮在半空的人头像，还有那些发自地下的巨大声音，似乎不是人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也想不通。我们姑且说它是个谜吧，但我想总有一天会解开的。那么，这位所谓的黑衣圣使，究竟是一个人呢，还是有组织的团伙当中的一员呢？
最后一点，就是萧姑娘临终前所说的那几句话。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是啊，这几句话看似没有关系，然而前几天我们确实在道中遇到了强烈的大地洞，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那几句看似没有联系的句子，定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说得好。昨夜萧姑娘还提到了黑暗之山，而今日王强在闲谈之中便恰恰也提到了黑暗之山。可大人，据王强所言，那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啊。一个在弥留之际的人拼尽全身的力气说出的话，绝不会是个传说。我想它定然关乎着巨大的秘密。今日王强所说黑暗之山是黑衣天王的居所，这说明萧姑娘死前所说的那个黑暗之山，很可能就是黑衣天王的代名词，或者至少与之有着重大的关联。跟着他说到了大地洞。元芳，你想一想，如果他没有受伤，按照连贯的意思，应该如何将其连接起来呢？大人，通顺的说法有几种。第一种，就是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引发了这次大地洞。这算是一种通顺的说法，但却是不可能的，也不合理。地洞是自然之术，绝不会由任何人力引发所致。可如果引发地洞的不是人，而是神，是传说中的黑衣天王，那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地洞乃天行之道，与风雨雷电、洪水旋风均是一般，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地洞必是自然之术。好，那么第一种说法已经被排除了。你继续说。第二种通顺的说法就是，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知道了这次大地洞。这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然而却与小姑娘最后所说的响银连接不上。响银？还有呢？第三种，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利用了这次大地洞。这种最为合理，也为后面所说到的响银做了铺垫。依照他临死前所说，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我们姑且认定他这三句话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黑衣天王利用了大地洞。来，天王利用大地洞，那么响银呢？大人，响银是朝廷激发给各位帅的军资，难道这与黑衣天王和大地洞能够扯上关系？虽然匪夷所思，但却是最通顺，也是最合理的。是什么？
这也太牵强了吧？哦，为什么？难道你还能想出一句比这句话更通顺、更合理的句子吗？通顺是通顺，可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欠合理。黑衣天王是凉州当地人传说中的神祇，以我们在王家堡所遇之事来看，就算是有不法之徒利用黑衣天王之名为非作歹，可这些人怎么会去打朝廷饷银的主意？首先，朝廷压饷就有定制，是以12卫中最精锐的卫帅检运，且军卒均为千里挑一的剑者，又都是铁甲骑兵。因此，以卑职想来，没有任何一支民间武装有力量、有胆量去攻击他们，就更不要说从铁甲军严密卫护下抢走饷银了。而且按照朝廷定制，押运日期、所走路径绝对保密，这些歹徒又怎么会知道呢？退一万步说，假设真有此事，那小姑娘临死前所说的也许就是另外几句话，而不是大地洞饷银。利用大地洞劫夺饷银，这不符合逻辑，也太匪夷所思了。大人，卑职以为，那小姑娘临死前的几句话虽然必有深意，但其意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好，但愿我是杞人忧天，胡乱忖度。好吧，我们先抛开小姑娘的遗言，来推断一下她的死因吧。她的死因倒确实是与黑衣天王有些关系。这一点可以肯定。看小姑娘的穿着，很像是一个丫鬟、使女之类的人物，而我们在王家堡遇到的自称黑衣圣使的追杀者，也与黑衣天王有关。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小姑娘的身份定是隶属于这个所谓的天王之家，或者与之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你试想一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竟不惜动用杀手，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去杀死这样一个下人呢？我想，他一定是刺探到主人最绝密的事情，否则犯不上费这么大的力气。不错，那么你想一想，小姑娘探听到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您的意思是说，他探听到的秘密，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3句话？还有这条腰带。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别的解释。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黑暗之山、大地洞、饷银，以及我手中的这条腰带，便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也是秘密所在。小姑娘最后说道：“凉州、吉祥巷、红姑。”我想她的意思很可能是要我们赶到凉州的吉祥巷，将这条腰带交给一个叫红姑的人。不错，正是这个意思。这条腰带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与他临死之前所说的那几句话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卑职先回去了。
你怎么像鬼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你的耳朵不好。请吧。谁说我要过去了？那我就先过了。你这是做什么？想不到你还挺快的。你也不慢啊！想不到这古堡中的小丫鬟，竟然有这么好的功夫。真让我们夫人猜中了，你果然武功了得。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夫人请你到卧室叙话。你们夫人？是啊。什么事？你这人也真是的，夫人要和你说什么话，我这个做下人的怎么会知道啊？这好像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一个大男人，夜晚跑到夫人房中，这于理不合。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还怕女人。你放心吧，夫人只是有几句话想问问你。好吧。请。夫人。哦，燕儿，你真是调皮，还不快请李先生进来？是。请。夫人。李先生，丫鬟无礼，望先生宽宥。哪里，倒是元芳下手重了些。冒昧相请，为儿实在唐突。夫人言重了。请坐。请。李先生是哪里人？哦，祖籍河北。哦，燕赵之士，难怪英姿勃发。听丫鬟说，夫人见召元芳是有话垂询。是啊，方才在厅中听那位怀先生说起，几位曾路经王家堡。正是。不知几位可见到那里有一座黑衣天王庙？因在村中借宿不成，我等夜晚便宿于庙中。哦，你们宿在庙中？哦，不知夜间遇到了什么事情吗？夫人说的事情是指什么？没什么。诸位是要到凉州吧？正是。我有一事想烦请李先生，不知是否唐突？夫人但说无妨。我有一妹居于凉州，虽非千山阻隔，然女儿之身不便远行，因此想烦请李先生代为捎去书信一封。分内之事，何须夫人到老？不知书信现在何处？凉州城西吉祥巷，交给红姑。李先生，您怎么了？没什么。夫人是说，将信送到凉州城西吉祥巷，
交给叫魂姑的人。嘘，李先生，此事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夫君。哦，请夫人放心。今夜，诸位要惊醒一些。夫人的意思是？唯儿言尽于此。劳动先生于心不安，些许下午不成敬意，请李先生收下。哦，区区小事，不劳夫人赏赐。告辞了。什么？正是。夫人请我将这封信送到凉州城西的吉祥巷，交给叫红姑的人。和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大人，这里边定有文章。看起来，这位夫人与死去的小姑娘定有关联。大人，要不把信打开来看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私自拆看，君子不为呀！我真是服了。您刚刚说完那个小姑娘与这古堡有关，事情就应验了。圣骑士，天王请您马上到地厅商议，计划有变。计划有变，正是。什么？狄仁杰是他？天王请您马上过去。他还说了些什么？他还问起我们夜宿王家堡的情形。元芳啊，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什么？尊家，有事吗？奉主人之命，为怀先生及各位送来参汤。有劳了。啊。哎呦！尊家，还有什么事？小的，小的只是忘了将托盘取走。请吧。哦，元芳啊，你让狄春他们到我这儿来一趟。是。老爷啊，您趁热喝吧。好，多承挂怀啊。您怎么，又忘了什么吗？没有。夫人，好伶俐的身手啊！怀某在此谢过夫人相救之德。怀先生太客气了。
有一件事，威尔想当面向怀先生请教。哦，夫人请讲。是你们破了王家堡的天王庙，对吗？看来王强已经知道此事。不错，怀先生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好，夫人说的不错，王家堡天王庙中的机关确实被我等击破。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们的身份并不重要，我想夫人关心的应该是那个小姑娘吧。梅香，她现在哪里？凉州吉祥巷红姑，这就是我们在天王庙中救下的那个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几句话。她死了。是的，她死了。她还说了什么？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他提到黑暗之山。正是。那他临死前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一条腰带。给我。夫人问了半天，是否也该容老朽问几句？你认识那个小姑娘吗？是的，她叫梅香。把腰带给我。不要着急，你们是什么关系？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当然，非常重要。梅香是王强的贴身丫鬟。我问的是你们的关系。换个问法吧，你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对不起，这一点我不能回答你。那么，对不起，这条腰带不能给你。你认为能够拦得住我吗？他不能，我能。是你，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夜深了，夫人请回吧。你真的认为能够阻拦我？我并不想动手，但是如果迫不得已，我会试一试。我不是你的对手，罢了。但愿你们能言而有信，将我的书信和腰带交到红姑手中。还有，王强不会放过你们，一切小心。大人，看来王强一伙已经知道了，是我们击破了天王庙，救出小姑娘。这古堡之中诡异之极，四处暗伏杀机。远方啊，我们的处境不妙啊！你看，这条腰带上绣着勾股图形，这些图案定有深意。那个死去的小姑娘叫梅香，是王强的贴身丫鬟。不错，这也就是说，她死之前很有可能是从这座古堡中逃走的。有这种可能。
看，勾股图形。与腰带上绣的一模一样。元芳，搬张凳子来。是暗门，元芳，进去看看。圣骑士，照您的吩咐，神堂已经送进去了。情况怎么样？我刚从楼上下来，他们的屋子里没了声响，应该是已经解决了。而今计划有变。您放心，我一定办到。小心行事。是，去吧。这里怎么有这许多大车呀？看样子是装货的。过去看看。你看，这是左龙武卫的前锋。龙武卫？这里怎么会有龙武卫的前锋？难道他们与龙武卫有什么关联？元芳，你看。看死者的穿着，应该是这附近村中的农户。从死状看来，是中毒而亡。可这些村民怎么会死在这里？可以肯定，这些村民是被王强一伙抓来充当脚夫，事成之后杀人灭口。这群畜生！可是这么多村民同时中毒，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元芳，我明白了。你还记得王家堡天王庙中须弥座下的那些小孔吗？当然记得，那是释放毒气的出口。这座地厅与王家堡天王庙相同，这些村民定是被毒气熏死的。
元芳，看来这地庭中藏有机关呢。是什么货物这样重要，令王强一伙不惜残杀如此众多的村民？打开看看。是妖怪。元芳，回去。关上。这古堡之中机关密布，暗道纵横，而且均是以勾股图形作为开关的暗号。看来梅香留下的这条腰带，便是暗门机关的通行图。大人，那些东西都是金发碧眼、白脸朱眉，定是妖邪之属啊！我看不像。可人哪有长成那个样子的？元芳啊，据史料记载，我中华曾与西洋国度通商，虽然我没有见过，可是据说那些个西洋人便是金发碧眼之辈。大人，您是说那些东西是人？应该是的。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强一伙代表着黑衣天王这股邪恶的力量，而且他们正在筹策一个巨大的阴谋。元芳啊，那些贴着龙武卫签封的大车，令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可惜啊，我们没有来得及将箱子打开。如果能看到箱内装的货物，也许有利于我们的判断。不过现在不难看出，死去的那个小姑娘梅香，还有夫人威尔，都是潜入这个古堡之中的卧底。那么他们又代表着哪一方呢？大人，这小小的古堡之中热闹得很啊。那些贴着龙武卫转运使签封的车辆，与小姑娘梅香临终之前的那些遗言，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您的意思是？但愿我的猜测是错误的，否则……李将军，来，老爷，李将军，我看这个古堡有些不太对劲儿啊。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大人，恐怕这些人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走掉。来啊，你们几个。饶你奸似鬼，喝了洗脚水，弟兄们，动手！是。王家堡天王庙中一样，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怎么办？说不得，只能闯一闯。
怎么，怀兄这么晚了还要出去？急于赶路，趁雨夜行。如此不辞而别，太无君子之风了吧？对君子当守君子之礼，可对禽兽就用不着了吧？怀兄说我是禽兽，心如蛇蝎，竟在汤碗荼毒，非禽兽而何？其实小弟只是想让怀兄死得稍微平静一些，可惜怀兄并不领情啊。如此恶毒之事，王兄竟说得振振有词，可见你连禽兽都不如。怀兄真是巧舌如簧，死到临头还在逞口舌之力。昨夜摧毁黑衣天王庙的是你们吧？什么天王庙？装神弄鬼，鱼肉百姓。怀兄，我相信今夜你们会死得很悲惨。来人！少客，我来替你们收尸。张环、李朗，保护大人。是。弟兄们，快撤！不给打门，捆死他们！快走！快走！快走！关门！老爷，怎么办？李春，去找些水来。找水？快去呀！是。大华，在。包袱撕成碎片。快！
是人是鬼，躲在这荒山古堡之中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是黑衣圣使。什么圣使？识相的实话实说，否则要你脑袋！看住！元芳，元芳，元芳，怎么样？死了2个，都是黄毛妖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马上回到大厅，想办法出去。走，走，走。哎，不好！什么声音？这是什么？怎么样？毒气！快，李纯，取师部来。老爷，是毒气，大家用师部掩住口鼻，快！怎么，没想到？多谢夫人相救之德。要不是为了那根腰带，我才不会救你们呢。这里的机关消息极其厉害，看不到人就能要了你们的命，所以你们不能从大门走了，跟我来吧。来，走。好了，这里已是山中，一直向北走就是凉州。看来你们只能步行了。多谢夫人再次相救。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一般人。那封信和腰带就拜托你们了。请夫人放心，我一定带到。事关者大，请诸位千方百计，无论如何要将东西送到红姑的手中。好了，我该回去了。否则王强定会起义。好吧，元芳有不周之处，还望夫人原佑。好了，看你平时绷着脸怪吓人的，想不到还这么多礼。我走了。请。好险呐，多亏了这个威尔啊！老爷，也多亏了您，要不是您让准备师部，咱们几个就都了账了。这也是鉴于王家堡天王庙的经历和地厅中村民们中毒的情状做出的临时判断，没想到还真用上了啊！大人，咱们要尽快赶到凉州，将此事告与曾兄。这等邪祟之地，定要彻底铲除。元芳啊，这些人是不会容我们活着赶到凉州的。发现我们逃走，他们定会全力的追杀。因此，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何意？刚刚夫人让我们向北走，而我们偏偏要向南行。南行，绕道大山，奔赴凉州。走。张氏大人，刺史大人自京城回衙后便一言不发，而今已经几个时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日傍晚，
曾大人率城防营深入大漠接应解运饗营的龙武卫大军，可现在刺史大人回来了，却没有看到大军和饗营的踪迹。看来，定然是解运大军在沙漠中出了岔子。什么？大人，一旦给边关的500万两饗银出了问题，那可不光是刺史大人难辞其咎，恐怕你我也要遭池鱼之殃啊！唉，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吧。如果当真如此，就算皇帝开恩，我们也要落得个致敬不言之罪呀。这。怎么样？伤得很重，但性命并无大碍。尔等要细心照料。是，请大人放心。哟，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大人。诸位同僚，昨日押运边关500万两饗银的左龙武卫铁甲军，在大漠之中遭遇邪神，3000军士惨遭屠毒，全体阵亡。那饗银呢饗银呢？500万两饗银失去了踪迹。500万两饗银，太可怕了！是什么邪神居然如此厉害？500万两饗银关乎着边关的宁定。是啊，大人，在我们凉州地界出了这种事，我们怎么向朝廷交代呀？是啊，大人。对，镇定，镇定。李大人，在。第一，待解运大军的尸体运到后，你立刻照大军花名册点查死亡人数，而后传檄告知兵部。是。第二，自即日起，凉州全境彻底封闭，任何行旅商队没有本州亲笔签批的行文，不得擅自离境。是。吴司马，在。命凉州河属衙捕全体出动，查查境内所有庙宇及安官寺院，看看有什么异动。是。地冬刚过，解运大军又遇邪异之事，全军覆没，真可以说得上是多事之秋啊！望诸位谨守职司，再不要出什么乱子了。请刺史大人放心，全靠诸位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邪神竟如此歹毒啊？黑衣天王，黑衣天王，就是附近百姓尊奉的黑衣天王。正是。本地百姓对黑衣天王是非常的笃信，几乎村村都有黑衣天王庙。我刚刚之所以没有向众僚言明真相，就是害怕属下衙役在查过程之中行事莽撞，激起民变。大人所虑甚然，这种事还是小心为好。可现在该怎么办呢？这等邪异之事，实在是难以预料啊！3000大军倾覆。数百万两饗银不明不白地消失于大漠，看来我这个刺史是做到头了。李大人，你立刻具表600里加急，将此事奏报朝廷。你我各安天命，听候处置吧。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老爷，怎么了，李春？你看那儿有个人。这有个人。老爷，他怎么样？还有脉搏，看样子此人是在山中被人袭击，背部中刀，再加之饥渴劳累，以至于奄奄一息。春呐，取水来。他还活着。此人气血虚弱，已经到了极致，再不施救，恐怕就没命了。远方，我看咱们得赶紧附近找个镇店宿下。大人，卑职早就想说了，如此徒步赶路，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凉州？倒不如找个镇店，一则给倒卧者治病，二来买些脚力代步，这样还能快些。哦，李春、张环，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轮番背着此人。只要见着附近的村镇，咱们即刻速行。没问题，交给我们。背上他，我先来，我来吧。来，哎，慢点，走吧，大人，走，慢点，走。没事。慢点，哎，这边哎，小心！经历了古堡之事，我们的大英雄李元芳是草木皆兵啊！大人，这里可以说是处处凶险，步步杀机，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卑职这根弦都不敢松啊！哎啊！哎，这位小哥，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洪家堡。敢问是个村落？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啊。到这里来做什么？路过啊。哎，小哥，且慢走啊。怎么了？甘烦小哥引路。前往贵庄借宿。你说什么？这位老先生说啊，让你带路去你们村里看看。去我们村子里做什么？找个人家住下。不行不行，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确实为何？这几天是黑衣天王的忌日，村里所有人都不许吃饭，不能出门。更不可能让你们住宿了。怎么，你们村也供奉那个黑衣天王？是啊。那么你为什么要在天王的忌日出来打猎呀？我是偷着跑出来的。你们笑什么？他们都在家里偷着吃饭。我家没得吃，只能跑出来打点食儿。那好吧，即使是别人家不接待我们，你也得接待我们。为什么？如果你不接待我们，我就把你偷出来打猎的事情告诉你们全村的百姓。哎，这可不行！你千万别说，说了我就没命了。啊。看啊，如果你接待了我们呢，我不但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还给你银子。这是什么？银子啊，就是银克子。对呀。哦，银克子就是这样子的。怎么，你没见过银子啊？只是听村里长辈们说起过。
拿着吧，啊，来。啊，给我。对呀。我不要。哎，为什么？只要你们不把我偷偷打猎的事儿告诉村里人，我就带你们回家。哦，好，好啊！跟我走吧。走，啊，走。走。这里还有黑衣圣使前来巡视？是啊，每逢忌日就常有。只要听到屋里有说笑声，或有人做饭炒菜，轻则毒打一顿，重则便要了性命。哦，骑虎潘岳在，去路口把守。是。张焕立啊，在门口看着，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禀告。是。你们跟我来。进去吧。来，放在炕上。哎呀，小哥有劳了啊！嗨，别客气，别客气。你们呐就住这儿吧，我住那间偏房。哎，哪有让主人睡偏房的道理呀？你就别客气了，那间偏房，像您这身量，也就够睡2人。好，那就叨扰了啊！您啊，就别跟他掉书袋了。先生是说，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哦，你们城里人就是词儿多。哦，看看病人。齐虎和潘岳。哦，元芳啊，怎么了？大人。怎么了？怎么？原来你是个姑娘啊？啊？我也没说过我是男的呀。是老先生你，一张嘴就叫我小哥。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小桃。哦，想必你是生在桃花开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我生在什么时候。怎么？这家里就你一个人住？你父母呢？死了。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你们的运气还不错。李纯呐，哎，老爷，去帮他一下。哎，大人，这村子可真是穷得紧。是啊。刺史大人，李长史求见。请他进来。是。
李大人，有事吗？刺史大人，有件怪事。哦，什么怪事？今日奉刺史大人之命，按照花名册统计解运大军死亡人数，发现其中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人？正是。是谁？副将廖文清。廖文清。小桃啊，来。老先生，你会治病？是啊。大人，这个小丫头可爱得很啊。是啊。此人是一名军官，而且是骑兵。手背上的刀疤，一定是战场上留下的。右手的硬茧，是常年握刀所致。他是个军人，这一点能够看得出来。可您怎么能够看出他是军官和骑兵呢？你来看看他左手生茧的地方，这乃是常年勒握马缰造成的。你再看看他的两条腿，稍稍有些向内弯曲，必定是经年加马所致。还有，两只脚的脚后跟都有硬茧，这是历经多年马刺摩擦所致。因此我断定他是个骑兵。至于对军官的推断就更简单了。在军中，骑卒使用长枪，只有军官才会握刀，而他右手的硬茧明摆着是握刀磨起的，因此我才断定其必是一名军官。原来是这样。大人，这几天咱们遇到的事情可真是奇之又奇啊！先是王家堡天王庙，神秘的小丫鬟，诡异的荒山古堡，那些黑衣天王的使者黄毛怪，奇怪的魏夫人，贴着龙武卫千锋的大车，今天又发现了一个重伤的军官。这一桩桩一件件，开始看似没有任何联系，可自从古堡事发后，贝之隐隐觉得，他们似乎都紧紧扣着一个核心事件，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说得好啊，元芳，这才是
推理断案之道的精髓，将不可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去掉其中不合理的因素，留下的便是事情的真相。哎，元芳啊，想知道这次我们为什么要绕到凉州的深山之中吗？不瞒您说，这一直是我想要问的问题。今天可以告诉你，早在武平赋闲的时候，看吏部呈送的唐报中提到，凉州地区多邪淫佞神之庙，百姓争相屈服。我以为此乃危害社稷之事，当厉行禁止，却苦于没有机会到凉州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当地的民风，因此也无法给皇帝上表。今次借圣上准行，我便有意避开大道，绕行至凉州的深山之中。果然，唐报之中不逾其也。原来是这样，大人，您千里迢迢绕到这荒山之中，是早有安排啊？是啊，一路之上目睹之事，远比唐报之中所写的要更加严重。所谓的邪神，其实就是打着神的旗号，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奸徒。大人，似这等再不严治，恐怕日后便要生出大事啊！日后，我看现在就已经很难治理了。二位，快去吃饭吧，要不该凉了。好，大人请。老爷，李将军，坐。哦，你们吃过了吗？啊？哦，我们已经吃完了。啊，小桃啊，吃饱了吗？吃饱了。先生，嗯，刚刚听狄双哥哥说，你什么都会，也不怕黑衣圣使，这是真的吗？怎么说呢？只有一点，我不怕那些黑衣圣使。你们没见过他们，不知道厉害。他们说杀人就杀人。我爹娘就是死在他们手中。怎么，你的爹娘是死在他们手中的？为什么？那是前年黑衣天王的忌日，家里揭不开锅，交不上祭钱，黑衣圣使就将我爹和我娘绑在天王庙前的旗杆上，当着全村的人开膛破肚，砍下脑袋，还不让我收尸。畜生！你的禽兽，再犯到我李元芳手里，便要他们血债血偿。好孩子，好孩子，别哭了啊！早晚有一天我长大了，要替我爹娘报仇。你放心，你的深仇大恨一定能报啊！哦，小桃啊，这里的乡亲每年要交多少祭钱呢？这个不一定，看年成。年成好，一家交100斗；年成不好，70、80都有可能。哦，好家伙，比朝廷的赋税还多3倍，这可真说得上是巧取豪夺呀！也难怪这里的百姓生活如此艰辛。不光交祭钱，还得出差呢。出差？只要黑衣圣使说天王有事需要人手，各村就得出差。比如说
修庙、拉脚。哦，前几天我们村刚被黑衣圣使抽走了10几个壮丁，说是要替黑衣天王拉脚。元芳，我明白了。那天我们在古堡地厅中看到被灭口的那些人，就是附近村中农民。这些恶棍！先生，您真的不怕黑衣圣使？真的不怕。今天夜里，他们就要在村里的天王庙收祭钱。先生，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王爷，李将军说的对，干他娘的！一定要让乡亲们亲眼看到这些畜生的真面目，否则很难打消他们的恐惧之情。先生，您是说要和黑衣圣使干？说干就干。先生，我们村有好多大哥早就想跟他们干，可就是没人领头。我去把他们叫出来。好，快去快回，一定要小心。好，您等着。你们都看到了吧？深山之中，妖人作祟，竟然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你只为了几斗米的祭钱，便可以随意枪杀百姓；为了几辆大车，竟忍心毒杀数10条人命，以至于百姓竟足不敢出户，丁不敢主食。我真是没有想到，这凉州竟然还是朝廷的王化之下。我真是没有想到，凉州百姓深受其害，竟已到了如斯地步。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夜，我们就要让这里的百姓认清这伙歹徒的嘴脸。我在这望风。好，我去了。人来了，走，去张家。好，快走。在找我吗？我们在做什么？我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不用你管。对，没错，不用你管，不用你管。你们几个也算是胆大包天了。既然这样，就成全你们。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死在旗杆上，我会亲手挖出你们的心，点亮黑衣天王神像前的祭灯。要死的人是你，你是什么人？杀你的人就是他们。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准备好死了吗？人呢？哎，去了？怎么回事？这就是啊！哎，在那儿呢！你在找我吗？你是人是鬼？哼，笑话！你这种装神弄鬼的人，竟会觉得别人是鬼。你是神仙吧？傻丫头，我是人。快走吧，先生还等着我们呢。
本座奉黑衣天王圣谕，特来检视祭礼。凡村中35户得有未交祭礼者，35户中小桃未到，还有李四因家贫欠收，无力交祭。望圣使在黑衣天王座前美言几句，明年补齐便是。李四何在？在。小儿李四，今年田里欠收，明年一定加倍补齐，求圣使饶命啊！拖延献祭，藐视神明，罪该万死！将他吊在旗杆之上，开膛破肚，斩首剜心！行了，好，走了。李四。不要！放开！走！是什么人胆敢搅扰神殿？我。你们是什么人？你给我住口！你们这些装神弄鬼、欺压良善的恶棍，今天就要当着众乡亲的面，让你们原形毕露！给我杀了他们！别跑，动手！乡亲们，你们还看不出来吗？这些圣使全都是假的。假的？原来他们都是假的呀！他们也怕火呀！假的，乡亲们，看到了吗？多少年了，这些恶人对我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想打就打，想杀就杀。为了几斗米，我爹和我娘都死在他们手中。乡亲们，咱们村有多少人都死在这些畜生手中啊！让他们拼了！拼了！起来，不要怕！乡亲们，听我说几句啊！受骗受害的不只是我们一个洪家堡，
请大家手下留情，留几个活口，待明日我把他们带到官府审清问明之后，将这几个畜生以及他们的幕后黑手一同绳之以法。大家以为如何？这些王八蛋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就这样太便宜他们了。就是。乡亲们，这位先生救了咱们的命，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大家听他的话。大家听我说，这位老先生言之有理，大家住手，听老先生的话。乡亲们，今天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和手下的英雄，我李四这条命就算完了。咱们大伙儿跪下来，谢谢老先生的救命之恩吧！来，跪下来！乡亲们，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乡亲们，谢谢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乡亲们，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要谢，大家应该谢谢这位小桃姑娘啊！对呀，对，小桃，谢谢你啊！谢谢啊！张怀李老，将这几个畜生捆起来，押到小桃家中。是。好。走。畜生，快走！看着，走。大人，我们也走吧。元芳，你以为事情结束了吗？您的意思是？看到了吧？哦。嘘。把旗扯下来。走，进庙里看看。来了。元芳，快动手！李春，是。大人，果然还有漏网之鱼啊！这厮真是可恶，事到如今还敢放毒气害人。可这厮，他藏在什么地方呢？你们看到了吗？这怪就处在庙墙之内啊！走，出去看看。啊！听到了吧？这墙内定有夹层。大人，你看。是毒气，快！子吹，你守在门前，元芳，我们进去。哎。使者，黑天王的使者。大人，您看，在这里。我是黑天王的使者。哎呦！大人，又是个黄毛怪。你是什么人？使者，我是黑天王的使者。这厮是失心疯了。黑天王，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中毒而亡。是谁下的毒手？哎，元芳，这里就是庙内机关的控制室，位于殿内的须弥座下。整个设置应该与王家堡天王庙完全一样。大人，您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才断定这消息室内还有人。正是。哎，大人，元芳啊，那天在王家堡，追杀者见我们救了梅香，于是便装神弄鬼。他们从外面进入到这暗室之中，操纵机关，预置我等于死地。还有那个悬浮在浓雾之中的黑衣圣使，就是利用这几块透镜的折射之力，将自己的形容投入到大殿之中。真是蹊跷的设计啊！就是这2块如此巨大的透镜，也是难得一见。元芳，你对着喇叭喊上一声。大人，这就是我们那天在王家堡天王庙中听到的地狱洪声。这喇叭是特制过的，能改变人的声音。元芳，你看到了吧？这些人当中不乏能工巧匠啊。可暗室之中，这2个黄毛怪又是怎么死的？刚刚庙外大乱，这2人躲在这里不敢出去。待到村民散尽之后，我们进入庙中，他们便启动机关，想用毒气置我们于死地，而后悄悄潜出庙外逃走。但是没有想到，放出的毒气却被你和狄春用旗幡堵住了出气孔。毒气倒灌回来，才将这2个畜生熏得失心疯掉。是什么毒气，竟然如此的厉害？仔细搜一搜，好。
给我跪下！跪下！饶命！饶命啊！饶命啊！好了，起来说话。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平。听清楚，我问你答，如果有一句不实，立即把你们交与村中的百姓处置。我一定实话实说。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黑衣社。你们一共有多少人？据小人所知，在凉州境内便有30个天王庙，有几百人。你们黑衣社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吗？小桃在，把他们交给你了。咋的了？我说，黑衣社最高的阶位便是黑衣天王，被称为天王，其下便是前卫、坤卫、镇卫、艮卫、离卫、坎卫、队卫、训卫，8位圣骑士，都是武功极高的人物。这9位便是黑衣社的核心。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他们是男是女都不知道。黑暗之山你听说过吗？当然，那是我们天王居住之所。在什么地方？这个真的不知，只是听说就在这大山之中。你是负责洪家堡一带的黑衣圣使，对吗？正是。最近，你有没有听你们黑衣社的人说起黑衣社要有什么行动？行动？关于大地洞的。行动倒是没有听说，只是前些日子圣骑士传下令来，命各天王庙下辖的村落，每村出10名壮男，却不知为了何事。你们各天王庙之间相互有联系吗？没有，只是听黑衣天王和8位圣骑士统一辖制。再说说你吧，你叫什么名字啊？亨利。看你的样貌不像是中土之人，可为何说话却是当地的口音？这是为何呀？大约100年前，先祖是西洋来的武士，他们奉国王之命，远征东方，多年以后才来到这里。你们是怎么加入黑衣社的？我们生来就是黑衣社的人。哦，我父亲便是黑衣社的黑衣圣使，后来他死了，我便继承了他的衣钵，也成了黑衣社的圣使。你是说，黑衣社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了？正是。那么，是何人创建了黑衣社呢？小人只知道黑衣天王庙里供奉的，便是黑衣社的祖先王显。对，王显，他便是第1任黑衣天王。好了，叫他们签供画押，将他们押下去，好好看管。这2个人对我们非常有用。是，走，走。早就听说，太宗皇帝时，西北道曾经出现过一些西洋武士，真没想到。100年后，这些人竟然为黑衣社这股邪恶的力量所驱使。据王强所说，黑衣天王王显就是因为抵抗西洋恶魔而力战身亡，这才被百姓奉为天王。传说中提到的西洋恶魔，会不会就是这些人？此事现在已不可考，然纵观几日的暗访和刚刚这2个人所言，不难听出，黑衣社在凉州根基之深，影响之广，势力之大，实在令人发指。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赶赴凉州，将此事奏明朝廷，命曾泰立刻出兵，铲除这危害一方的逆党。这样吧，骑虎潘岳留下，组织村民设立护保团，暂保此地百姓平安。后凉州援军到来，彻底铲除黑衣社。谨遵军命。元芳，你我2人带狄春、张环、李朗立刻赶赴凉州，会同曾泰安排布置此事。
是先生。哎，这小桃，你这是做什么？小桃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今日见了先生，便觉得像是亲人一样。小桃想请先生将我带在身边，就是做下人，我也愿意。小桃啊，来，千万别这么说，先生，这孩子有勇有谋，是块好材料，不如把他留在您身边，早晚的卑职也能调教他的武功，说不定日后能派上用场。老爷，我看这丫头挺勤谨的，挺好的。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好吧，小桃，从今天起，你就跟随在我的身旁，就管我叫先生吧。先生。前卫圣骑士到了。黑衣天王因亲身前往执行新的行动计划而无法前来，他命我主持此次乐议。是，请前卫圣骑士开议。大漠行动已圆满完成，黑衣天王命我对各位施以褒奖，众位辛苦了。为黑衣天王，为黑衣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今业已查清，日前击破王家堡黑衣天王庙，救出奸细梅香，夜宿荒山古堡中的不速之客，乃是朝中宰相狄仁杰。狄仁杰，就是那个号称神断的狄仁杰，正是。因此情形，黑衣天王与我和昆卫圣骑士王强，针对狄仁杰的断案风格，议出了一套全新的行动方案，众位要全力配合。是。具体行动计划，待乐议结束之后，由昆卫圣骑士王强向你们详细说明。狄仁杰当世奇才，以断案著称，今后诸位行事要万分小心。是。而今，天驼商队已到达凉州城内，他们带来了下一步地狱行动急需的死亡之神。然而，大漠行动后，凉州城全面封闭，只能进不能出，因此天驼人无法进入黑暗之山。此事实为可疑。为今之计，只能由我们的人携带银两潜入城中与之交易。不但要进行交易，还要将死亡之神安然带出凉州。此事异常艰巨，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我看，就由昆卫圣骑士王强和镇卫圣骑士小娟全权负责吧。是。死亡之神关乎整个计划的成败。诸位行事一定要慎而又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是。究竟为什么不让我们天土商人出城？为什么不让？不是针对你们天土商人，是所有的商队都不能出城。那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出城？你说？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啊，还是回去耐心的等待吧。我们等了2天了，城门还是没有打开。这是刺史大人的军令，我们啊也只是奉命行事。那我们的货物该怎么办？坏损了谁来赔？你说？这话你跟我说不着，有话你找刺史大人说去吧。刺史有什么了不起？他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城？走，我们现在找他们去。好。他怎么样？请大人放心，伤情已经基本稳定。
这就好。刺史大人，长史李大人有事求见。李大人，刺史大人，有什么事吗？自日前大人下达封锁令，凉州城内已聚集了各国各地近100支商队。今日清晨，他们选出几个代言之人，与卑职交涉，希望能够尽快放行。哦，卑职想来，事关者大，还是通过刺史大人为好。这些人现在何处？现正在北关城楼等候。哼，他们倒是急得很。大人，凉州位在商路，各国商队络绎不绝，除非战时，此道从未封闭过。以卑职愚见，如此断然行事，恐怕会引起各国商队的不满。不满？3000大军，数百万两饷银，覆没在凉州境内。此事关乎边境宁定，这是何等的大事！一旦贸然开关，令饷银外流，以我便是朝廷的大罪人。这等危急存亡之秋，岂可考虑商贾之见？真是岂有此理！是，大人教训的是。走，去看看。诸位，这位就是刺史曾大人。参见刺史大人。诸位，而今地动刚过，凉州境内又起义事，诚可谓多事之秋。所谓封关索道，也不过是暂时应对之法，想不日即可解禁，望诸位宁耐一时。刺史大人，我们的货物加至成连加至。是价值连城。对，连城。一旦在比凉州多住10日，可能就会坏损。你们能够赔偿得起吗？本州刚刚已经说过，封关不过是暂时之举，乃为国家大事，边境宁祥。这对各国商队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如果你们的货物出城后被歹人所劫，你们又找什么人去赔偿呢？不也，只要让我们出城，货物损失了也不用你们赔偿。可是如果你们不让我们出城，货物损坏就由你来赔偿。否则我们回去要奏禀国王，让你们知道厉害。我堂堂天朝，自有法度。本州身为刺史，代天牧授，岂可因一商队之私而罔顾军国大事？可笑你一小小商旅，夜郎自大，不谙世事，竟在本州面前口出狂言，为此恫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中华的汉朝有一位大将，名叫陈汤，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本州转赠于你：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敢于冒犯强大的汉朝者，不管跑得多远，也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不要说几支商队，就是你们的国王到我大唐地界，也要谨遵天朝的律法。是，我们无意冒犯刺史大人，只是心里很着急，不知何时才能开关。事关者大，本州无法给你们确切的时间，到开关之时，众位自会知道。宋可，请吧。大人这几句话说的真是妙极了，既义正辞严，又无半点欺侮之意。封关之事，要等朝廷批复下来，再做处置。大人所言极是。大人，衙门传来消息，说有几个人想见您，说是您的朋友，这是名帖。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恩师来了，走。
就是凉州城了。大人，虽然遭逢了大地动，可这凉州城的情形看来却非常的安定。我想，曾太定是事前便做了安民之举，否则凉州不会有如此宁定的气象。曾兄跟随您多年，这“爱民如子”4个字，可是学了个十足啊！有了这一点，便是做好官的前提啊！先生，这是什么地方？哦，这是凉州刺史府衙门。这里是官府。是啊。我们来官府做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恩师，元芳，曾太，学生不知恩师驾到，未曾远迎，恩师恕罪。哎呀，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曾太啊，你堂堂刺史4品大吏，在这府门之前当街施跪，成何体统啊！啊！衙役无知，竟让恩师在大门前等候，学生又怎能不当街施跪？元芳，曾兄啊，为了到凉州看你，我们不仅是千里转道，还差点送了性命。哦，好了，我们进去再说啊。曾太呀，这是我在半道上救下的一个孤儿，叫小桃。小桃，给刺史大人见礼啊！小桃，刺史大人是凉州附近最大的官，先生让你给他磕头。拜见大人。哎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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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起来吧。曾太啊，马车上的伤者是我半道救下的，你让衙署帮助小桃把他安置门头。是，来人，安置在西跨院中。恩师，元芳，请吧，请。慢点，曾熙，来，慢点。请。刺史大人。恩师，这位是凉州长史李大人。哦，这位就是我的恩师狄阁老。久闻狄公圣明，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李大人不必多礼，请起。你去忙吧。是，恩师请。怎么样，曾太？一切都还顺利吗？啊，恩师，实不相瞒，昨日学生治下出了大事。哦，什么大事？由朝廷激发边关的500万两饷银，昨日在大漠中失踪，负责押运的3000铁甲军全部阵亡，饷银被劫。正是。大人，真让你说中了。早在预料之中。恩师，您说什么？押运饷银的是龙武卫麾下的铁甲军吧？恩师，您怎么知道？我还知道，此事必与黑衣天王有关。这你也知道？曾太啊，你看看这个。左龙武卫前锋。恩师，这张封条从何而来？在一座荒山古堡的地厅中得到的。当时那里停放着很多辆大车，车上是装满木箱的驼架，每个木箱上都贴着这样的封条。恩师，您说的就应该是失踪的饷银。我也是这样想的。哦，对了，大军进入大漠前，房将军曾先遣一名斥候向我禀告，他应该见过那些失踪的银箱。你马上把他传到这儿来。是，来人，在。大人，把那名斥候传来。是。恩师，这龙武卫的签封究竟是怎么回事？此事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
你先将大漠中的情形仔细地对我说上一遍。是。昨日傍晚，学生率城防营军士深入大漠寻找解运大军的踪迹。天黑之前，在大漠的一处荒僻的彩虹峡谷中，找到了房哲将军所率领的一支小队。小队？正是，总共有50人左右。当时所有的军卒都已中邪。中邪？正是。恩师，学生知道您从来不信鬼神，然而这一次却是学生亲眼所见，随从的数百城防营军士均可作证。以学生看来，此事定有邪神恶鬼作祟。说说看。当时那些军士狂舞乱蹈，高声呼叫，情形极其诡异。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房哲将军呢？你说话呀！他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叫什么名字？你们将军在哪儿？大人问你呢。学生率人进入大漠，终于找到了解运大军。3000军卒高呼狂舞，不到半个时辰，全部力竭喷血而亡，尸身铺满了大漠，那情形真是太惨了。恩师，您想想，如果不是邪神恶鬼作祟，3000军士怎么会全部中邪死去？有活口吗？只有一个。是什么人？就是解运大军的统帅，左龙5卫将军房哲。现在何处？昏迷不醒，现在后堂养伤。马上带我去看看。是。大人，去吧。是。恩师，这就是幸存的房哲将军。恩师，怎么了？哦，没什么。他正面被利器所伤，创口很深，但是并没有击中要害，脉搏有力，性命已无大碍。哦，曾台啊，你认为此事是邪神所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眼下发生这一切呢？听曾太所说，那些军士的死状与死在洪家堡天王庙暗室中的黑衣圣使很像。不错，那些黑衣圣使也是手舞足蹈，嘴里高喊着黑衣天王，身体一停下，马上就吐血而亡。不错不错，那些军士口中也高喊着黑衣天王。怎么，元芳，你们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正是，我们夜宿凉州深山中的洪家堡时，遇到了一群假扮黑衣天王使者的歹徒。这些歹徒死前便是你刚刚所说的样子。想必这些人也是中邪而死。当然不是，这些人是被自己放出的毒气熏死的。什么？被毒气熏死？元芳，你将我们这一路之上的奇遇给曾太讲一讲啊。这就是吉祥像。
依着刚才那位老者的指点，应该是这儿。这巷子倒是清静，只有一户人家。是，本来我还觉得奇怪，怎么老爷光说了一个吉祥巷，却没有提门牌号？原来这个巷子只有一户。看这个光景啊，应该是错不了。走，走。好家伙，还是个伯府。有人吗？有人吗？可煞作怪，难道是座空宅子？有人吗？有人吗？怎么回事啊？刚才我敲门没人答应，然后门就开了。管他的，进去再说。哎，贵主人，小人狄春有要事求见，告诫。走，走，走。好阔气的人家，不愧是伯府，在凉州这僻寒之地竟有这等去处，也真令人称奇啊。偌大的园子，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更让人称奇。前面就是正堂吧？走，走，走。贵主人，小人狄春受人之托，要将一封信转交一位叫红姑的人，不知贵处可有此人？贵主人不要误会，小人真的是受人之托。受何人之托？受一位夫人之托。信在何处？在小人手中。将信放在门前。这家人的风俗不好，总是把个大门开开关关的，吓得人心惊肉跳。你们俩别那么紧张。这堂里怎么让人觉得那么憋屈啊？我看事情有些不对。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咱们受人之托前来下书，还能犯了谁的忌不成？走。等等。几位，请随我来吧。几位请进，主人在堂内等候。多谢知也。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声音？你们
在下受人之托来见红姑，你闭嘴！是谁让你前来送信？哦，是这样。是的，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曾太，现在你还认为此案是邪神所为吗？你身为刺史，封疆大吏，深悉境内黎庶生计安危，其责不可谓不大。然在凉州辖境，歹徒猖獗，假借神明，危害百姓，以致生民性命难以维系，境遇万分凄苦。而你这位刺史大人竟丝毫不知，还妄言什么邪神作祟，将此事说成是冥冥之事，难道你不惭愧吗？恩师教训的是，曾太遇事不察，粗疏大意，万分汗颜。此案蹊跷诡异，犯案之法更是大异寻常。对手利用当地百姓对黑衣天王的笃信，将案件引入歧途，无迹可寻，无踪可查。先将你们带进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而后再一步一步走进了他们设计的构中。所幸的是，天网恢恢，此事竟为恩师所遇，真是凑巧之极呀。大人之所以绕道深山，就是听说凉州附近百姓崇信邪神，深恐危害曾兄志举，为你惹来麻烦，这才特意绕道前赴深山探查。我们一路所遇，根本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呢。恩师深情关怀，令曾太万分惭愧。好了，坐吧。好，来坐。恩师，案发之后，学生已命人暗中调查散布在各处乡村的黑衣天王庙，并且将凉州全境封闭，尤其是各州道及外国的行旅商队，更是只可进不可出。非常好，此乃明智之举。就此次案发来看，对手的目的绝不会只为了那500万两饷银。哦，你想一想，以黑衣社在凉州一带的势力和其巧取豪夺的手段，用什么方法不能得到几百万两银子？他们为什么要犯此大险，从精锐的龙武卫铁甲军手中劫夺银两？不错，龙武卫是天下精兵，战力之强，稳打海内。一旦黑衣社操作不当，定会弄巧成拙，不但无法劫走饷银，还会陷自身于死地。这种做法确实非常冒险。是啊，劫夺由龙武卫铁甲军重装押运的饷银，谈何容易？首先，劫运大军出发的日期、行走路径都是朝廷的绝密。试问，这些黑衣社的歹人是怎么知道的？大人，刚刚卑职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这当中定是有内奸作祟。内奸？元芳说得很对，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肯定了。其二，元芳刚刚说过，龙武卫铁甲军训练有素，乃天下精兵，其战力之强，绝没有一支民间的武装力量可以与之匹敌。据曾太叙述当时现场的情形，可以肯定，黑衣社歹人不是通过强攻的方式达到目的。我们依照当时现场以及我们在荒山古堡和洪家堡两处所看到的歹人释放毒气致人死命的情形进行推断，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那就是他们是使用了投毒的方式，令解运大军全军覆没，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好，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些歹人是如何令3000精兵同时中毒的呢？这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说起来容易，真正操作起来，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可能性。恩师，歹人会不会像古堡和洪家堡那样释放毒气，致令大军中毒呢？不可能。大漠之中不比天王庙和谛厅这种封闭之所，那里通风透气，即使将毒气释放出来，也会随风飘走。更危险的是，一旦风向改变，那他们不但达不到毒杀大军的目的，自己还会受到重大的伤害。有道理。我想他们做成此计，定然与大地洞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地洞？可这与大地洞有什么关系？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们只是做一个推断性的分析。据你说，地洞之时，大漠里刮起了旋风。正是，凉州地区自古即是如此，每遇地洞，必会引发沙漠旋风，持续时间多则数日，少则1天。你刚刚还说到，所有死亡的军卒都是敞胸露怀，嘴唇干裂。是的。从死亡军卒的状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大军中毒之前是处在极度缺水的状态下。应该是的。你们想一想，解运大军进入大漠，是事前规定好的解运路线，并不是仓促之下做出的决定，对吗？这是当然。既然如此，大军在进入沙漠之前，不管是军卒的随身饮水，还是灌饮骆驼的用水，都会准备充足。这一点你们认为有道理吗？这是肯定的。进入沙漠，水是第一位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致令大军进入沙漠之后如此的缺水呢？方哲身为大军主将，又是什么原因令他离开大军，率小队进入彩虹峡谷呢？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地洞引发了大旋风，导致饮水流失，致令大军无法继续前进。方哲便下令大军驻扎，自己率小队轻装前去找水。有可能。有一点大家都清楚，那就是黑衣社的歹人们多年以来在凉州一带假借神明，鱼肉百姓，因此黑衣天王之名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甚广。不错。当方哲所率的找水小队乏可交加之际，黑衣社的歹人们伪装成神祗，在彩虹峡谷预先设伏，将水送给大军。毒就在水里。正是。可黑衣社歹人怎么会知道方将军要走到彩虹峡谷呢？我想应该是内奸。现在一切还没有证据，我们只是推断。假设正是这个内奸将找水小队引到了彩虹峡谷，那么在小队遇害之后，他会做些什么呢？带领黑衣社歹人进入大漠，找到解运大军，将含有剧毒的水送给大军饮用，这才致令3000铁甲军全体覆没。可是恩师，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几日来的所见所闻，令我感觉到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然而目前只是推断，并没有佐证。可我们现在至少有了一点线索：如果那些藏于古堡谛厅中的银车被龙武卫的斥候所指证，那就说明做此事者定是黑衣社无疑。如果真是这样，你们想一想，倘若
不是我和元方深山所见，此案定会被朝廷当作一宗明案来处置，最后不过是撤几个官，罚俸，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行此事之人用心是何等的精巧，策划又是何等的周详。他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心力，定下这般奇巧的计划来谋此大案，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贪图这几百万两银子吗？恩师，您的意思是？从连日来我们对黑衣社的观察和了解，劫夺饷银不过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开始，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凶险。您是说他们还有后续计划？而今大势已发，我们要尽快破获逆党，追回饷银，破解奸谋，否则社稷难安，关河不宁啊！哦，对了，恩师，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昨日长史查对大军死亡名册之时，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副将廖文清。据那名斥候演讲，大军进入大漠的时候，廖文清还跟随在房将军身旁。廖文清，曾兄，这倒是巧得很。昨天我们在洪家堡附近的山里救下了一个重伤的军官。哦，就是刚刚安置在西跨院的那个病人。元芳，你的意思是？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凑巧。恩师，以学生看来，这个廖文清甚为可疑。哦，却是为何？恩师请想，3000检运大军全部殉职，房哲将军重伤，而独有这个副将廖文清失去了踪迹，这不可疑吗？刚刚元芳说的有理，这个廖文清很有可能就是黑衣社卧伏在解运大军中的内线，暗中将大军行进日期及路线密告歹徒，并作为内应。待行动成功后，便随同党一同离去。你说的有道理，有这种可能性。刺史大人，斥候带到。传他进来。是，进去吧。大人，这位狄先生是我的恩师，有话相询，你要据实回禀。是。你是解运大军的斥候？正是。大军是何时进入沙漠的？前日4时。大军进入沙漠之前，房将军命我2人骑快马赶奔凉州，向刺史大人通禀行程，并安排大军驻扎之所。装成饷银的银箱，想必你是见过的。哦，见过。你看看这张封条是不是贴在银箱之上的？啊，回先生，正是贴于银箱之上的签封。你能肯定？绝对错不了。驼架是原木制成，银箱置于驼架之上，上贴签封，对吗？正是。真的是银箱。你们最后见到副将廖文清是什么时候？是大军进入沙漠之前。如果你们见到他，能够认得出来吗？当然认识了。好了，你下去吧。是。那些箱子果然装的是饷银，看起来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王强一伙歹人利用大地洞，施巧计毒杀解运大军，劫走饷银。那个小姑娘临死之前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恩师，现在怎么办？事不宜迟，我们立刻率军进山，清剿古堡，擒拿逆贼，夺回饷银。是。别喝，别喝，有毒。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小桃，他怎么了？先生，刚刚他突然坐起身，大喊大叫，然后又倒下了。怎么样？烧得很厉害。小桃，
刚刚他都喊了些什么？他刚刚好像喊：“别喝，有毒。”别喝，有毒。大人，自我们从半道救下他，已有几日光景了，怎么这病情还不见好转？哦，小桃啊。先生。每日的药量都是按我开的方子服用的吧？是啊。哦，小桃啊，我们要出去几天。啊，你们要走啊？几天就回来啊？哦，那不带我去啊？小桃，你还要照顾病人啊。那倒是。可你们早点回来，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万一……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那好吧。待会儿狄春回来了，你要他骑快马赶到荒山古堡与我会合，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好看着病人啊。先生放心。恩师，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好，走。恩师，怎么了？曾太，远方。大人，这万一……恩师，这样似乎不妥吧？就这样定了。3000铁甲军罹难，数百万两饷银全部消失。凉州刺史曾泰在奏折中说，乃是邪神作祟，在大漠之中施妖法残杀大军。朕看到了。是，陛下，此事该当如何处置？该杀！左龙五卫将军房哲身为解运大军统帅，王乎懈怠，以一军之力，竟为小小的妖神所灭，这令大军损折，官银失丧，实为恶中之首。着即免去左龙五卫将军之职，押解进京，交部机3司议处。陛下，房哲身负重伤，至今还在昏迷之中，是否待其苏醒后再行处置？罢了。凉州刺史曾泰治境不严，竟令邪神令贵肆虐其间，实属可恶，过难赦免。着即免去凉州刺史之职，立刻进京听候处置。哼！去！陛下，凉州刺史曾泰自到任以后，治境有方，刻不屯恳，劝克桑农，协和诸夷，辖境内契和仁顺，牢狱不兴，近年来颇受当地百姓爱戴，实为不可多得的好官呐。今虽饷云施于其境内大漠之中，然此乃妖神作祟，非人力可及。细思之下，彼虽有过，过不至免官。况且此事来龙去脉尚不清晰，结果如何，恐怕要待细勘之后再做定论。倘案定后曾泰真有大过，不管革职免官都不为迟。如此仓促罢免，臣恐人心难服啊。也罢，简之，依你之见，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此案的来龙去脉。正是。曾泰在奏折中写得很明白，
此事乃妖神作祟，看样子这就是一桩无头的明案。似此等还有何可查？陛下，而今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殊难预料。以臣愚见，陛下当委重臣赴凉州查查，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果真是一桩妖神作祟的明案，恐怕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到那时，陛下再做处置也不为迟啊。那依你之见，何人为宜啊？陛下心中的人选，正是臣想说的。狄怀英。能使此案大白者，除狄怀英，再无旁人。话是不错，然朕刚刚准其回并州休养，事隔数日便委以差遣，是不是有些言而无信呢？陛下过虑了。像狄怀英智力忠纯，以往的大案奇案，哪一次他不是临危受命？陛下又何曾听到他危言抱怨呐？就这样定下了。简之，你即刻拟旨，赴狄仁杰内史职，加西北道处置大使，前往凉州查查此事，只道即行，不得迁延。臣遵旨。贾瓦，死亡之身没有问题吧？没问题。我说拉扎，这几天我睡觉的时候连连噩梦，梦见死亡之神跑了出来，杀死所有人。已经困了好几天，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放行。是啊，整天提心吊胆守着死亡之神，再这样下去我就快要疯掉了。总得想一个办法，先和黑衣社的人联系上，否则永远等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啊？黑衣社的那些人行事诡秘，只有他来找咱们，咱们找不到他。不过我想黑衣社的人很快会与我们联系的。是谁？死亡之神。他们来了。
你是黑衣社的人？嘘，进去说。请进。你是来接死亡之神的？嗯。你们终于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最近风声很紧，昆卫圣骑士圣域今夜寅时到城北大仓库中交易。好，我们一定准时到。社的朋友到了吗？就是昆卫圣骑士，货都带来了吗？银子准备好了吗？怎么样？数目没错吧？你们很讲信用。现在可以验货了。验货？不必了，早在你们住的驿站我们就验过了。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将死亡之神带出凉州？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双方说好的，我们只管将货安全送抵凉州，接到银两后，便返回天土。不错。不过。现在情况变得复杂了，黑衣社需要你们的帮助。哦，怎么帮助？哼，怎么帮助？你说呢？对不起，我们要走了，叫人把银子搬走。好，好了，后会有期。团长，团长，咱们的人都被杀了！什么？你们的尸体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吉姆是不会放过你的。难道你们的头领基姆没有告诉你们，你们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先生，你回来啦？怎么了，小桃？刚刚那个黑影不是你吧？什么黑影？哦，方才有条黑影从屋里窜了出去，吓死我了！朝哪个方向去了？朝后面去了。李先生，找到了吗？那个人的长相你看清了吗？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只觉得一条黑影跑了过去，没看清他的脸。哦，他没事吧？他没事儿。果然让狄先生说准了，这凉州城并不平静啊。啊，李先生，原来你们没走啊！我还以为你们办完事儿回来了呢。小桃，这几日你要加倍小心。我会的。哦，对了，狄春哥哥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知道，狄先生走后，我向当地人打听到了吉祥巷的位置，还去那里转了一圈。巷子里只有个归义伯府，却没有发现狄春三人的踪迹。而今出京已过，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想肯定是出事了。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现在还不好说。小桃，一会儿我要夜探归义伯府，寻找狄春三人的下落。这里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二老爷请。大哥，出事了！
家都过来。好，你们都给我记住。好，明白了吧？明白了。走，走。调对象。恩师，就是这里。命军士将古堡团团包围，记住，行动一定要轻，不可打草惊蛇。是，保卫古堡。天就要亮了，不能再等了，动手！是，动手！是。曾太，只要大门一开，众军立刻进入。是，听到没有？立刻准备。是。快！
燃火把。是，点燃火把。恩师，命令中军搜索吧。古堡之内机关重重，步步杀机，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严令众军在搜索之时，切不可触碰堡内的墙壁和立柱。听明白没有？是，开始搜索。是。快，仔细搜。给我进来！是。看来他们已经将响银转移了。好快的手脚啊！刺史大人，怎么样？有什么发现？众军搜遍古堡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人迹。大人，这座古堡是空的。恩师，我听到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那么多辆大车是怎么进入到这地厅之中的？又是怎么出去的呢？恩师，您说什么？这地厅当中四周都是墙壁，据我亲身经历和上次在地厅中所见，只有几道小小的暗门通往客房和大厅。可这几道暗门的宽窄，根本容不下装载响银的大车进出。是啊，这暗门也就是仅容一人出入。那么，他们是如何令大车进出地厅的呢？火把给我。车辙。恩师，车辙断了，这好像走入墙壁之中了。图案是雄狮。蟒蛇图案。总太啊。雄狮雕蟒蛇，雄狮，蟒蛇，哦，总太啊，你摁住那个蟒蛇图案啊。我按住这雄狮图案。好，我说1、2、3，我们同时用力按压。是1、2、3。
暗室进去。恩师，这是什么地方？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里一定是古堡机关的总消息室。啊，这些班车控制着堡内各样机关的启动。啊，谛厅大门，我想应该就是它了。哦，等等，快啊！总太，他们一定是从这里将响银运走的。不错，500万两响银转运起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一定走不远。总太，留下2个小队在此看守，其余的人随你我进入地道追赶，一定要将响银追回来。是。怎么，没想到？是你？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归义伯府啊。夫人，你和王强怎么会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我家。什么？这里是你家？正是。夫人，我记得在古堡之中，你将一封信要我带到凉州吉祥巷，交给一个叫红姑的人。我就是红姑。什么？你就是红姑？我就是红姑。既然夫人就是红姑，为什么那夜在古堡之中不直言相告？又为什么要我将信送到这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说自己是红姑，你们会相信吗？话说得不错，但我还是不明白，既然夫人不在归义伯府中，又为什么要我们将信送来这里？阴差阳错，造成了误会。误会？3天前，也就是你们来到古堡的那天上午，王强告诉我要连夜赶回凉州。可没有想到的是，傍晚时分你们来了。当你们在闲谈中提到了夜宿王家堡时，王强的脸色立时变了，因为在1天前，梅香在王家堡被救。堡内的天王庙也被人破坏。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看到王强的脸色，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本来我将你请到房间，是想向你了解夜宿王家堡的情形，可你出于谨慎，没有将事情的始末原委告诉我。这也是我早已想到的，
所以我提前准备了那封书信。夫人，这似乎并不是我想要问的问题。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道来。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不踏实。而此时，丫鬟燕儿跟踪王强进入地厅，偷听到他们的刺杀计划，回来向我禀告。于是我来到怀先生房中，一来警告他要小心，二来是想问出夜宿王家堡和梅香的事情。可你们并不相信我，于是我想，反正你已经答应要替我将信和腰带带至凉州送到伯府，而我本来就要在当夜离开古堡，肯定会先于你们到达。这样，当你们来伯府送信时，自然会见到我，而我则可以将你们约到其他地方，问清当夜王家堡的情形，要回那条腰带。可没有想到，那天夜里出了很多事情。当我将你们救出，返回房中，王强告诉我要晚2天到凉州，当时我就觉得大事不妙，却已经来不及通知你们了。原来是这样。今天早上我们到达凉州，怀先生便派狄春3人到吉祥巷送信。可到了傍晚，他们还没有回来。真对不起，为儿行事不周，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夫人言重了。我想，你的那3位伴当一定是失陷在伯府中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便问清了吉祥巷的所在，趁夜潜入伯府，寻找狄春3人下落。可刚才到了后堂，不知为何，脑海中一片晕眩，自此便不省人事。夫人，是你救了我吧？正是。刚刚我路经后堂，听到里面有动静，便进去看看，恰好遇到你晕倒在地，我和燕儿便将你救来了这里。累蒙夫人搭救，远方惭愧。是我连累了你们。我今夜回到伯府后，便向下人打听有没有人前来送信，可下人们都说没有人来过。我还以为你们尚未到达凉州，可没想到。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打听出那3位伴当的下落。那就有劳夫人了。对，这里真的是夫人的家。是的。这归义伯府与王强黑衣社是什么关系？归义伯名叫王凯，是朝廷册封的世袭伯爵，他是王强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兄弟2人都是黑衣社的圣骑士，这归义伯府就是黑衣社设在凉州城内的坛口。是这样。多年来，这兄弟2人以爵位为掩护，暗中为黑衣社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据我所知，他们又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什么阴谋？具体的我也并不清楚。本来我将梅香放入王强身边卧底，就是为了实时掌握他们的动向。然而随着梅香的死，一切线索都断绝了。看来我要从头开始。夫人，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你与梅香为何要刺探黑衣社的秘密？此事说来话长，容威儿日后再为详述。远方唐突，夫人恕罪。没什么。我也冒昧地问一句，你们为什么对黑衣社那么感兴趣？待时机到了，远方自会向夫人言明。虽然你我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夫人，王强来了。夫人，远方告辞了。来不及了，到内堂。你们在这里等候。是。夫人，出什么事了？如此匆促。夫人先在府中安歇几日，明早我要出城去办点事情。
妾身听说凉州城闭关索道，相公怎么能够出得去呢？此事不劳夫人挂怀，我自有办法。夫人，内堂为何关着门呢？啊，是燕儿随手带上的。对，是我。哦。相公，你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紧张？难道你是怕妾身偷人不成？夫人言重了。夫人，是我多疑了。哼，一天到晚在外面飞，还好意思怀疑我？我哪敢怀疑夫人，是怕夜深人静，夫人独自在房中不安全。行了，净捡好听的说，一进门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真够人一看。好了，夫人，我先走了。最近城中不太安静，一切小心。放心吧，我走了。他走了，你出来吧。夫人，刚刚他推门的时候，把我的魂儿都快吓掉了。给夫人添麻烦了，远方这就告辞。刚刚王强说他明日一早要出城，我听到了。如果能够跟上他们，或许能查出些端倪。恩师，好像没路了。熄灭火把。是。这座山谷是条死路，而且这条小路也不可能走车，难道这些人会飞不成？你慢点儿。
你看到石壁上那个方形的标记了吗？一名军士爬到那个山崖之上，用力按压那个标记。是。你派人上去按压那个方形标记。是，你上去。是。再用力！大人没反应。恩师，没有动静。下来吧。下来吧。是。这是怎么回事呢？恩师，这条腰带就是那个小姑娘维香临终前交给你的吧？是啊，你看到了。这上面绣着2组不同的图案，几次的实验结果证明，这条腰带的作用，就是破解这古堡之中的暗门、暗道，以及各种的机关埋伏。不错，昨天夜里在古堡中，我们就是按照腰带的指示，找到了谛厅的大门。是啊，可现在的情形又如何解释呢？一个方形的图案，就在那里。可腰带上所绣四方形中还套着个椭圆形，和这个类似太阳形的图案却都没有出现。如果说这2个图案并不是刻在此处的，那么它们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恩师，我想这个四方形标志应该与古堡之中的那些标志的作用相同，是开启山谷中暗门的机关。是啊，我也这么想。如果说这山谷之中没有通路，那么那些装载着饷银的大车，到了这里以后又会驶向何方？而且这条峡谷根本无法走车，这难道不奇怪吗？恩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先回古堡，再做取处。是。走。是。刺史大人来了，还不见礼？昨夜大军走后，这里有什么动静吗？本州在问你话。你这司机敢如此托大，刺史大人与你讲话。好。他死了。啊？怎么会死呢？死了？是啊。他们全都死了。他们的脸色怎么像活人一样？身上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还有多少驻守的军士？楼上还有，快走！
士们都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我们走了以后，黑衣社的杀手前来偷袭，杀死了他们？绝对不可能，这个世上没有这样的杀手。啊？为什么？再厉害的高手，也不可能杀死这么多人而不留下丝毫的痕迹。你看看这屋中的门窗，丝毫无损，桌椅板凳更是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就说明屋中没有发生过战斗。而且，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下雨。如果真的有杀手潜入古堡行刺，地面上定会留下足迹。可你再看看这房间的地面，干干净净。不错，不错。好，再有，黑衣社的歹徒们之所以撤离，就是因为此处已经暴露，不能够再做秘密联络之用。他们撤走的意图，便是放弃这座古堡。那么既然如此，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再跑回来行刺呢？这样做，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不但毫无用处，更会暴露了他们的行踪。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军士身上既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古堡之中有怪呀！啊，有怪！曾泰，立刻下令，所有军士撤离古堡。是。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接到了城西地堡的快报。张氏大人，出什么事了？李大人，今晨接到城西地堡快报，一支天陀商队中的商人染上了怪病，1天之内已有8人死去。啊？什么？1天死了8人？正是。刚刚地保等人前来对卑职演讲，怀疑这种怪病很有可能是瘟疫。瘟疫？卑职心想，而今凉州遭逢大案，一旦再有瘟疫流行，那可真是雪上加霜啊！因此，卑职想请大人特准，将这些商人的尸体运出城掩埋。闭关令是刺史大人所发，而今他不在府中，我也不敢擅自做主啊。可大人，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商人真的得了瘟疫，将他们的尸体留在城中，那可是大祸一件啊！万一……好了，事急从权，此事由你全权负责办理。第一，只允许这1支商队出城；第二，对所有货物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大量银两及可疑物事，立即扣押。是。恩师，众军已全部撤离古堡。走。
恩师，这是什么？好像是鸟粪。鸟粪？可是鸟粪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再有，如此密闭的古堡，鸟儿怎么能飞得进来呢？这小小的红点，着实有些奇怪。总台，传令，回师凉州。是。客官，让您久等了。小二哥，最近有没有人出城啊？嗨，您看看我们这儿的生意就知道了。往常打晨牌开始，出城的人就到这儿扎堆了，等人的，吃早点的，嘿，真说得上是高朋满座呀。哎，可您看看现在，闭关封道，几天了，连个人影也见不着。哟，得，小的该打，可算今儿来了您这么一位。我还真不知道，这城关已经封闭了。唉，这城关要是再不开，我们这买卖也该倒闭了。快，跟上，快！又来了跟您一样不知情的人了。站住！停下！不知道刺史大人的禁令吗？队长，辛苦了。您看看，这里有刺史府的批文。文艺，不瞒您说，就怕是啊。打开城门，放他们出去。好，等等。是你在说话吗？正是。你要干什么？我要检查这支商队。哼，你是哪儿来的神仙呀？哼，我们有官府的批文，你算什么？凭什么检查我们？不算什么，就是要查。嗯。小的不知大将军驾到，滥言造次，大将军恕罪。起来吧。是。为什么要放这些人出城？啊，大将军，他们有刺史府的批文。这车上装的都是死尸。是，都是得瘟疫死的。让他们都过来。过来！你们是天托商队？是。把你们的蒙面巾都拿下来。大家摘下包巾。
既然你们是天陀商队，为什么全都是汉人？我们本是天陀人的随从，现在主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把封盖打开。这怎么？刚刚商曹大人严令，一路之上绝不允许打开马车上的封盖，否则便要将我们关进大牢啊！你放心，我会向他解释。长官，万一……哪来这么多废话？打开！打开。是。对不住了，职责所在，你们去吧。多谢长官。走，打开城门。走。大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这几天还有没有别人出场？回大将军，自打刺史府下达了封关令之后，这几日凉州城南门禁人，北门封闭，这里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今天这是第1起啊！你去吧。是。关闭城门。是。查得怎么样？不是王强，是一支天陀商队。你查仔细了？大车内是商人的尸体，车下部我也查过了，无法夹带任何人或物。别着急，我再去看看。你等一下。还有事啊？方才你查车的时候，我在这里看到了。开始那个官军队长不让你查，后来你给他看了什么东西，他对你又磕头又鞠躬的。你看得到仔细啊？那当然，告诉我。等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臭美，我还不稀得看呢。本来也没什么可看的。你这人，他会顺坡下。嘘。夫人。别老夫人夫人的，多难听啊！就叫威尔吧。这好像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取了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再说，你一叫夫人，就让我想起王强，提起他我就恶心。既然恨他，为什么要嫁给他？当然有目的。我见过一些像你这样的女孩，为了报仇，不惜委身仇敌。其实，这样处心积虑的复仇，得到的只是更大的痛苦。我要回去了。好，这里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复仇有很多办法，可女人只有自己的身体。对不起。男人不需要道歉，而且我也并没有生你的气。我回去是为了替你打听狄春三人的下落。哦，对了，如果得到消息，到哪儿去找你们？刺史府。刺史府，凉州刺史府。你是官府的人？算是半个吧。你真是个奇怪的人。对我来说，你也一样很神秘。我走了。多谢。好了，别总跟王强一样虚情假意的。快点，我们跟上，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前面就是洪家堡村，我一名骑虎探月组成临时护堡队。我们到洪家堡之后，一名城防营留下2个小队协助守堡，我们带上骑虎探月连夜赶回凉州。是。暴风雨就要来了。下马。是。这里就是洪家堡村。方交酉时，村里怎么一点灯火都没有？情况有些不对，太近，近得可怕。总改啊，你马上传令军士们挨家挨户的搜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立刻进村，挨家挨户搜索。是。快点！走，黑衣天王庙。我来，快！跟上。那边。恩师，这里就是黑衣天王庙。骑虎探月。啊！骑虎！哎，骑虎！骑虎！探月！探月！嗨！他们都死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与古堡当中的情形一模一样。究竟是什么杀死了他们？学生以为此事非同寻常，似乎什么？似乎非人力所为啊！这与古堡中发现的鸟粪是一样的。荒山古堡、黑衣天王庙，2个奇异的死亡现场都发现了相同的东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刺史大人，大人，什么事？大人，村中所有人都死了。什么？全村的老百姓都死了？弟兄们敲不开门，便越墙而入，发现全村老少都死在家中，太可怕了。走，去看看。走。
开洪家堡才不过1天的时间，全村45户，近200人，竟如此离奇的死去。仅仅才1天时间呐！就是最厉害的瘟疫，传播的速度也不会有这么快。而且，所有死去的人情状均是一般，没有伤口，没有中毒的迹象，面容又栩栩如生。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恩师，学生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说吧，这会不会是黑衣天王的诅咒啊？二奶奶，大爷在里面吗？正在堂内。好好伺候。是，请奶奶放心。走，去后堂。是。带上来。是。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不想再说。你这样倔强的性格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劝你实话实说，还能留条活路，否则口腹剜心，到那时后悔就晚了。实不相瞒，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哼！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再问一遍，到底是谁让你来送信？我也再说一遍，该说的我已经全部都说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会说。那个让你送信的妇人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主人，这厮如此倔强，杀了他！是不是认为我不敢杀你？哼，一个在自己家里都要戴面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说敢不敢呢？动手吧！想激怒你那么容易？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指使你的人。把他们压下去。是。走走走走，进去。放进去，水里有毒！小心啊！
小桃，他又来了。我把他的小腿咬出血了。好孩子，有话回屋再说。还好，只是一些皮外伤。究竟怎么回事？刚刚他在昏迷中突然大喊大叫，双手不停地挥舞。我力气小，怎么也按不住，我便跑出去，想找个木棍之类的东西压住他，让他安静下来。谁知道，当我找到门栓，跑回来，我就听到屋中有人低低的吼叫。我冲进来一看，那个蒙面坏蛋死死地掐着病人的脖子。我抡起门栓，从身后给了他一下，没想到这家伙厉害得很，将我一脚踢倒在地，就冲出门去了。你能肯定，这个蒙面坏蛋就是前天夜里潜进房中的黑影？没错，就是他。前天夜里，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可这家伙的身量我认识。不要紧吧？脉跳有些紊乱，可能是刚刚遭遇袭击的缘故。你是谁？那个蒙面人又是谁？你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他为什么几次三番要对你下手呢？李先生，您说什么？小桃，你刚刚说病人在昏迷之中大喊大叫。正是。他喊了些什么？他好像喊：“王将军，水里有毒。”王将军，水里有毒。好像是的。于先生。刚刚有个叫燕儿的小姑娘来到府中，让我把这张纸条交给您。你去吧。谁？是你？你就是狄春。是。夫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我先救你们逃出伯府，随我来。好，走。快走吧，回去后李元芳会向你们解释的。多谢夫人。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你没走？当然，否则今天晌午在城门前就要落入你那位好朋友的手中了。什么好朋友？就是昨天夜里躲在内堂偷听我们谈话的那位好朋友啊。今天在城门前搜查商队的，不也是他吗？其实，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古堡那个姓怀的随从，好像是叫李元芳吧？那天夜里，你不是请他将一封信送到吉祥巷，交到红姑的手中吗？你是怎么知道的？哼，你以为你身旁的人就真的那么可靠？你以为你可以将梅香安插在我身边，我就不能将别人安插在你身边吗？燕儿，哼，真聪明。夫人，你好啊。燕儿，你可真是了不起，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彼此彼此。燕儿，这些年我对你也算不错，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女人，你死了，我就是夫人。这是王强给你的承诺？正是。你真是太天真了。好了，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卧底到我们身边？你觉得凭你和燕儿，能够将我留在这里？哼！唉，女人呐，总是最不识时务。快！这下你满意了？走，快老实点！你们，夫人。三人到伯府送信的妇人，竟然是你！当时二弟对我演讲，我还不肯相信。怎么样，大哥？现在你相信了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查找潜藏在伯府之中的内奸，真想不到这个人竟然会是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少废话！既然落入你们手中，要杀要剐，随你便。好一张利口！我劝你知时达物，实话实说，否则顷刻之间便让你粉身碎骨。哼！说，大哥，你不要心急，一会儿还有好戏。哦，今天夜里。他命燕儿通知李元芳前来伯府救人，我已将一切布置停当，只等李元芳自投罗网。谁在这儿？
马来！下雨了。但愿李将军不要来。李将军，你是说李元芳？是啊。他是将军。怎么，夫人不知道？李将军，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身经百战，武功高强，胆略过人。他还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千牛卫大将军。正三品？是啊。王凯是朝廷册封的伯爵，也不过就是正五品。夫人，伯爵只不过是勋官，大将军可是实职啊。哦，哎，都怪我，为什么不等李元芳来了再动手？现在不仅连累了你们，恐怕也会将他置于死地。王强的手段我见过，可以说歹毒之极。李元芳毫无防备，很难逃脱他的魔掌。好了，夫人，别自责了。你也是一番好意。唉，但愿吉人天相，保佑李将军无恙。好，快！严密把守偏房，任何人不得靠近。是。走。看来府里出事了。难道是李将军来了？集合府内人众，严查伯府各个房舍，一定要将刺客找到。刺客？他说的刺客会不会就是李元芳？如此说来，李元芳并没有中计。是的，元芳没有中计。李将军，是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真的是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当然是王强兄弟带我来的。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走！快跟上！快跟上！那边，你们那边，仔细搜查，到那边去看一看。快走！不好，我们上当了。怎么了，二弟？快，回东偏房！走来！二弟，这是怎么回事？上了元芳的恶当。什么？他怎么会知道人关在这里？当然是我们带他来的。我们带他来的？大哥，你怎么还不明白？姓李的本来并不知道威儿关在哪里，于是他便投石问路，将燕儿劫持，化妆成他的样子潜入后堂触发机关。我们看到燕儿的尸体，惊慌之下未及细思，以为他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于是急急赶到这里查看情况，而他尾随而至。等我们离开以后，他才下手将人救走。这个奸贼！二弟，他们肯定跑不远，我们追！来不及了，大哥。威尔陶总对我们非常不利，看那姓李的也绝非一羽之辈，咱们可要做好准备啊！先生回来了。好。
小桃啊，先生，好了，好孩子啊，不要怕啊，先生回来了啊。怎么了，小桃？是不是遇到大雷雨害怕了？先生，您不知道，大您走了之后，有个坏蛋要杀这个病人。昨天来过，今天又来了。有这等事？刚刚李将军走了，我又害怕，又担心，我。元芳呢？元芳到哪里去了？他跟我说，他去救狄春哥哥了。狄春？小桃啊，你把先生走后这里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对我说上一遍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夜李将军走后，我才会这么紧张。小桃啊，你受委屈了啊！没什么，幸亏您回来了，否则今晚还不定出什么事儿呢。恩师，你们来凉州不过才2天的时间，这个病人更是你们半路救下的，没有人认识，而且安置在刺史府内，怎么竟会有人前来刺杀？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看来，这位病人不简单呐。还记得我临行之前，他也曾在昏迷之中高喊：“别喝，有毒！”别喝，别喝，有毒！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哎！小桃，他怎么了？先生，刚刚他突然坐起身，大喊大叫，然后又倒下了。哦，怎么样？烧得很厉害啊！小桃，刚刚他都喊了些什么？他刚刚好像喊“别喝，有毒”。别喝，有毒。对，他今天喊的也和上次差不多。他今天喊的是“王将军，水里有毒”，对吗？对。恩师，这与他的身份有什么关联吗？此人是一位军官，而且是骑兵。难道真的是巧合？恩师，什么巧合呀？我们是在逃离荒山古堡，赶赴洪家堡的半路上，救下这个病人的。记得夜宿小桃家的那个晚上，我替他诊脉。根据此人身体和手部的一些显著特征，我断定他是一名军官。是的，昨天元芳对我说起了此事。此人今日在昏迷之中高喊“王将军，水里有毒”，
这句话则可以从侧面证实他的军人身份。不错。记得临行前，我们曾详细推理了饷银被劫的整个过程，最后得出结论：黑衣社的歹人是在大军极度缺水的情况下，假扮黑衣天王，先在彩虹峡谷毒杀了房哲所率的找水小队，而后在内奸的带领下，将毒水送与大军，致使大军在饮水之后全军覆没，是这样的吧？可恩师，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证实啊。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现在只是在做推理，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的推断，弄清这位病人的真实身份。一个可靠的结果，往往源于合理的前提。曾太，有一点你承认吗？就是我们临行之前，对大漠劫饷的整个过程进行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最合理的。这是当然。好，我们假设事情发生的经过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位躺在病榻上的军官2次在昏迷中高喊水里有毒，这个人会是谁呢？恩师，您的意思是？我换一种说法。临行前，你曾经对我说起，大军阵亡名单之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解运大军的副将，名叫廖文清。是啊，恩师，您是说这个病人是廖文清？他今夜在昏迷中高喊王将军水里有毒。如果他喊的不是王将军，而是房将军。王将军，房将军，不错，这2个字的发音确实很像。王房2字的发音非常接近，他在病中口齿不清，亦或是小桃没有听清楚。小桃啊，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这2个字太像了，当然有可能。如果一个军官在昏迷中高喊房将军水里有毒，那么这个人除了廖文清，还会是谁呢？大人说的对极了，我也这么想。元芳，哎呀，元芳，大人你回来了啊！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哦，是谁呀？你来看吧。哎呀，夫人，是你呀！老爷，老爷，怀先生，别来无恙啊！看样子，今夜元芳的收获不小啊！不但救出了狄春他们3人，还带回了一位贵客啊！怀先生，为儿惭愧，行事鲁莽，险些酿成大祸。好了，夫人，就别埋怨自己了。你说错了一点，哦怀先生并不姓怀。我的真名叫狄仁杰。狄仁杰，就是那位一端案名闻天下的宰相狄仁杰大人。现在早已经是个治世的贤官了啊！你真的是大名鼎鼎的狄公？夫人也真是的，这还能有假？民女为儿不知狄公身份，行事无礼，望大人恕罪。哎，好了，夫人请起。哎，狄仁杰屡次蒙夫人你搭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敢怪罪于你呀？夫人，这位便是凉州刺史曾泰大人。见过曾大人。夫人不必多礼，狄公是我的恩师，这儿都是自己人。那位是小桃姑娘。见过夫人。该介绍你自己了吧，李将军？我答应过夫人，待时候到了，会把官凭给你看。牵牛卫大将军，难怪狄春说你是正3品，
原来牵牛卫是皇家卫帅。不瞒夫人，我与元芳是同品不同质。卑职惭愧。大人，刚刚我在外面听到，您断定那个受伤之人便是失踪的副将廖文清。哦，语住了，我们走走啊。昨日，当曾兄在后堂说起此事，我就有些怀疑，失踪的副将和重伤的军官，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卑职又觉得事情太过凑巧，在往常的断案中，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就没有说出口。可这2日，卑职通过对他的观察，这种感觉就越发的强烈。尤其是今夜小桃对我说，他在昏迷中高喊：“王将军，水中有毒。”不错，如果将王换成房，那么此事就已经很清楚了。元芳啊，这就是我将你留在凉州的原因。大人，看来您早就想到了。还记得吗？当时我曾经问那名龙武卫的斥候，见到廖文清之后是否能够认得出来。不错，不错。因此，要想证实他的身份，其实并不难。将那斥候传来，真相便立刻大白。恩师啊，学生马上去办。去吧。元芳啊，将我们走后凉州发生的事情对我详细的说上一遍。好，那卑职就从头说起吧。刺史大人，走。怎么了，刺史大人？大人，这就是您走之后凉州城发生的所有事情。你是说今天晌午曾有一支天驼商队出城？正是。站住！停下，停下！不知道刺史大人的禁令吗？队长，辛苦了。您看看，这里有刺史府的批文。文艺，不瞒您说，就怕是啊。他们持有刺史府的批文，上面说这支天驼商队有可能感染了瘟疫，为怕在城内引起恐慌，因此放他们出城，将尸身掩埋。瘟疫，正是，刺史府公文上是这样说的。车上的尸身你检查过，真的是天驼人？是的。天驼商人，天驼商人。大人，您与曾兄率人追查饷银的下落，有结果吗？一无所获。前天夜里，我们率军赶到古堡，然黑衣社的歹人已经撤离，而且将所有的饷银秘密地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大人，自你们那天逃出古堡之后，王强就觉得事情不妙，他立刻安排转运地厅中的货物。如果按您刚刚所说，那些大车上装载的就应该是朝廷的饷银了。现在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你可知道，他们将饷银转运到了什么地方？当时，我潜入地厅，暗中观察。快点，快点，快点！出发！快点，使劲，使劲，动作快一点！来，这个，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与我们探查荒山古堡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我和曾泰率军沿暗道向前追赶，大概在天明时分，我们来到了一座四面都是绝壁的死谷，山谷中没有通路，那是通往黑衣社总坛黑暗之山的必经之路。哦，那座峡谷叫死亡之谷，据说即使在黑衣社中，也只有9个人才能通过那里。哪9个人？大人可能不太清楚，黑衣社的建构其实非常简单。社中有一位总领袖，黑衣天王，着绣金黑袍，被社中人称为天王。其下是按8卦方位排列的8位圣骑士：乾位、坤位、震位、艮位、离位、坎位、兑位和巽位。社中称之为圣骑士，着橘色黑披。再下面则设有32座天王庙，108位黑衣圣使，每一位黑衣圣使统辖5至10名下属。而黑衣天王和8位圣骑士每月2次聚首，称之为月议。也只有在这2天里，只有他们9个人才能经由死亡之谷中的暗门，到达黑暗之山总坛。是这样。那么，死亡之谷的暗门究竟在何处呢？不瞒大人，1年前，我趁王强不在堡内，沿暗道进入死亡之谷，就是想要找到暗门的所在。可是，一番探查下来，最终也是废然而返。恩师，哦，怎么样，曾泰？已经吩咐下去，赤侯一会儿就到。大人，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肯定，王强已经将响银运到黑暗之山中隐藏起来。响银并没有运到黑暗之山。哦，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车辙。车辙？你刚刚说要进入黑暗之山，就必须首先通过死亡之谷，是吗？正是。今晨我和曾泰率军对死亡之谷进行了彻底的搜索。熄灭火把。是。恩师，这座山谷是条死路，而且这条小路也不可能走车，难道这些人会飞不成？在那里并没有发现装载响银的大车留下的任何车辙印记，由此可以断定，银车并没有进入死亡之谷。这可就奇怪了，既然他们不想将响银藏到黑暗之山，却为何要将银车赶入暗道？那条暗道当中并无岔路，只能通向死亡之谷。如此做法有何用意呢？此事的确是非常蹊跷。大人，那后来呢？后来，我们赶回到古堡，在那里发现了迄今为止我从没有见过的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案。啊！是什么命案？20几名守卫古堡的军士全部死亡，尸身上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死者面目栩栩如生。而最为奇怪的是，古堡中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迹象。啊！这怎么可能？大人，没有伤口，又不是中毒，面目保持完好，古堡中又没有可疑的迹象，那人是怎么死的？元芳啊，这是真的。
不光是守卫古堡的军卒，更为悲惨的是洪家堡村。洪家堡村？我们村？先生，我们村怎么了？小桃啊，先生行事不周，对不起你，对不起村里的乡亲们，也对不起骑虎潘越。先生，村里究竟怎么了？洪家堡全村45户人家，200余口，加上骑虎潘越，全都死了。骑虎潘越，起火！哎，起火！起火！潘越，潘越，潘！小桃，小桃，大人，骑虎潘越都死了。当时我怎么不留下呀？元芳，那景象真是太恐怖了。所有的人都像活着一样，可每个人又都已经死了。是谁？这是到目前为止最难以判断的。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洪家堡村的死亡现场，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如果说勉强有些发现的话，那就是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都发现了一些类似于鸟粪的小红点儿。大人，这红点我也见过。哦，在什么地方？就在我第一次夜探归义伯府的那个晚上。归义伯？那天夜里，我潜入伯府，来到后园，发现那里停着几辆马车。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偌大的一辆马车中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稻草和与这手帕中相同的小红点。后来呢？后来我只觉得手指一阵刺痛，细看之下，食指处被什么东西刺破出血。当时我也没当回事，便潜入后堂寻找狄春3人的下落。不想刚走了几步，便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自此便失去了知觉。多亏夫人救我出来。元芳啊，刺破你手指的东西，你看清了吗？没有。但后来我细细回想了一下，很有可能就是关在笼子之中那些不见首尾的神秘之物。那你认为自己晕倒在后堂，就是因为手指被刺伤吗？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除此以外，卑职再也想不出其他原因。大人，元芳这些年跟随在您身边，大小案件经历无数，夜查暗探更是多得无可计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想重州案时，卑职身中数十箭，却仍然保护了李凯固和邱静的安全。然而此次夜探，竟然莫名其妙地昏晕在伯府的后堂之内，这难道不奇怪吗？元芳啊，对你的能力我绝对相信，但是你能肯定刺伤你手指的神秘之物就在大车之内吗？应该可以。
不过是食指处被刺破了一个小小的伤口，竟致使你昏晕倒地。这种东西的可怕之处由此可见。可它会是什么呢？就目前来看，如果我在命案现场发现的小红点儿，与你在伯府后院大车上看到的小红点儿是同一种东西，那就可以肯定，发生在古堡和洪家堡的惨案，又是以王强为首的黑衣社的歹徒利用这种神秘之物制造出来的杀机。这种可怕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呢？王强那一伙人又为什么要使用这种东西呢？夫人，大人，小女现已逃离伯府，夫人的称呼就免了吧。叫威尔就行了。好，威尔，据你分析，这种神秘的东西会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听王强说起过。那么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在归义伯府后院几辆马车当中装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些事情王强从来不对我说起。我只知道这次王强赶回凉州，似乎是要与什么人进行交易。交易？好像是的。具体的我也曾太不清楚。这个归义伯是什么来历？归义伯是太宗皇帝亲封的伯爵，位在正五品上。自太宗朝而今，一传有3代。这一代归义伯名叫王凯，此人深居简出，很少与旁人接触，即使出现，也是面带铜罩，不以真面目示人。哦，是的。学生不到任之时，他曾来刺史府谒见，便是这套装束。然而，这个王凯虽归为伯爵，为人却从不张扬，在凉州城中的口碑很好。刚刚听元芳说起归义伯府发生的事情，学生便觉得非常纳闷，王凯怎么会与黑衣社的歹人有所牵连？大人，曾兄，你们可能有所不知，这归义伯王凯和黑衣社逆魁王强是亲兄弟。哦，有这等事？威尔，你说说吧。李将军说的没错，这兄弟2人都是黑衣社的属下，他们表面以爵位为掩护，暗中却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哦，是这样。那么威尔，你又是为什么要潜入王强的身边呢？这个问题，李将军曾经问过我。现在是将真相和盘托出的时候了。狄公、刺史大人、李将军、黑衣天王，你们都知道吧？黑衣天王王显，就是我的先祖。什么？黑衣天王是你的先祖？正是。你们可能并不知道，王显其实是一位女子。南北乱世时，从西方涌来了一群武士，这些人黄发碧眼，状若妖魔，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甚至生食人血。当地官府几次发兵都被他们打败，而且损失惨重。自此后，官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也不理此事。当时我的祖先王仙儿就住在王家堡。哦，就是我们曾路过的那个王家堡。正是。他幼年之时父母双亡，跟随当地的一位僧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眼见杨妖作乱，危害百姓，他便组织起本村的青壮年，依据山势设下埋伏，诱杨妖上钩。果然，杨妖率队前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死伤惨重。这一下，王仙儿声名大噪，附近的百姓纷纷来投，10天之内便聚集了数千人。由于她是女儿之身，
深恐众人不服，王仙儿便将名字改为王显，作战时身穿黑袍，并戴上青铜所制的面具。这支队伍作战勇猛，每战必破洋妖，而王仙儿更是身先士卒，加之他爱护百姓，除强扶弱，因此在当地深受爱戴。久而久之，竟被奉作神明，成为黑衣天王。大人，我说黑衣天王庙中的塑像都是身穿黑袍，面戴青铜面具，原因竟是这样。不光是塑像，就连现在黑衣社的歹人也是这身打扮。不过区别在于，王显是为掩盖其女儿之身，而他们则是为了遮盖洋妖的面孔。那么既然王显是以诛灭洋妖、保一方百姓平安为宗旨，可现在这个以王显为神的黑衣社，为何行事如此的阴险歹毒，以致肆虐的盘剥残害当地的百姓？2天前我们在洪家堡当场俘获了2名黑衣圣使，据他们交代，现在黑衣社中有很多都是西洋人，而且是子承父业，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不要着急，听小女慢慢道来。你说吧。因王显在作战中俘获了很多西洋武士，有一部分自愿投诚其麾下，这样他便编制了一支西洋战队，主要用于对洋妖的各类战役。这个西洋战队中的武士，就是目前黑衣社中黑衣圣使们的先人。原来是这样。随着王显在甘凉一带的声望越来越高，当时的前隋皇帝杨广封其为甘凉王，管理甘凉一带。及至本朝太宗皇帝一统天下，甘凉归属，王显主动投诚，献出甘凉王之印，被太宗封为归义伯。这一举措引起下属的不满，他们暗中使用诡计，将王显骗入古堡中毒死，并派人追杀王显的家人。当时一些忠于王显的部众保护其家逃离凉州，在武威、张掖一带混入民间，自此生根繁衍。然而家族血仇终不能忘，世世代代王显的后人都以消灭黑衣社为己任。我现在明白了，你是王显的后人，潜入王强身边，就是为了伺机消灭黑衣社，报家族大仇。正是。那么，这个黑衣社又是怎么组成的呢？当年王显被属下毒杀之后，这些背叛者便重新选出了一位首领，此人名叫王肖恩，就是王凯和王强的祖父。王肖恩一面向朝廷谎报王显身患重病而亡，一面在暗中组成了黑衣社，将自己的势力转入地下。朝廷不察之下，将爵位转封王肖恩。就这样，黑衣社便借助朝廷勋封，表面忠诚老实，而暗地里却在凉州一带经营着自己的势力。因为王显在甘凉的声誉极高，他们便仍然以王显为神，利用从西洋人那里学来的一些机关手段，制造各种幻象，欺骗鱼肉当地百姓，来达到他们肮脏的目的。数十年间，他们发展起30多座天王庙，藉此控制凉州附近的4乡8镇，并竭力寻找时机，恢复往日的辉煌。之前你曾经说到，黑衣社，他的总领袖是黑衣天王，是吗？正是。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王凯或者是王强兄弟2人当中的一个呢？有可能。如果黑衣天王真的是他们其中之一的话，那我想王凯的可能性更大。那王强呢？我曾多次偷听王强与属下说话，那些人都称他为圣骑士。也就是说，王强是8个圣骑士之一。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王凯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凯这个人非常神秘，自从我进入伯府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目。是这样？是啊，每次见面他都戴着青铜面具，这一点狄春他们是知道的。老爷，不错，从我见到他那天起，他便戴着面具。狄春呐，
你们在伯府遇到伏击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我们带着信来到伯府，按您的吩咐把话说了一遍。这时候，半空里传来一个声音，要我将信放在门前。我按他说的做了，大门便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大门又打开了，一个丫鬟将我们引到后堂。什么声音？你们这是做什么？别动！是谁让你前来送信？这几天来，王凯一直在逼问我，那个要我前去送信的夫人究竟是谁？威尔，你是何时卧底到王强身边的？大约2年前。都查到了什么？开始一切都很艰难，几乎没什么进展。然自去年我将梅香放入王强身旁，事情出现了转机。几天前，梅香告诉我，黑衣社正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而这个阴谋则是要利用即将发生的大地动来完成。他将消息传递给我。当时，我通过偷听王凯和王强兄弟谈话了解到，黑衣社的9位统领每个月都会有2次阅议，每遇重大事件，聚首商议的次数会更多。当时我想，如果梅香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跟踪王强，找到黑暗之山的所在，探查出他们下一步的阴谋，那么破解黑衣社便指日可待了。果然，梅香不辱使命。几天前的夜里，他悄悄告诉我，王强马上要到黑暗之山，他准备暗中跟踪。然而，这一去就没有回来。看来梅香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只是在逃离的时候被王强等人发现，一路追杀，直到被我们救起。当在古堡中您对我说起梅香已死时，我的心都凉了。当时我想，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威尔，你看看这条腰带上的2排刺绣图案究竟是什么意思？大人，这腰带上绣的是古堡机关的启动标志，这些标志我们早已掌握了。大人，这个4方形套椭圆和太阳形的标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啊，我也正为此事踌躇。这个4方形的标志就出现在死亡之谷的绝壁之上。然而我却遍寻不见里面套着的这个椭圆形和类似太阳的标记。我曾经命军士使劲按压这个4方形标志，却毫无动静。不知道梅香留下的这个图案，究竟是什么意思？威尔，这条腰带我现在正式交还给你。大人，威尔愿意协助您击破黑衣社，因此这条腰带还是由您来保管。我想，日后肯定派上用场。这样也好。大人，要不要将此事奏明圣上，查抄归义伯府？也许能够发现一些端倪。我看不可打草惊蛇，而今有太多的秘密还没有破解，线索都指向归义伯府。比如说那种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黑衣社豢养这种东西的目的又是什么？王凯究竟是不是黑衣天王？大漠中劫持饗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要想真正解开这一个个谜团，
归义伯府的位置至关重要。一旦我们贸然查抄，令王氏兄弟察觉，这二人定会使用诡计逃脱，而黑衣社也再不会用归义伯府作为秘密联络点。对于我们来说，便失去了唯一的查案线索。这样做不但无法查出真相，还会令调查陷入困境。因此目前还是不要惊动他们为好。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坐实王凯的罪名，一旦弄巧成拙，便不好收场了。恩师所言极是，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将王凯绳之以法，那么他必定会拒表朝廷告状，万一圣上怪罪下来，我们就被动了。因此而今之计，还是暗查为好。不错，曾太。自即日起，你派人日夜监视归义伯府，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禀报。是。连日劳顿，大家都辛苦了。现在夜已经深了，曾太、元芳啊，烦劳你们将大家的下处安排妥当，都回去安歇吧。恩师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请恩师和元芳在正堂安歇。东跨院已经打扫出来了，威尔夫人和小桃暂时住在那里。狄春张环、李朗在。你们委屈一下，就在西跨院中住下吧。好极了，正好可以照顾病人。先生，我也要照顾病人，住得太远的话，不太方便吧？好，我看这样吧，曾太，让小桃还是住在西跨院中。那也好，我去安排。好，威尔夫人、狄春，我们走吧。好，请吧，请。吩咐下去，这位狄先生是本州的恩师，你们要小心伺候。先生有需必应，如敢怠慢，小心则失。请大人放心。你们刚刚看到一条黑影跑过去了吗？没有。怪哉！刚刚我到公堂传谕，就看到那边有条黑影跑过。走，去看看。好。这门怎么开了一条缝？不知道啊。大人，住处都已安排妥当。湘阴被劫之事未了，又出现了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而且这两者都是由黑衣社操纵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这个案子连环相套，蹊跷诡异，不简单啊！
从劫夺饗银之举不难看出，这是黑衣社策划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今我们要做的便是从纷繁的线索中排杂理陈，直奔主题。您所说的主题是？此案由何而起？饗银被劫。不错。在上次出发清剿古堡之前，我们已经做过类似的分析。劫持饗银虽然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但却不是计划的核心，更不是最终的目的。这一点，从荒山古堡、洪家堡村的死者，以及这2处和归义伯府后园中发现的那些恐怖的小红点，便可以得到证实。如果黑衣社劫持饗银只是为了贪图钱财，那么在大漠案发之后，他们完全可以销声匿迹，不再行动。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我明白了，您所说的主题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劫持这500万两饗银的真正目的。非常准确。可是要想搞清楚这一点，当时大漠中饗银被劫的真实情况就至为重要。恩师，恩师，有件怪事。什么事？学生刚刚路经后堂，黑暗之中有条人影疾掠而过。后堂之中住着重伤昏迷的房哲将军，因此学生不敢怠慢，赶忙率几名掌故前去查看。后堂的门开了一条小缝，里边没有动静。学生到房哲将军榻前查看他的伤情，却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情？房哲将军的左腿上有一条新的伤痕，还有鲜血渗出。有这等事？当时我将值守的医师唤醒，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的难以回答。想房哲将军一直处在昏迷之中，他腿上怎么会有新的伤痕？因此以学生想来，会不会他与这个病人一样，也遇到了歹人的袭击？元芳，你去把小桃唤来。曾太啊，此事你是如何处理的？学生已命府内仆役轮班守在后堂门前。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恩师，您说什么？塔草惊蛇，顺藤摸瓜。就这么办。恩师，您想到了什么？来。是，大人，我都记住了。哎，放心吧。大人，斥候到了。啊，大人，进来吧。是。你来看一看，认识这个人吗？是廖副将。他真的是失踪的副将廖文清？刺史大人绝对没有错。事关者大，你可要看清楚。嗨，廖副将是我们斥候营的主将，小的绝对不会看错的。好了，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是。恩师，您的推断一点没错，真的是他。世间真有如此巧合之事。这病人，你们早就认识啊？看来我们只有靠你了。大人，虽然现在搞清楚了廖文清的身份，可目前他昏迷不醒，就与房哲将军一般，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当时大军遇袭的详细情形。元芳啊，不要心急啊，事情要一步一步的来。现在我们已经确定，
这个病人就是失踪的左龙武卫副将廖文清。于是，便产生了几个疑问。什么疑问？第一，解运饗营的3000大军在沙漠中全军覆没，偏偏只有这个廖文清一人失去下落，而我们发现他的地方，却是距离大军出事的第一现场将近300里的凉州荒山之中。这个距离差，不奇怪吗？第二，从饗营被劫到我们在深山之中发现他，中间只有1天的间隔。而发现他时，他身负重伤，昏死在山脚下。试问，这样一个身负重伤的人，是怎样在1天之内奔波300里地，从大漠跑到荒山之中的呢？他会不会是先跑进了深山以后，才遭到歹人伏击？有这种可能。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他逃出案发现场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身为大军副将，为何不赶到凉州报信，却要穿过凉州城跑到深山里去呢？不错，这一点确实很奇怪。不要说中毒之人，就是正常人也不可能1天奔驰300余里，除非身背600里加急文书的异族。不错，我们半道救下廖文清，夜宿洪家堡，于第2天午时到达凉州。如果从我们到达凉州之时算起到现在，不过2天的时间。而这个廖文清住在刺史府中养伤之事，也仅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正是。然而，从小桃和元芳的叙述不难看出，那个2天之内2次前来西厢房行刺的神秘刺客，定是先于我们知道了廖文清的真实身份。这一点可以肯定，否则他绝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屡次行此暗杀之事。这就奇怪了，连我们都不知道廖文清的真实身份，这个刺客又是如何得知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大人，除非这个刺客早就认识廖文清，一语中的。可廖文清是龙武卫副将，又不是凉州官吏，又有谁会认识他呢？小桃啊，刚刚你曾经说过，你在那个刺客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对吧？正是。是，你是说？嘘，元芳，你们记住。刚刚我看到那条黑影，就是朝后堂方向而去的。刺史大人，我敢肯定，那就是刺杀廖副将的凶手，他一定还在这里。来人呐，在！包围后堂，任何人不得进出。是。快，包围起来！快，在这儿！快，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一起搜查堂中。是。刺史大人，刚刚这里有什么动静吗？没动静。有没有人偷偷潜入后堂？没有。刺史大人，刚刚我在那个刺客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血就流下来了。我想这个人的身份应该很好辨认，只要查看后园所有人的小腿，便能找出刺客。你是说将刺客的小腿咬出了血？正是。却是怪哉！哎，怎么了，刺史大人？刚刚我到后堂中来看房哲将军，发现他的小腿上便有一点伤痕。啊，大人，您的意思是？哎，不可能，不可能！房哲将军怎么会是刺客呢？是啊。好了，不要胡乱猜疑了。小桃，
就如你刚刚所说，遍查府内所有人中的小腿，一定要把刺客找出来。是。大人，就从你开始。大人，动手。是。快，出来。大人，大人，站好了。站好。大人，没有伤痕。你，跟我走。大人，那房将军啰嗦。是。走。到外面查查。是。你们到那边看看。恩师，恩师，房哲不见了。哦，先生，刚刚我认出来了，躺在后堂床上的人，就是那个刺客。恩师啊，我真的是服了，果然是房哲。您是怎么想到的？曾太啊，你还记得我们出发清剿古堡之前，你带我到后堂看望重伤的房哲吗？刺史大人，下去吧。是。恩师，这就是幸存的房哲将军。怪哉！当时我就奇怪，按房哲的脉象，他早就应该苏醒了，可他却仍然昏迷不醒。先生，您真是太了不起了，号脉就能知道他是假装的。以后先生把这个本事交给你啊！真的？哎呀，太好了，先生。您可要说话算话。那当然了啊！发现了房哲的破绽之后，我并没有将此事说穿，因为我不明白房哲假意昏迷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从后堂出来，我们到了西厢房，而恰在此时，重伤的廖文清在昏迷中高声叫喊。别喝，别喝，有毒！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小桃，他怎么了？先生，刚刚他突然坐起身，大喊大叫，然后又倒下了。哦，怎么样？烧得很厉害啊！小桃，刚刚他都喊了些什么？他刚刚好像喊“别喝，有毒”。别喝，有毒。这句话让我感到了一些端倪，然这种感觉顶多算得上是揣测，亦或说是一种直觉。我左思右想，为了保险起见，
最终决定让元芳留下观察动静。我说您为什么临时决定要元芳留下，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当时我并没有断定这个病人就是廖文清，只是房哲的行为令我觉得有些费解，这才决定让元芳暗伏府内一查究竟。果然，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刺杀之事。可恩师，房哲是如何得知廖文清获救，又是如何得知他在刺史府中养伤的呢？恩师，昨日长史查对大军死亡名册，发现少了一个人。什么人？副将廖文清。据那名斥候燕讲，大军进入大漠之时，廖文清还跟随在房将军身旁。廖文清，曾兄，这倒是巧得很。昨天我们在洪家堡附近的山里救下了一个重伤的军官。啊，就是刚刚安置在西花院中的那个病人。元芳，你的意思是？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凑巧。方哲听到了你和元芳的对话，便夜探西厢房。他想看一看那个受了重伤的军官到底是不是他的副将廖文清。果然，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刺杀行动。哦，原来是这样。可奇怪的是，方哲为什么要杀死廖文清？这二人是一位同袍，本该是情同手足才是。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廖文清屡下毒手？恩师，我想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看起来发生在大漠的饗银被劫案当中，还隐藏着很多的谜团。要想解开它，必须从房哲身上入手。这就是为什么您要我们打草惊蛇，却又放房哲逃走的原因吧？顺藤摸瓜，我要看一看房哲逃出刺史府后还有什么举动。老爷，怎么了？京中的房哲将军来了。哦，快请。是。方兄，方兄出大事了。好，就请二老爷请来。是。请。请。
臣凉州刺史曾泰率下僚恭迎钦差大人。曾大人，圣旨到了，接旨吧。臣凉州刺史曾泰恭候圣谕。旨意：凉州刺史曾泰前文已悉，奉诏寄发边关之500万两饷银于大漠神秘消失，而唐文忠以为邪神所掳，是非曲直究竟何若，尚待查勘。此事过虽非全在于彼，然而至敬不言，竟令北地邪神猖獗于斯，致使国必虚耗，关河不宁，其责不可谓不重，本应立处。然朕念尔苦戍边河，劝客农桑，积年来政绩斐然，为梨树称道，因暂留使职，不予严处，尔其详之。今朕着内史狄仁杰处至北上，纠察此案，而务当全心协力为要。钦此。臣曾泰不生惶恐感激之至，万岁万岁万万岁！曾大人请起，诸位请起。他去了归义伯府。正是，卑职亲眼看到房哲与王氏兄弟见面，3人一同走进一间暗室。看来那个将解运大军出发日期及行走路线密告黑衣社的人，必是房哲无疑。现在看起来，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而今房哲的身份暴露，逃至归义伯府，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又会是什么呢？怎么，狄怀英现在这里？正是，现正在正堂。哦，我说到武平、并州都不见他的踪迹，原来他跑到了凉州。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曾泰，你马上引本阁前去。是。大人，将此事告知曾兄，查抄伯府，抓捕房哲和王氏兄弟，定会真相大白。元芳啊，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查抄伯府现在还不是时机。再有，归义伯是太宗皇帝亲封的勋略，位在五品。曾泰虽为刺史，但要处置一名先皇赐封的伯爵，首先要上书皇帝，皇帝将此案下达给宗正府，宗正府查之下才能准其所请。这样一来一往，最少要3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怀英兄，怀英兄，简之。哎呀，怀英兄，简之啊，果然是你呀！啊，大将军。哎，简之，你怎么到凉州来了？哎呀，怀英兄，还不是为了你吗？此言何意呀？皇帝下诏复你内史之职，加西北道处置使，查饷银丢失一案。我携圣谕，即你和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与处置使卫队，星夜兼程赶往武平。可到达后，江州刺史温开却对我说，你已于10几天前离开武平，前往并州老家了。坐。于是我率卫队直奔并州，可并州刺史对我说，没有见到你来。我无奈之下，只得带你前往凉州传谕。想不到竟在这里见到了你，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简之啊，辛苦你了。哎，辛苦二字莫谈。怀英兄，你清楚，给边关的500万两饷银是朝廷筹措了1年的时间，好不容易从各地抽调上来的，可现在竟然全部丢失。接到唐报后，龙颜震怒，
圣上本欲将房哲、曾泰就地抓捕，押赴神都。我苦谏之下，这才传旨将功补过，待结案后再做处置。而戍边大军的将领们听闻此事，更是人心惶惶，纷纷上表朝廷，恐军心不稳，引发变乱。而今形势是异常紧张，怀英兄，你务必尽快查清此案。如果能追回响银，当然是上上大吉。就算真是邪神作祟的明案，也要给圣上一个交代。变事重大，缺项就意味着混乱，此事不能挡啊！简直啊！什么邪神作祟的明案？而今此事已经彻底澄清。发生在大漠中的响银被劫案，可以肯定是一个名叫黑衣社的邪恶势力所为。哦，你已经查出了端倪。你回去上禀皇帝，就说狄仁杰定会勘破此案，缉捕元凶，还关河宁定。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一切全仗怀英了。你就放心吧，啊！好，那我就不久留了，要立刻赶回神都交旨。好，我送简旨，请。不必了，诸位，请留步。告辞。大人，刚刚我们还说到查抄归义伯府的难度，而今凭圣谕赋予您的变异行事之权，凭着您西北道处置大使的身份，此事已再无障碍。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动手吧。元芳啊，事情似乎还没有到如此紧迫的地步。大人，要得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抓住逆魁怎能办到？元芳啊，你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抓捕王氏兄弟和房哲会有什么结果？撬开他们的嘴巴，得知真相。而今我们并无真凭实据，一切全靠分析。就是房哲内奸的身份，也是通过观察和推断得来的，并无任何佐证。大人，难道房哲意欲杀死廖文清，这还算不上证据？你说呢？不错，而今大漠响银被劫的真实情况不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能够坐实房哲内奸的罪名，除非廖文清醒来说明真相。说得好。但是，房哲银夜跑到归义伯府与王氏兄弟见面，这总可以算得上是证据了吧？我们又有什么凭据可以坐实王凯的罪名呢？王凯身为朝廷勋略，位在五品，无凭无据，怎能抓捕？难道仅凭威儿所说的一番话，便要将其定罪收监吗？不错。如果我们无法证实王凯有罪，那么房哲与他见面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旦将其缉拿，我们又该如何审理呢？我们可以直接询问房哲，为何几次三番刺杀廖文清？元芳啊，如果我是房哲，大可推诿不认。发生在西厢房的2次刺杀，只有小桃一人在场，而且并没有看到凶手的真面目。萧何律法中所谓捉奸捉双，拿贼拿赃，就是这个道理。恩师，小桃在房哲腿上留下的咬痕，难道不能作为证据吗？如何验证呢？难道要让小桃再咬上一次，比对牙痕？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房哲小腿上的伤口我看过，咬痕并不明显，只是有一些小小的裂痕。这就是了。那么，我们可以讯问他，为何假装昏迷，银夜逃出刺史府去见王凯？如果我是房哲，可以有1000个回答等着你。首先说我是假装昏迷，有何证据啊？大人说过，看他的脉象，早就应该苏醒。那么当时为何不将此事揭破呢？说到夜见王凯，房哲只需告诉我们
他与王凯是旧时相识，见面不过是平常叙谈。可这明明是谎言啊！不错，这明摆着是抵赖推诿。可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去揭穿他呢？到时候事成骑虎，我只能以处置使的身份责备房哲，不该在大案未结之时私自出府。但这只是一个错误，却不是罪行。可大人，王强是大漠劫饷的主谋之一，这一点可以肯定吧？当然。我们亲眼在他居住的古堡之中看到了装载饷银的驼架，这是铁证如山。好，既然如此，卑职今夜亲眼见到，房哲与王凯会面时，王强也在场。这一点，房哲又有何说辞？想听听吗？如果我是房哲，会这样回答你：我与王凯是好朋友，却并不认识王强，而王强是王凯的弟弟，同住在归义伯府内，大家在一起见个面，有什么问题吗？如此看来，此事的确不能操之过急。恩师，那只抓捕王强一人呢？此事我刚才已经说过，单抓一个王强是没有用的。王强是黑衣社的圣骑士，只要他被捕，黑衣社马上就会更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全部失去了作用。即使抓捕后王强肯于吐露实情，依这些黑衣社歹人的能力，也一定会先于我们更改行动计划，做好一切安排。大人，我们可以秘密抓捕，不让黑衣社知道。元芳啊，你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如果只抓了王强，而无法指证王凯和房哲，这个秘密又怎么能保守得住呢？恩师说的没错，按照威尔所说，王凯也是黑衣社的重要人物，只是我们没有证据坐实他的罪名。一旦他逍遥法外，那么查抄伯府、抓捕王强，这一切就都不再是秘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告黑衣社的逆魁，这样我们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不抓无法得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抓又怕泄露风声，那现在该怎么办？刚刚我说过了，要理清头绪，直奔主题。现在我们已经确定，黑衣社劫持饷银的目的是什么，这便是我们要理清的主题。那么好，你们想一想，围绕着这个主题的重要线索有几条？其中哪一条是我们既可以不必打草惊蛇，又会有所发现的呢？大人，有一条线索，卑职想来比较符合目前的状况。说说看。就是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说得非常好。此事与饷银被劫定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想要弄清的主题。可怎么才能查明这一点呢？要想查明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王强为什么要从荒山古堡返回凉州。这一点很清楚，我们夜宿古堡，查到了饷银的端倪，这才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古堡，回到凉州。你忽略了威尔提供的线索。什么线索？据威尔所说，在我们来到古堡之前，王强就曾对他说过，要连夜返回凉州，对吗？不错。今晚威尔还曾说起了一个话题，也许你们当时并没有在意，那就是王强回凉州是要同什么人进行交易。哦，我明白了。我在伯府后院发现的那些装载着木龙的马车，便是交易得来的货物。正是。通过在死亡现场发现的那些类似鸟粪的小红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王强以交易换取的货物，
正是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不错，非常合理。哦，元芳啊，你还曾提到那支被放出城去的天驼商队。什么？有天驼商队被放出城？正是，他们拿着刺史府的批文，声称车上死去的天驼人感染了瘟疫，官府为怕在城中引起混乱，这才将他们放出城去。岂有此理！曾太啊，假使事情真是如此，这样处置也不能算错。我看，明日将参与处置此事的官吏叫来询问一下。是。恩师，我也想到了一点。你说。从我们夜袭荒山古堡所得到的线索来看，黑衣社歹人定是将大批饷银转运到一个秘密所在。这个地方在哪儿？与王氏兄弟和房哲会不会有所关联呢？曾太啊，你很有长进呐。这一点是整个案情最为重要之处，也正是我说不可打草惊蛇的原因。王强负责饷银的转运，因此他定然知道饷银的下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王强就绝不会将这500万两银子置之不理，定然会前去查看，或者要用这饷银来做什么秘密的勾当。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这才是顺藤摸瓜的真意。只要跟踪王氏兄弟或者房哲，就能找到饷银的下落。大人，原来您早就想好了。我刚刚说过，不可打草惊蛇，但是敲山震虎却是必要的。敲山震虎，恩师，这是什么意思？钦差大臣令：前凉州因故封官，此诚为地动所致，灾害之故也。自即日起，凉州城全面开放，商队、百姓、举凡金楚荒淫、茶叶舞者，即可出城。哪经得起这么久？就是。哎，还得说是钦差大臣，皇帝派来的人啊，就是这样。大人，凉州刺史府河衙僚属，凉州戍边卫军麾下将领全部到齐。1毛点过，请大人升座。2毛点茶。是。张将军、郭将军、李将军、王将军、赵四将军、钱将军。大将军全部到齐。归伯王凯未到。启禀大人，2毛点过，凉州卫麾下将便全部到齐，无一遗漏。大将军辛苦了。启禀大人，2毛点过，凉州刺史府衙下各职司官吏全部到齐，然尚有凉州勋略归义伯王凯未至。哦，归义伯到。归义伯王凯不知处置使大人驾临，延误石某，实为不敬，请大人责罚。归义伯罢了。
谢大人宽宥。爵爷平素以铜具照面，不露峥嵘也就罢了，何以今日在处置使大人驾前仍行此无礼之举，实在令下官不解。刺史大人，本爵的青铜面具为嘉先祖师太宗皇帝所赐，岂可轻易除去？王爵爷，今本阁代天巡牧，携天子威灵驾幸凉州。凉州将僚上至将军刺史，下至游击巡吏，均准卯到堂聆听训教，督爵爷持卯勿参。这也就罢了，而今又仗贵先祖之幸，及太宗旧迹，强自以铜具直面皇帝之实，莫非是有轻慢当今天子之意啊？他此话从何说起啊？太宗先皇已是70余载以前的事了，本阁要给你提个醒：当今天子乃是武皇天寿。哎呀，臣万死不敢有轻慢当今天子之意，望处置使大人明察。还不出下面诏，这是岂有此理！是。王爵爷，请起，归班。是。王凯滥言狂妄，求大人雅量宽容。哈哈，罢了。是。刺史大人，大将军，我看这3卯就不必再点了吧。谨遵教令。请出上方斩马剑。臣等恭请圣安。圣公安。万岁！万岁！万万岁！卑职等叩见处置使大人。叩见处置使大人。诸位大人免礼。这位对于凉州卫麾下的将领们来说并不陌生吧？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此次李大将军奉旨为本阁护从，诸位见过。参见大将军。众位大人，将军免礼。诸位，此次本阁奉圣谕提调凉州，乃为500万两饷银于大漠之中为歹人所劫。为歹人所劫？不是黑天鹅想，哪里来的歹人如此猖獗，竟敢劫夺朝廷军饷？现已查清，劫夺饷银的乃是黑衣社的歹徒。多年来，黑衣社歹徒假托黑衣天王之名，鱼肉盘剥当地百姓。此次又利用100年一遇的大地洞，在沙漠之中巧定诡计，引诱解运大军，致使500万两饷银被劫，左龙5卫3000将士全部罹难。这个医社没听说过。王爵爷，大人，本阁听闻
你的先祖便是黑衣天王王显的部下，可有此事啊？正是，正是。那么，你一定是知道这个黑衣社了？是，王凯曾听先人讲起过一些。这就是了。哦，退堂之后，请你留一下，本阁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询问。是。还有一事，本阁要向众位言明：此次饗银被劫，除黑衣社歹徒的外力之外，解运大军当中的内奸，也是此案发生的关键。内奸？而今已经查明，这个隐藏于军中的内奸，便是此次解运大军的统帅左龙五卫将军房哲。爷爷，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觉得太出乎意料。哼，原来如此。大人说房将军是内奸，有何凭据啊？解运大军罹难后，只有房哲一人幸存，为刺史曾大人救回，并居于府内养伤。然而昨天深夜，他竟私自逃离刺史府，不知去向。本阁知道，凉州卫麾下诸将有很多是房哲的朋友，我要警告诸位，以大义为重。一旦房哲逃至军中，即行扣留，并向本阁禀告，有迁延王法，胆敢私自收留者，视为同党，军法处置，绝不姑息。谨遵军令。数百万两饗银，关乎边河宁定，一树安危，兹事体大，众将僚务当同心戮力，以期尽速侦破此案，消灭逆党，令海内承平。自即日起，军中府中俱为一体，设置专属协同查案，举凡发现可疑之人、可疑之事，立即具告军府之专属，再由专属上呈本阁，勿使歹徒漏网。谨遵军令。退堂。李总管。去吧。是。他在吗？在里面。爵爷。怎么？爵爷不认识了？我就是前去伯府送信的狄春呐。你是啊？是的，是我。你是这儿的？我是处置使狄大人的管家。爵爷，小的好像曾经说过，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一定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爵爷，请用茶。啊，老爷。大人。啊，这里不是公堂，爵爷不必多礼，请坐。谢大人。坐吧。请。真想不到啊，爵爷竟是西洋人士。是啊。太宗朝时，嘉先祖协助朝廷平叛，被封为伯爵。因先祖是西洋人的面孔，深感不便，太宗皇帝便赐下了这枚青铜面具。哦，原来是这样。唉，说来惭愧，嘉先祖娶了汉人之女，生下了祖父。祖父也是聘汉女为妻，生下了家父。
家父同样是聘汉女为妻，生下了王凯、王强兄弟二人。唉，惭愧的是，家中人均为汉人相貌，只有王凯生来便是西洋人的长相。唯恐惊扰地方，这才将先祖的面罩重新戴上。啊，大人，今日堂上绝非王凯存心不敬，是因相貌怪异，深恐惊吓处之使大人。好了好了，也怪我一时上气，逼迫爵爷揭下面具啊！大人言重了，是王凯无知。不过，本阁一路西来，倒是见了不少的西洋之人呢。啊，远房。正是，在王家堡的黑衣天王庙，在荒山古堡以及洪家堡村，我们都见过西洋武士充任的黑衣圣使。黑衣圣使？怎么，爵爷不知道吗？大人，王凯怎么会知道这些？爵爷能否将所知黑衣社的情形对本阁讲上一讲？怎么，这有什么不便之处吗？啊，那倒没有，只是王凯多年深居简出，对黑衣社实在不甚了解。只是曾听家父说起，黑衣社似乎是由当时黑色玉女军的成员组成的。黑色玉女军？正是。黑衣天王王显便是黑色玉女军的领袖。他死之后，玉女军为朝廷所遣散，于是他们便转入地下活动。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好，爵爷，你继续讲吧。大人，王凯对黑衣社所知也就这么多了。怎么，黑衣社目前的情况，爵爷一点都不知道？确实不知。王凯虽世居凉州，平素却很少与人来往，就算是与刺史曾大人，算上今日，也仅仅见过2面而已，更不要说黑衣社了。也罢，既然爵爷不愿说起，本阁也不便强求。并非王凯不愿说起，确实是对黑衣社不甚了然，请大人明察。好了好了，爵爷不必如此紧张，本阁也就是随口一言而已啊。是，王爵爷，以后闲暇之时便到本阁这里坐坐，也许本阁还要到府上一叙呢。啊，处之使大人光降，寒舍蓬荜生辉，一定叨扰啊。那王凯便告辞了。远方，替我送送爵爷。哎呀，不敢劳动大将军虎家。爵爷，请吧。啊，请。啊，黑色玉女军。黑色玉女军。大人，怎么样，远方？有什么感觉吗？欲盖弥彰，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们会知道这么多。今天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看来您的敲山震虎之计已经起到了作用。他回去以后定会有所动作。远方，自即日起，命牵牛卫分为3班，严密监视归义伯府，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禀报。是。你说的很对，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老爷，二老爷和房将军呢？在东花院呢。王兄，大哥怎么样？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预感？
方将军，你知道那位出使使大人是谁吗？狄仁杰。是他，狄仁杰，就是那个号称神断的狄仁杰。奇怪的是，他似乎对此次黑衣社的行动了如指掌。今日堂上，他阴一句阳一句，表面听来话好像是对大家说的，其实暗中直指归义伯府。如果我所料不错，就连房将军暗藏伯府之内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这怎么可能呢？退堂之后，他特意将我留在二堂，千方百计地想从我口中套知黑衣社的情况。你是怎样回答的？我自然是一番托辞糊弄过去，他也没有过分逼迫。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不相信我说的话。今天还有一件事令我更加吃惊。什么事情？在二堂等候之时，他的管家亲自为我送茶，我一见之下顿时大惊。二弟，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前几天来伯府送信被我们擒住的那个狄春。是他。不好，不好啊，大哥，这就是个信号，恐怕姓狄的马上就要对我们下手了。难道狄仁杰真的会是？我就是不明白，他如此做法的真正用意究竟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继续解释，我跟上。薇儿姐，小桃，一大早就在忙啊，照顾病人呗。你可真够辛苦的。没什么，应该的嘛。他怎么样？哦，还是昏迷不醒，总说胡话。要是他能早一点苏醒，大漠中小鹰被劫的真相就能早一天弄清楚。谁说不是呢？可他伤得太重了，服了很多剂药，还是高烧不退。哎呀，真没办法。狄公和李元芳呢？哦，他们呢，一早就出去了。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哦，好像是刺史大人陪着他们。哎呀，坏了！怎么了，小桃？哎呀，我这脑子啊，真是让狗给吃了。昨天先生就对我说药不够了，要我上街去抓药，我怎么一恍惚就给忘了？你看，就剩下这一包了。这算什么事儿啊？我给你看着病人，你去抓药不就行了？哎，是啊，薇儿姐，你真好。去吧。我知道你的心里不好，你就是前面说的。薇儿姐，是狄春啊。哎，薇儿姐，小桃呢？哦，上街买药去了，他让我帮着照顾一下病人。刚刚我听到房中有人说话。什么？这间房子？是啊。啊，可能是我在自言自语吧。啊，是这样，那你先忙，我先走了。好。
不，我来找人的。找人？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去处？这里是青楼，也叫做妓院。什么是妓院？你找谁呀？啊，就是刚刚进去那个穿斗篷的人。大爷，我知道，一定是他老婆雇来的跟班，来查你主人的行踪，回去好向他老婆报告，对不对？对。你这小厮不知好歹！你干什么？干出这等干嘛亲我耳朵呀？这不是坏我们青楼的生意吗？给我滚！快滚！你知道没有？再不走，我叫人出来揍你一顿！是你？张焕哥哥，你在做什么？我。哦，我明白了，你自己偷偷跑出来下馆子，对不对？对。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狄春哥哥和李朗哥哥。那就多谢了。哎，小桃，你在这儿做什么？哦，我来抓药啊。哦，好了，你快回去吧，病人还等着吃药呢。好，那我先走了。哎。你来了，天王，我来了。你知道吗？廖文清没有死。啊？他没死？他现在处于昏迷之中，一旦他醒来说话，事情就有暴露的危险。天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必须要解决他。好，我立刻去安排。这件事自有人会去做，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是。我已接到镇卫圣骑士的传信，死亡之神现正运往黑暗之山的途中。此事你们做的还算妥帖。这都是属下应尽之责。死亡之神关乎全局，更关乎着黑衣社的存亡续断。而今，下一步地狱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你立即传我口谕，召集在凉州的所有圣骑士，共同谋划此事，绝不能出现任何疏虞。是，属下明白。廖文清之事，你已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但念在多年来你对黑衣社忠心耿耿的份上，便不予追究。然而，绝不能再有下一次，否则黑衣社最严酷的刑罚便会用在你的身上。是，景天王放心，绝不会再有下一次了。王凯和房哲怎么样了？他们按照天王的部署，一步一步向前走，没有丝毫疑虑。天王此计，真是绝妙之极呀！下面一步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也是地狱行动的命脉。你准备好了吗？是，我们今夜就出发。切不可露出丝毫马脚。请天王放心，属下定当竭尽全力。大人啊，一会儿大人来了以后，你要把驿站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向大人禀报啊，不要有任何的疏漏。听见吗？啊，总太，好。恩师。学生已经向负责天陀商人温病一事的长史和商曹核实过，那些商人发病时就住在这家同阳驿站之中。叩见得了。诸位请起。本阁今日前来勘察现场，一切礼数从简。李长史，你是何时接到报案？当时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回大人的话，
卑职是昨天清晨接到报案，说是住在同阳驿站中的天驼客商感染了一种怪病，1日之内便有8人死去。哦，哪位是本店的老板？啊，小的便是。引本阁进去看看。大人请。大人。那些天驼商就住在这间上房之中。他们是何时入住的？是前天早晨进店。他们来的时候带了什么货物没有？有3、4辆马车，都用扇布围裹，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店家，他们住下以后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哎呦，可说的呢，您算是问着了。这些天驼人自打进店以后啊，就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怎么讲？他们进店的时候是小的接待的他们。哎呦，二位来得早啊！要住店？要一间商房。好嘞。老板，我们的货物贵重之极，你的后院可以停放吗？没问题，您放心。有一点，老板，我们的货物放进去之后，后院必须上锁，钥匙交给我等保管。这怎么能行呢？那其他客人的货物怎么办呢？这些够了吗？够了。几位客官怎么样？这儿还满意吧？可以。老板，这里哪里能买到鲜血？鲜老板，你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是猪血、牛血、羊血，并不是人血。是，我知道。这儿也没有卖人血的地方。客官，您要鲜血做什么？我们的客户要喝。老板，你就尽量帮我们打听一下吧。好，我试试看吧。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要1大桶牛血。大人，真是太奇怪了。店家，你是说他们的货物每天都要喝鲜血？大人，这可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叫贾瓦的天驼人说的。你见过那些货物吗？你从没见过。后院的钥匙都在他们手里，任何人都不让进去。对了，刺史大人，这些天驼客商您都曾经见过？我见过，正是，就是那几个到北关城楼见您，要出关的天驼人。是他们。怎么，曾太，你见过他们？是的，闭关封道后，这些人要求提前出关，被学生拒绝了。这些天驼商人带着要喝鲜血的货物住进店中，又急迫的要出城去，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老板，那些货物的外观是什么样的？马车是平板的，里面的货物不高，从外面看有棱子和缝隙，好像是个大木笼子。你是说，马车上放着大木笼子？好像是。围裹的东西是不是土黄色的扇布？
对，您是怎么知道的？那种扇布的颜色在咱这地方很少见。大人，这与我在归义伯府后园见到的一模一样。哦，店家，带我到后院去看看。哎，大人您请。这后院为何上锁呀？不瞒大人说啊，自从官家说这些天驼人得的是瘟疫呀，小店儿就再也没有来过客人。这小的想来啊，他们那些奇怪的货物就锁在后院中，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万一要带着瘟病，那小的全家人的性命就完了。哎，这才让伙计啊把后院给锁上了。大人，怎么了，远方？您看，这与您在死亡现场以及卑职在伯府后园马车上发现的一模一样。看起来，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就是天驼商人用马车带进凉州城的。而王强自荒山古堡回到城中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交易，要从他们的手中将神秘之物买走。这一点可以肯定，和王强交易的就是那些天驼商人啊！恩师，也就是说，我们白白的将最重要的线索放出城去了。大人，好了，不要再解释了。本州3令5申，绝不可私自纵放商旅出城。可你身为长史，竟充耳不闻。好了，现在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是。哦，李长史，你们在接到瘟疫的报案之后是如何处置的？接报案后，卑职先命商曹率仵作前去查看。商曹回报，尸体上脓血横流，死者很有可能感染了瘟疫。卑职不放心，便又亲率司马商曹和仵作赶来现场勘查。眼看尸身之下，发现那些天驼商人的尸体上有很多伤口，皮翻肉烂，污血黄浓，臭不可闻。我们商议后，害怕是瘟疫之属，这才决定将他们放出城去掩埋尸身。自作主张。是，卑职粗疏。哦，店家，小的在。你们又是何时发现他们感染瘟病的？是昨日凌晨左右。那么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什么事吗？回大人，此事确实让小的感到有些奇怪。前天夜里啊，客栈中来了个穿黑斗篷的人，找那几位天驼商人。待此人走后，天驼商人便忙活起来。约莫过了1个时辰，这些人赶着马车，带着货物离开了小店。哦，他们离开了。正是，没成想到了深夜寅时。是谁呀？天驼商队，快开门！哎，来了！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啊？来，把他们抬进去。动手！来，动手！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得了热病，浑身流脓，快把房间门打开。那走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怎么？你怎么能如此骡子？还不快把房间门打开！哎，就这么着，小的打开了房门，那些人将染病的天驼人抬了进去。凌晨时分，有个随从告诉小的，
天驼人都死了，可能得的是瘟病，要我们赶快禀报地方。小的无奈之下，禀告了坊正和里长。老板，那些天驼商人来的时候有没有带汉人随从？我也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他们来的时候就只有那几个天驼商人，可到了早晨，突然多出了4个随从。我问他们是打哪儿来的，他们告诉小的是住在别的客栈中，听到消息以后才赶到这儿来的。那些抬他们回来的随从，你以前见过吗？从没有见过。明白了，大人。卑职在城门口看到的那4个汉人随从，肯定是黑衣社的人。他们定然使用了一种什么方法，将那神秘之物藏在了运载天驼商人尸身的马车上，带出了凉州。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天驼商人接到黑衣社传信，于当日午夜在城中某处进行交易。当交易完成后，王强等人突施杀手，将天驼商人杀死，而后带着神秘之物回到了归义伯府，与王凯商议。而就在此时，你夜探伯府，发现了这些马车。待他们商议完后，便在伯府中将神秘之物放进了装天驼人尸身的马车之中。回到客店后，谎称天驼商人得了瘟病，要店老板报案。果然，官家在不查之下将他们放出城去。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划！真想不到，闭关封道多日，就因为下属畏惧承担责任，粗疏不察，竟将最重要的线索放出城去。学生真是羞惭万分呐！好了，你也不要自责了，他们如此处置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歹人用心良深，早已策划周详，将其等诱入构中。谢大人宽宥。而今凉州情势错综复杂，日后尔等行事要谨慎小心，切不可再令歹人有可乘之机。谨遵大人教诲。是。看起来我们的判断丝毫不差。黑衣社旗帜不小啊，劫夺饷银不过是一个大计划中的小步骤，接下来的事情会更加凶险。这个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竟令黑衣社的歹徒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甘冒其险，将其带出城去。那些鲜血、红色的粪便，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大人，那些马车是昨天晌午出城，算起来还不到1天的时间。卑职想来，他们携带着尸体和那些神秘之物，肯定不会走得太快。追吧！记住，不可打草惊蛇。大人放心。二弟，怎么样？大哥，方兄，有消息吗？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今夜就出发。而今闭关锁道，我们怎么才能出城呢？大哥不知，处置使大令以下，凉州全面开放。哦，太好了！二弟，火速召集外面的弟兄到府内集结，今夜有事动身。好。翠红院，正是。卑职随后跟了进去，却被老鸨轰出来。卑职无奈，只得退到门外等候。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王强从里面出来，又回到了伯府之中。翠红院。哦，那是一座很大的青楼，似乎在凉州城中很有名气。还有什么人和王强在一起吗？
没有了。哦，我碰见了小桃。嗯，小桃？正是，她是去给病人买药的。哦，是我叫她去的。哦，别的就没什么了。嗯，好，张环呐，你们做得非常好，还要继续监视啊。是。嗯。翠红院，王强到青楼去做什么呢？圣骑士，死亡之神已全部运到，共200只，就藏在地上的尸体里。奇卡，你们马上动手，将死亡之神取出，烧掉尸身。我们要连夜赶往黑暗之山。圣骑士，请放心，马上办妥。嗯。大家动手吧。
天王的子民们，最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今天，你们将在圣使的带领下，前往黑衣天王的圣殿黑暗之山去参拜。想要什么都可以呀。什么时候才能去啊？黑暗之山是一切神力的源泉。你们说的很对，到达那里的人，不管希求什么都可以得到。更重要的是，你们不仅能够见到万众敬仰的黑衣天王，还可以光荣地接受他赋予你们的神圣使命。这是伟大的时刻，也是你们生命最光辉的历程。你们当潜心享受，愉快地为天王奉献出你们的一切。到那时，你们将不再是凡人，而是和我们一样，拥有非凡的神力和尊荣。为黑衣天王不当斗火，在所不辞。好，黑衣使者将村民分为5队，到村口集合。我们立刻出发。是。第1队，我来。第2队，跟我来。走。第3队，跟我来。第4队，跟我来。第5队，跟我来。走，快点！姐妹们，你们要加倍小心，不能有任何差错。是。你过来。这是死亡之神的最后一批宿主，绝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立刻到村中挨家挨户检查，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是。检查完毕后，命所有部下返回，到村口汇合。是。好了，姐妹们，我们走。谁？我。你是谁？这你没必要知道。你只要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就够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我要你把衣服和面罩给我。真磨蹭，查个空村子居然用这么长的时间。哎，他来了！你快点儿，大队已经出发了。来了来了。张环，大人，有什么动静？刚才王海率数10名黑袍武士骑马出府，奔北门而去。他们动起来了。恩师，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环在，立刻集合钦差卫队，我们跟踪追击。是。总裁，威尔对王氏兄弟的情况非常熟悉，你马上到东花院，请他与我们同行。是。老爷，那我呢？你有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啊？啊？您的意思是说还有人要？嘘，不可说，不可说。啊！关闭城门！前门！什么事？这位兄弟，我们有急事要出城，请行个方便吧。城门虚实关闭，你们不知道吗？要出城，为什么不早点？放肆！竟敢对爵爷如此讲话！爵爷？什么爵爷？这位是归义伯王爵爷，难道你不认识吗？王爵爷？我是归义伯王凯，有急事必须连夜出城。原来是王爵爷，小的无礼冒犯，请爵爷恕罪。罢了。打开城门！是。从有事起到现在，1个时辰之内，你放走了5个共40人。看来王凯应该是最后一批。总裁在，马上命令钦差卫队在城门前集合，人部披甲，马摘銮铃，我们紧随其后。是。真姐，宿主都已经到了。王家堡村的村民们，立刻进入堡内，其他人等原路返回。这。你怎么还不走？这。这是怎么回事？是我杀了他。老戴，是你在说话吗？是的。他不是老戴，你是谁？李元芳。杀了他！
不要再做坏人。是。做好人为什么这么难呢？打开暗门，立刻让村民分成4队，进入地厅。是。最动人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通往黑暗之山的必由之路。你们的一切，将因为今晚而改变。你们将成为具有非凡神力的黑衣天王的使者。好，请大家随我进入隧道。
走。他们来了吗？四位圣骑士已在楼上等候，只等天王降临。天王，请。你们都来了。天王。 怎么样？一切都还顺利吗？照天王吩咐，解决廖文清之事已经安排妥当。此事至关重要，一旦廖文清开口说话，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被动。此事交由可靠的人去办。请天王放心，2日之内必有结果。天王，今晚接镇卫圣骑士传书，死亡之神已运抵王家堡。哦。 太好了！传书中还说，近日来镇卫圣骑士率领手下部众，征调了凉州附近数百名农民作为死亡之神的宿主，现在已赶到黑暗之山，只待死亡之神变体成功，便立刻准备部署最后的攻击。非常好。王氏兄弟和房哲那边呢？回天王，今夜王氏兄弟与房哲率人出城，狄仁杰统领出至侍卫队。 尾随而去，算时间，明天上午便会有结果。看来，除廖文清外，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天王，我想最后的攻击很快就要到来了。狄仁杰号称断案如神，这一次在凉州，就要让他身败名裂。 似乎是向荒山古堡而去，这是洪家堡，这里便是荒山古堡。不错，过了洪家堡村，再走30多里，便是荒山古堡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洪家堡，前面除了古堡，再没有其他目标了。奇怪，他们去古堡做什么？ 张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目前并不能够肯定，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荒山古堡。张环走了已经近1个时辰，恩师，而今辰时将过，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要不要命令钦差卫队继续前进？越是关键时刻，行事越要谨慎。一旦我们贸然前进，惊动了王凯一行，那就会弄巧成拙了。我看，还是再等等张环的消息吧。大人。张环，怎么样？回大人，王凯等人由此向北走了大约30多里，进入荒山古堡之内。果然去了荒山古堡。怪哉！恩师，我们现在怎么办？张环，命令钦差卫队全速前进，务必于4时之前向古堡发起攻击。是。
的踪迹。小环，立刻带人随我进入地厅。是，走。大人，从这里可以进去。跟我来。大人，这里面没有人。王氏兄弟和房哲呢？会不会逃跑了？不，他们一定还在这里。这3人召集人手，银夜出城，赶奔古堡，绝不只是来看一看的。我想，他们定有深意。定有深意？恩师，您的意思是？车辙。快！恩师，这是条死路，而且这条小路也不能走车。难道这些人会飞不成？死谷，车辙，车辙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呢？他们又为什么要将那些大车赶入死路？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曾太，他们一定是从这里将抢银运走的。原来是这样。恩师，你想到了什么？现在还不可说呀。哦，曾太，还记得上次我们率军清剿古堡，这扇暗门是如何打开的吗？记得。我们现在把它打开。1、
2、3。地面。是，这是怎么回事啊？大人，我在古堡中住了这么长时间，从不知道地厅的地面可以打开。张环，在，命众军做好准备。是。众军做好战斗准备。是。擒拿逆贼，夺回饷银。是。强传立党，擒贼先擒王，活捉王氏兄弟和房车。一个。堂堂男儿，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不好啊！他要自杀。没有。到那边看看。走。是中毒而亡，毒药就在他的嘴里。毒药？好厉害的黑衣社呀！总太，命卫士们将所有大车上的箱子都打开。是。把箱子打开。是。收起来。恩师，所有的饷银1两不少，全在这里了。恩师啊，您真是神了！您怎么会想到饷银就在古堡之中？又是怎么想到这地厅下面还有一层？曾太啊，你还记得我们之所以要敲山震虎，都打开了吧？
惊动王氏兄弟和房哲的真正原因吗？王强负责饗银的转运，因此他定然知道饗银的下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王强就绝不会将这500万两银子置之不理，定然会前去查看，或者要用这饗银来做什么秘密的勾当。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哦，这才是顺藤摸瓜的真意。只要跟踪王氏兄弟或者房哲，就能找到饗银的下落。大人，原来您早就想好。我刚刚说过，不可打草惊蛇，但是敲山震虎却是必要的。当夜的这番谈论，你还记得吧？我明白了。所谓敲山震虎，就是要令他们感觉到危险，自己先动起来。正是。王强负责饗银的安排和隐藏，一旦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暴露，危险就在眼前，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将饗银转往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之后自己再藏匿起来。我所说的敲山震虎就是这个意思。那您又是怎么想到饗银就在古堡之中呢？曾太啊，我不是神仙，不可能在事情毫无端倪的时候就预先察知。在王氏兄弟率队出城之时，我不过是隐隐地感觉到他们有可能要前去饗银藏匿之处，但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到古堡之中。当得知他们来到古堡时，我曾一度产生了疑惑，他们此次出城究竟是冲着饗银去的，还是另有目的？然而就在刚刚查找王氏兄弟和房哲的下落之时，我猛然想到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还记得我2人率军清剿古堡的那个夜晚吗？当然记得。当时我们发现了消息室，打开了通往死亡之谷的大隧道。在隧道的地面上发现了很多的车辙，于是我们沿着车辙追赶，在第2天清晨来到了死亡之谷。就在这时，地面上的车辙消失了，一切的痕迹都消失了。不错。当时我感到非常困惑，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这些大车推到隧道之中，却又没有通过死亡之谷的暗门进入黑暗之山呢？通过那晚和威尔的一番谈话，我更觉得此事非常蹊跷。大人，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肯定，王强已经将饗银运到黑暗之山中隐藏起来。饗银并没有运到黑暗之山。哦，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车辙。车辙？你刚刚说要进入黑暗之山，就必须首先通过死亡之谷，是吗？正是。今晨我和曾泰率军对死亡之谷进行了彻底的搜索，并没有发现装载饗银的大车留下的任何车辙印记，由此可以断定，银车并没有进入死亡之谷。这可就奇怪了，既然他们不想将饗银藏到黑暗之山，却为何要将银车赶入暗道？那条暗道当中并无岔路，只能通向死亡之谷。如此做法有何用意呢？此事的确是非常蹊跷。这番谈话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在古堡谛听中肯定是忽略了什么。那么恩师，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呢？
车辙。车辙？又是车辙？是啊，当时我们只想到车辙是沿着隧道向前进的，却没有想到这些车辙也可以是他们将银车推回地厅时留下的。推回地厅？学生糊涂了。哦，意思就是他们先将银车推进隧道，待走到死亡之谷后，再将银车推回古堡。可这是为什么呢？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我和元芳一探古堡，发现了银车的踪迹，这令王强想到我们很有可能再回来。为保险起见，他们故布迷阵，先将银车推入隧道，来到死亡之谷，让我们认为他们已将饷银运出了古堡，不知去向。而后再利用古堡错综复杂的暗道机关，将银车原路推回，藏于地厅2层之中。真是一条巧计呀！二探古堡之后，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数量如此庞大的饷银，不管如何转运，都会是一个巨大的目标。黑衣社的歹人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竟能令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人间蒸发，而且不露丝毫破绽？终于，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答案。那您又是怎么发现这地厅下面还有一层呢？这一点很简单，地面。地面？是啊。我和元芳一探古堡，进入地厅，看到地厅的地面是用黄土夯成的。可刚刚我偶然间一低头，发现原来的黄土地面现在竟变为青灰石铺砌而成。由此我推断出，这地厅之下定然还有一层，而饷银、王氏兄弟和房哲就在那里蛰伏待机。能行如此复杂的推理者，天下仅21人。此话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了吧？我早就说过，合理的推断来源于细致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只要能够做到这2点，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准确的推理。可能够做到这2点的人，的确太少了。大人，怎么样？抓到了吗？进入暗道后，那3个恶贼7拐8弯，不一会儿就没了踪迹。我和张环率人搜遍整个暗道，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到了。古堡是王强的老巢，对这里的每一条机关暗道，他是最熟悉不过的。只要让他逃进暗门，事情就很难讲了。为而无能。好了，你不要自责了。我们此次出击，不但击溃了王氏兄弟所率的黑衣逆党，还找到了被劫的500万两饷银，实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只可惜让那3个恶贼跑了。放心吧，他们跑不了。曾泰，回到凉州以后，立刻发下海捕文书，缉拿3名逆党归案。是。大人。大人。大人，怎么样？古堡中的逆党已经全部肃清，除在战斗中被杀者外，我们俘获了10余人。可是这些人却全部服毒身亡，是吧？大人，您也知道了。去吧。是。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黑衣社。曾
太啊，我们虽然找到了响银，但是有太多的谜团还没有解开。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死于驿站之中的天驼人，大漠结想的真情，那个神秘莫测的黑暗之山。凭着我多年断案的经验，隐隐的有一种感觉，我们马上就要接触到此案的核心。然而这个时候，也是最凶险的。张怀，在。你持我钦差大令，即刻返回凉州，调凉州卫麾下大军前来古堡押运饷银，务必于今夜到达。是。曾太啊，命钦差卫队全力戒备，保护饷银安全。待凉州卫大军到来，立刻返回凉州。是。已经1天1夜了。也不知元芳现在怎么样了。站住！你是哪一队的？我是3队的。这里是死亡之神的实验场，也是黑暗之山的绝对禁地，你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兄弟。我是奉镇卫圣骑士之命前来查看死亡之神安置的情况，圣骑士还等着回报呢。以何为凭？有圣骑士令牌为证。拿来我看。好了，进去吧。站住！奉镇卫圣骑士之命前来查看。到一进房中更衣。好的。他们吃的是什么？百灵丹。百灵丹是什么？待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回去上复镇卫圣骑士，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第一批出发的村民需要1天时间进行准备，待所有准备完毕，计划便可以开始了。我马上向圣骑士禀告。娟姐，看此情形，这3人似乎是互相斗殴致死。下午，我命张果前去查看死亡之神的准备情况。他的身上带着我的令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会不会因为检查令牌与守卫发生口角，因而使其斗殴？张果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如此意气用事。娟姐，水晶坊的守卫带到。圣骑士，
张果奉我之命持令牌前来查看，你们见到他了吗？哦，见到了，他在水晶房内待了一会儿，西卡对他讲明情况之后，他就走了。也就是说，这3人之死是发生在张果从水晶房查看之后。看情况应该是的。这就更不对了。如果说他们是因为检查令牌而发生了口角，那么既然已经查看完毕，这2名守卫为什么还要检查他的令牌？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令牌倒是在，难道他们真是上气斗殴而亡？你看看，刚才到水晶房验看的是他吗？回圣骑士，我没看清他的脸。废物，下去。是。为保险起见，你们立刻传我的命令：黑暗之山的所有黑衣圣使，自即刻起，摘掉面具，由各队队长带领，到地宫集合，进行检查。是。站住！圣骑士的法谕你不知道吗？什么法谕？黑暗之山所有的黑衣圣使，全部除去面具，到地宫等待检查。刚刚我奉队长之命去办事，没有听到传谕。你是哪一队的？兄弟，你是哪一队的？我是4队的队长。我是1队的。1队的，摘下面具。你是1队的？是。你怎么如此面生？队长，我是新来的。新来的，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四。你说你是1队的，你们队长叫什么名字？哎，看我们队长来了。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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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队长，你醒醒啊！队长，醒醒啊！怎么回事？我是4队的，这是我们队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脚下一滑，摔了个大跟头，就成这样了。你把他背起来，跟随我们到地宫，请圣骑士处置。是。你们几个帮忙。是。走走。1队到齐了吗？到齐了。2队到齐了吗？到齐了。3队齐了吗？到齐了。4队齐了没？我们队长没有到。5队到齐了。6队齐了没？到齐了。7队到齐没有？到齐了。8队已经到齐了。 9队到齐了。都到齐了吗？回娟姐，10队还没有到，还有4队的队长也未到。哦，圣骑士，圣骑士，
4队队长古奇刚刚在通道中因摔跌致昏，请圣骑士发落。人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圣骑士，你看，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真是废物！将他背到下面治伤。是。等等，圣骑士，还有什么吩咐？转过身来。你叫什么名字？李四。将他送到鹰站，尽快调治。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圣骑士放心，我马上就去。各队队长，开始点查。是。怎么样，小宝？有动静吗？一切正常。好，到那边看看。曾太，恩师，有事吗？也没什么，就是想找您聊聊。哦，聊什么？恩师，刚刚您在想什么？响银找到了，王氏兄弟和房哲逃走，可以说我们此行已大获全胜。然而我的心里却隐隐地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恩师说的对极了，学生也有同感。我找您，就是想说说这件事。哦，恩师，经历了夺回响银的喜悦，经历了胜利带来的振奋，学生安静下来，仔细想了想，脑海中突然产生了一点疑惑。而且这种疑惑竟然始终挥之不去。什么疑惑？这种疑惑并没有什么依据，只是觉得这次胜利来得太容易了。一语中的，这也正是我感到不安的原因。你想一想，我们昨天早晨才使出了敲山震虎之计，而王氏兄弟和房哲到晚上便立刻行动起来。我们希望跟踪他们，能够查到响银的下落。果然，在这里真的就找到了响银。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不合理的因素，然而越是这样，越让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同寻常。恩师，您说的不同寻常是指什么？似乎这一切是有人在暗中早已安排好的，而我们只是被人操纵的棋子啊。您是说，我们跟踪王氏兄弟找到响银，全是黑衣社的歹人早已安排好的？然而目前，这只是我的推断，也可以说是感觉，没有丝毫的佐证。那么，您所说操纵我们的人是王氏兄弟吗？王氏兄弟和房哲在这出戏中不过就是个小角色，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是操纵者。黑衣社内构严谨，从黑衣天王到8位圣骑士，个个都是诡秘莫测，不露峥嵘。如果说我们这次行动真正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你想一想，这些黑衣社的核心人物能不跳出来吗？不错。再有，为了劫夺这500万两响银，他们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利用大地洞巧施诡计，竟不惜杀死朝廷的3000铁甲军。这就说明，此事对黑衣社来说不可谓不重。
然而今天，我们跟踪追击，突袭古堡，夺回了这些响银，而他们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应，这一点难道不奇怪吗？这点确实很奇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觉得这场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可恩师，如果事情真的如您所说，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黑衣社的歹人们将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响银，如此轻易地还给我们？这一点我也想不通。刚刚我在这里查看这些失而复得的银车，想从里面找到一些端倪。然而一番查看之后，一切都显得无懈可击。恩师，这会不会是我们矫枉过正，把对方想得太狡猾了？恐怕是我们自己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要真正破解此案，还是要从大漠结响的真情入手。恩师，而今响银已经找到，房哲内奸的身份也已经确定了，因此沙漠结响的真情似乎并非当务之急吧？哦，那么依你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依学生愚见，当务之急应当是查清王氏兄弟和房哲的幕后黑手，找到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与响银被劫之间的关联，进而彻底粉碎黑衣社的阴谋。说得不错。要想搞清这一切，应该从何入手呢？哦，你刚刚说到要查清王氏兄弟和房哲的幕后黑手，然而今王氏兄弟和房哲已经逃走，我们该当从何查起呢？还有，刚刚我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对于王凯和房哲身份的判定，我们恐怕也过于主观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王凯和房哲隶属于黑衣社，而恰恰这一点正是本案的关键。恩师，难道王氏兄弟和房哲银夜出城，前来古堡转运响银，这还不是直接的证据？这确实算是证据，但不是直接的证据，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将响银运出古堡，前往其他的地方。而且这也不是唯一的证据，这里还隐藏着很多的变数啊。因此，就目前的状况看来，弄清大漠结响的真相，判定出王凯和房哲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左右断案方向的最关键的一步。恩师，回到凉州后，我们该做什么？第一，查抄归义伯府，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第二，尽快治愈廖文清，从他口中探知真情。大人，大人，凉州卫大将军封阳到了。哦，狄阁老，凉州卫大军现在古堡之外，请阁老调动。好，传我将令，命令钦差卫队和凉州卫大军即刻启程，护送响银赶回凉州。是。二弟，这什么地方？大哥，别问那么多，快随我来。房将军，走。跟我来。大哥，快！二弟，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您说呢？我怎么会知道？大哥，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这里就是黑衣社的总坛，黑暗之山。
黑暗之山。不错，这里就是黑暗之山。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黑衣社的圣骑士。你投靠了黑衣社？正是。王爵爷，欢迎来到黑暗之山。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亲弟弟竟然一直在欺骗我。王兄，跟他们拼了！方兄，没用的，是我害了你。来人呐，将房将军和王爵爷请到下层休息。押下去。小桃姐，你们来啦。哎，有个黑影跑过去了，你们看见了吗？没有啊。小桃，药煎好了。你怎么了？小桃妹妹，时候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好这里交给我了。啊。好。哎，对了。啊。让院里的卫士也去休息吧，这些日子他们太辛苦了。好。卫士哥哥们，狄总管让大家回去歇息呢。是。让他跑了。狄兄哥哥，追吧！没有用的，弟兄们，严密把守西跨院，屋顶也要有人。是。
么了？你看他的脸，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了？他死了。死了？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为他喝了一碗药，怎么会？小桃姐，你们来啦！哎，有个黑影跑过去了，你们看见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怨我，都怨我！什么怨你啊？刚刚我端着药罐往西跨院来，看到前面有条黑影闪过，我便将药罐放在石桌上，然后跟踪。啊！你把药罐放在了石桌上？哎呀，小桃，你中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那个前来刺杀的蒙面人不过是个疑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开你的注意，他们好在药中下毒。那个蒙面人前来刺杀不过是做样子，真正的杀机是在这药罐之中啊！帝琛哥哥，都怨我，都怨我多管闲事儿。好了，小桃，别哭了，这也不能全怪你，是这些歹人太狡猾了。帝琛哥哥，先生临走的时候再三叮嘱，要照顾好病人。可现在出了这种事儿，这怎么和先生交代啊？事已至此，哭也没有用了。小桃，你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来处理。啊，回去吧。张怀在，传令钦差卫队仔细搜索，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走。是。威尔，你久住伯府之中，对这里的情况相当熟悉，今天就由你来当向导吧。乐意之极，大人，我们先到正堂吧。好。大人，这边请。哦。二位，跟我来吧。大人请。
恩师，这是文字吗？应该是的。王凯的祖先是从西洋来的武士，这上面的文字应该就是西洋文。哦。沈涛小报，大人，大人，将墙上的盾牌取下来。是。啊，大人，这盾牌是死的。死的，取不下来。把凳子搬过来。是。大人。怪哉，难道盾牌是刻上去的？这盾牌是金属制成，因此可以肯定不是刻在墙壁之上的。为什么取不下来呢？大人，这只盾牌就是王凯的祖先到达中华之前所隶属军队的标志。在伯府其他地方我也见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曾太啊，命令钦差卫队将这房中所有书籍全部运回刺史府，我要详细查看。是。恩师，怎么了？你们去吧。是是。黑衣圣骑士王肖恩年纪。这个造像应该是王凯和王强的先祖，名曰王肖恩。这本书是王氏兄弟的先祖撰写的大事年记，内中应该有我们感兴趣的内容，回去要好好研读一番。来。这图上所绘，似乎就是归义伯府。不错，
这里是前院二堂，两旁是花园。过了归义门，这里便是后园和后堂。归义伯父的家徒为何要藏在如此隐秘之处呢？真是令人不解啊！大人，我们再到后堂去看看吧，也许在那里还能有所发现。好。大人，几天前狄春三人被俘后，便是关押在这里。哦。难道王氏兄弟耗费人力物力，就是为了建造这样一座牢房？的确有些怪异。牢房建在地面上也是一样的，何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挖到地下呢？也许建这座牢房是为了关押一些重要的犯人。也有可能。大人，张环有什么发现？刚刚弟兄们询问了伯父的仆役，根据他的指点，找到了房哲居住的东厢房。哦，走去看看。走。恩师，这间屋子可真够干净的，什么也没有。说得好。张环在。大人，你去将那名伯父的仆役带来。是。大人，仆役带到。啊，跪下。哎，站着回话。哦，你叫什么名字？小的张三，东跨院的总管。哦，房哲是住在这间房中吗？正是。他以前来过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从来没有。他走了以后，这间房子你们收拾过吗？收拾过。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和现在一样，小的们就是擦了擦桌子，扫了扫地。哦，那梦柜中就是空的吗？正是。那些衣物是房哲的吧？回大人，这是我们老爷的，因房将军来时空着身子，什么也没带，因此老爷让我们把他自己的随身衣物给房将军拿来用。哦，好，
非常好，你下去吧。是啊，走。恩师，您问的这么详细，是发现了什么吗？曾太啊，传令，自即日起，归义伯府全面封闭，任何人没有钦差大令，不得擅入。是。走吧。我们回刺史府。处置使大人回府。老爷，怎么样，狄春？有什么动静吗？先生，我对不起你，廖文清死了。啊？什么？廖文清死了？先生，我无能，被坏人骗了。他没死，可我明明看见他断了气的。小桃，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老爷，您临行前说的对极了，果然有人前来行刺。小桃，你说说吧。前天夜里，我端着药罐从后厨出来，就发现一个黑影闪过，我将药罐放在了石桌上，随后紧跟，发现那个蒙面人进入西跨院中。小桃进屋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当时就想到那中定有蹊跷。我曾在闲聊时听李将军讲过，这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本事叫做轻功，会这种功夫的人个个都是高手。这些人昼伏夜行，藏身之术定然是最精到的，怎么会让不会武功的小桃发现呢？第二，我早就看过了，要前进西跨院，最好的路径就是穿过东墙根后那片竹林，越墙而入。那里竹林茂密，很少有人来往，旁人极难发现。然而那个蒙面人竟然选择从二堂方向而来，很明显，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小桃的注意。想到这两点，我一下子想到小桃手里的药罐。小桃妹妹，时候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了。哎，对了，让这里的卫士也回去休息吧。这些日子他们太辛苦了。好，卫士哥哥们，狄总管让大家回去休息呢。是。当时我知道刺客就在窗外看着我，于是我便假装为廖文清喝药，故意让他看到。啊，廖文清没有喝罐子里的药。那是当然。哎呦，吓死我了！谢天谢地。那后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以为那个刺客真的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呀。等刺客离开以后，我用锅底灰将廖文清的脸涂黑，又给他服了老爷您给我的麻沸散。麻沸散是什么东西啊？麻沸散是一种麻药，服用后人的呼吸会非常微弱。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便吹熄蜡烛，趁黑暗躺在了廖文清的榻上。果然，大约过了1个时辰，那个吸引小桃注意力的疑兵蒙面人终于动手了。他撞开窗户入屋行刺，被我和小桃帅卫士们围住。这家伙虚晃一枪，逃之夭夭。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走远，定然躲在不远的地方观察廖文清是不是真的死了。于是我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小桃，而是率卫士们
替廖文清收尸，一直忙活到半夜，估计刺客已经离去，我这才命卫士将廖文清抬回西厢房置于榻内。原来是这样啊，害得我空担心一场，连眼睛都哭肿了。好啊，狄春，你做得好啊，临危不乱，头脑清晰，更兼判断准确，用计果决，真不枉我对你的一番教诲呀！谢谢老爷夸奖。能得恩师如此夸奖，小狄春你了不起啊！就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好妹妹，我给你赔礼了，事情紧急，不得不如此处置。算了吧，反正啊，我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儿了。这不是闲事，小桃，你也了不起呀！你想想看，要不是你发现了那个蒙面人，狄春也不会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是不是啊？是啊，是啊。从小桃这几次深夜历险，奋不顾身地营救廖文清的经历来说，他昨夜的做法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啊！听大家这么一说，我心里觉得好多了。其实我也挺聪明的，只是缺少经验。小桃啊，我把廖文清再一次交到你的手里，你要好好的照顾他啊。先生，您放心吧，绝不会再出毛病了。恩师，我们临行之前，您就已经想到有人会前来刺杀廖文清。其实，我也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难以言宣的不安。多年断案的经验告诉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廖文清。您说的他们，是指黑衣社？当然。学生不明白，黑衣社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刺杀廖文清？如果在房哲的身份暴露之前，他们派人前来刺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廖文清醒来说出真相，房哲内奸的身份就会暴露。可现在呢，房哲的身份已露，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冒这种风险呢？问得好，问得非常好，曾太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弄清楚大漠结想真相的原因。学生还是不明白，这和大漠结想有什么关系？等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对了，恩师，夺回的饷银现已安置在凉州大校场中，凉州卫大将军封阳亲率重兵把守。好，曾太啊，你立刻传下处置使大令，命凉州卫麾下各军统领立刻到大校场中，我们将饷银配发下去。是。算上今天，元芳跟踪天驼商队已经整整3天了，不知他查到了什么。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与黑衣社的阴谋有什么关联？大漠结想行动是否与之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些谜团一日不解，案情便无法获得突破。后边的，去。装什么？走，后边的。来，走吧。来，后边的。好的。来了。检查。没什么好检查的，这都是村里的。快，哎，来，快跟上，快点，快，跟上，快点。站住！长官，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是城北王家堡的。到城里做什么？看您说的，我们乡下人还能做什么？不过是将村里出产的新鲜山货运进城里倒卖，赚几文散钱。这么多人都进城卖货？前些日子凉州封关，窝在城里的商队害怕货物腐坏，谁都不敢从我们手里进货。这不，现在总算开关了，
全村人合计着将山货运进城中，找几个买主发发利是，也好贴补家用。哦，是这样。长官，您就行个方便吧。查查看。是。队长没有夹带。行了，你们去吧。啊，多谢长官。啊，来来，快快快，快点，跟上。后面的跟上，来来来，快。几位来这边请啊！哎，来，就这儿了啊！哎，来，里边请。哎，走，里边请。不可有任何疏忽。守卫门口。哎，是啊。匡威圣骑士和坎威圣骑士一到多时，就等您了。走吧。这位圣骑士到了。娟儿姐，怎么样？一切顺利吗？放心吧，第一批宿主已安然送到，现分驻在紫韵街的10几家客栈中。有黑衣圣使临终统领。你们这边怎么样？非常顺利。响营现在凉州大校场中，狄仁杰查封了贵义伯府，机会来了。我看最后的攻击可以提前开始。来坐。我们马上商议一下，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而后通知黑衣天王。嚯！喂，这位爷爷，您这是怎么着？这不是窑子吗？是了您。大爷，我来玩玩，不成？是，那倒不是。这位爷您来早了点，院子里的姑娘还没起呢。叫起一个不就行了吗？哎，您知道院子里的规矩，姑娘们起来得先梳头化妆，让您等着不合适，不是？大爷就乐意等着。去。哎，这位爷，有啊，是你。逛窑子这么多规矩，去，快去给我找姑娘去。哎呦，去。大爷，您今儿来的可真早啊。怎么着？
不行啊。那哪能呢？这么着，您先到1层的客房中等一等，姑娘一会儿就到。哼，这还像句人话。哎呀，哎呀，哎呦呦！大爷，您这是怎么了？我这肚子绞的，东侧在什么地方？东侧啊，您往前走，一拐弯就是了。哦，那边。过来，我看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到东侧门口盯着他。哎。哎呀，哎呦，哎呦！哎呦，还他娘的摔死了！哎呦呦呦！网道的入口就在微国府地下，可是地下网道已近100年未曾使用，不知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2天后，大批宿主就要进入凉州，一旦网道不通，那全盘计划可就要受到损失了。我看这样，今夜子时，我们3人从翠红院中的密道暗进网道，一探究竟。好，我立刻将消息告知黑衣天王。怎么，他还没出来？没有。事情不对，你马上进去看看。哎呦，今儿这肚子忒不争气了。没事吧，大爷？哎呀，看来今儿是玩不成了。哎，妈妈，这个算是赏钱吧。啊，大爷，您明儿还来玩啊？啊，来来来，哎，大爷慢走。哎，大爷，看您请。大爷，您要走啊？嘿，您慢走啊。嗯，看您慢走，大爷。大爷慢走。他走了。关门上班。老客，喝点什么？大碗茶。好嘞。
启禀出使使大人，凉州卫全军饷银配发完毕，末将右抱涛为大将军封阳请辞。啊，大将军辛苦了，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呐。请大人放心，末将告辞。恩师，饷银安然到府，配发全军。抛开案情不说，对朝廷总算可以有个交代了。暴风雨就要来了。恩师，您怎么了？好像不太高兴。曾太啊，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种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我觉得将要有大事发生。哎，你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哎，你醒醒啊！醒醒啊！薇儿姐，你看着他，我去叫先生。哎，小桃，嫡传哥哥，不好了，廖文清不行了。啊，你说什么？快找先生！哎，小桃，先生去了大校长，还没有回来。啊，那怎么办呢？哎，老爷回来了，快走，走。先生，好，李纯，怎么了？你快去看看吧，他不行了。廖文清，是啊，走，看看去。快呀，醒醒！薇儿姐，他怎么样？怕是不行了。怎么样？醒醒啊！李纯呐，取针来。是。好，把他扶起来。啊。老爷，针。先生，别把他扎死了。不会的，狄纯，取水来。是，扶他躺下啊。来，好，喂他喝下。来，恩师，他不要紧吧？放心吧。廖副将，你觉得怎么样啊？老爷，您跟谁说话？当然是在跟他。他？这是什么地方？醒了，他醒了，醒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喝点水。太好了，大漠揭晓了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是啊，今天我们还提到了此事，真是天助我也啊！是啊。哎，先生，刚刚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不行了呢。哦，他是被脓血卡住了喉咙，致使呼吸不畅，这才会浑身抽搐。真是太好了，先生，他终于醒过来了。哎，小桃啊，这还多亏了你呀！若不是你精心照料，他这条命早就没了。咱们的小桃可是大功臣呐！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当然可以，这里是凉州刺史府。啊，这里是刺史府？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直到几天前，我们才真正确定了你的身份。众位大人救命之恩，末将敏感五内，永生不忘。好了，你重伤在身，就不必多礼了啊。
不过说到这个谢字，你最应该感谢的是小桃姑娘。若不是她，即使你没有死于伤患，恐怕也要丧命于刺客之手啊！温情谢姑娘救命之恩。廖副将，我们一直在等你，同时也在等待真相。现在你可以对我们说一说大漠之中响银被劫的真实情形了吗？那天，大军进入沙漠不久，便遇到了大地洞，强风卷起100丈黄沙，将众军打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王将军，怎么了？情景真是太恐怖了。末将是凉州人，可以说对大漠相当熟悉，可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那后来呢？待地洞停止，暴风过去，房将军命参将查看饮水储备的状况。将军，已检视过众军，42人，重伤48人，轻伤160人。将尸体运上大车，重伤车载，轻伤随行。是，将军。刚刚统计了各队储备饮水的状况。怎么样？储备在大车之上的桶装水已全部损失，而今只剩下众军随身携带的饮水。还有多少？全军加在一起，整袋水只剩40袋。在参将检查之下，全军只剩下40袋整水了。只剩40袋。是啊，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通往凉州的官道竟被黄沙掩埋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得使用罗盘和地图，硬着头皮向前行进。我们现在在抱沙梁，把罗盘给我。这个方向，将军，大漠之中没有标识物，光靠地图和罗盘是靠不住的。万一偏离，那……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后来，大军因缺水，已无法继续前进。方将军命大军驻扎，率末将领50名军士前去找水找路。当我们走进彩虹峡谷的时候，那里出现了奇幻之象。什么奇幻之象？我们看到了黑衣圣使。怎么倒了？拿水来，快！怎么了？扶起来！没事吧你？扶他躺下。原地歇息，大家原地歇息。这是什么地方？按地图和罗盘所示，这条路应该是通往凉州的。哎，我们离开大军已有几个时辰了吧？是啊。将大军留在大漠之中，我这心里有些不安呐。没有饮水，大军在沙漠中无法行走。况且，
咱们出来寻路找水也是迫不得已啊。项营有铁甲军护卫，应该不会有事。临行前我下令，如果咱们回不去了，便命中军沙陀饮血，等候救援。怪不得您下令徒步前去寻路，原来是为了这个。是啊。将军，你看，这什么人？这是是黑衣天王！快看，黑衣天王！黑衣天王是什么？当地老百姓传说，附近有个黑暗之山，山里住着黑衣天王，他们掌管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行路商旅的生死安危，难道让咱们给碰上了？啊！怎么应战？开始，大家尚有敌意，在房将军的号令下，组成了战斗队形。可这些黑衣圣使似乎并无恶意。来到近前，为首的圣使手一挥，地下的土坑中立刻冒出清水。军士们一见之下，再也忍耐不住，一拥上前。这些黑衣圣使都是什么样子？身穿黑衣白裤，头戴青铜面具，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衣天王庙中的塑像一般。你是哪里人士？末将是凉州城北王家堡人。哦，你是王家堡人？正是。你继续说吧。转眼之间，军士们拥上前去，真说得上是鲸吞牛饮。将军，水！啊！水！黑衣天王是来救我们的，弟兄们，快去喝水！当时，众军欢声一片，以为真是遇到了救星。可没想到，大人，末将。哦，好了，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啊，不要着急，说吧。后来，方将军对末将说：“看来这些黑衣圣使确实是来救我们，你也过去喝点水吧。”其实，末将早已口渴难忍。可当我看到房将军并没有过去的意思，末将也只有再忍耐一时。当时我想，他之所以没有喝水，可能是由于身为统军将领，不好与军士抢水。但等军士们喝完之后，他总是要去的。于是，我便留在了他的身旁。真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逢神之搭救，真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是啊，走，过去看看。你怎么了？将军，事情不对啊！事情当然不对。你以为真的有黑衣天王？你以为真的会有人无缘无故的为大军送来清水？是你！是我！那些歹人将末将捆绑起来，在房哲的指引下，进入大漠，找到大军。将毒水分于众军喝下，待众军毒发后，这才率领装载饷银的驼队向西北方向而去。西北方向？正是。恩师，整个作案过程与您出发清剿古堡之前做出的推断，竟是丝毫不差，学生服了。如此说来，房哲就是隐藏在大军中的内奸。末将万万也没有想到，跟随房将军10几年，他竟然会是……
你被俘之后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我浑身绑缚，跟随车队颠簸很长时间，穿过沙漠，进入大山之中。约莫在入夜时分，来到了荒山中的一座古堡。你也到过荒山古堡？正是。啊，你继续说吧。到达古堡之后，他们押着我去见一个打扮得怪模怪样的人。那个人问了我几句话，然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于是，我被3个人带到荒山之中，也是天不绝我。由于一路上的颠簸，绑绳已经松动。就在他们准备动手除掉我的时候，末将挣脱绑缚，与他们展开肉搏。虽然身受重伤，却将那3个歹人杀死。我在黑夜中冒着大雨拼命地奔跑，后来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这样。那房哲呢？之后你还见过房哲吗？再也没有见过。廖副将，你是否知道房哲将军的祖籍是哪里？回大人，房将军就是凉州人士。是这样。好了，廖副将，你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吧。我们以后再谈啊。是。小桃啊，你要好好照顾廖将军啊。一定。曾太，对，哎，走吧。好。来休息一下吧。恩师，看来房哲就是隐藏在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我们并没有冤枉他，而今廖副将醒来，述说了大漠结响的真情，这应该是最直接的举证了。好，你继续说吧。恩师，而今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首先，黑衣社预测到凉州将爆发大地动，而就在此时，他们得到了房哲的内报，朝廷将派其押运激发戍边卫各军的500万两饷银前赴凉州。于是，黑衣社逆魁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利用凉州大地动，设定巧计劫夺饷银。第一步便是房哲利用解运大军主帅之便，将大军出发的时刻、行走路线，甚至何时到达凉州大漠的准确时间，提供给黑衣社得知。而后，王凯率黑衣社歹人按照房哲提供的时刻，在大漠之中提前埋伏。在解运大军极度缺水的情况下，他们乔装神职迷惑大军，将毒药下在水中，而军中又有房哲作为内应，在黑衣社歹人出现之时不加防范，最终致令大军惨遭荼毒，全部罹难。而后，他们将饷银转运到荒山古堡，由王强负责隐藏。然此事却被恩师提前侦知。回达凉州后，我们2探古堡，敲山震虎，最终使房哲和王氏兄弟露出了狐狸尾巴。惊慌之下，他们连夜出城，准备将饷银转走，不想被我们跟踪追击，打了个措手不及。看目前的状况，此案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终于真相大白了。可大人，现在王氏兄弟和房哲逃走，该怎么办呢？如果事情真像曾太分析的那样，那么我可以肯定，这些人一定还会再出现。如果按照曾太的推断，王氏兄弟和房哲就是策动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来，黑衣社的阴谋绝不仅指劫夺饷银这么简单。那么一旦进行下一步计划，这3个核心人物是不是要出现呢？有道理。恩师，您在想什么？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连日奔波，你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就是网道的入口。打开。你在这守着。是。过来。熄灭堂中灯火。把柱子抬过来。是。什么声音？不知道。走，去看看。是窗户。没动静了，是风吹开的吧？这是正堂，网道的位置应该在后堂之下。
这里就应该是网道入口。嗯。你是谁？你说呢？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少说废话，拿命吧！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身为黑衣社成员，这等背叛之事，竟然还有脸为自己求情？当时在大漠之中，我不过是心存不忍，一时冲动才喊出那句话。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在荒山中，我已经死过一回了，你们就当我死了还不成吗？可你还活着，只有死人才会闭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泄露任何秘密。下午那位狄大人盘问于我，我将责任全部推到了房哲身上。你想一想，说出了大漠中的实情，我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你就放过我吧。你真的是内奸？怎么样，廖副将，该说实话了吧？大人，我……好吧，我先给你开个头吧。你是黑衣社隐伏在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隶属于圣骑士王强。就是你将解运大军出发的时刻及到达凉州大漠的时间提前通告了黑衣社，并暗匿军中，以为内应。你故意将为大军储备饮水的后军放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当地洞爆发，强风袭来之时，储水后军首当其冲。我说的不错吧？是的。在大地洞过后，大军失去了饮水，更为糟糕的是，连官道也被黄沙掩埋。方哲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率领小队军士前去寻水找路，而为小队带路的人正是你。你将他们带进了黑衣社预先埋伏好的袭击地点。就在他们皮可交加之时，那些伪装成神仙的黑衣社歹人们便出现了。大人，还是我自己说吧。说吧。大人可能知道，甘凉大漠地处偏僻，
大漠中天气变化奇诡莫测，平常眼见的晴空朗朗，可转眼之间暴风便横扫而来，行旅上队多受其苦。如果再遇到大地洞，那旋风沙暴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是的，我知道。本来大漠节想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由我在大军使用的罗盘和地图上做下手脚，将大军带入沙漠深处的大风口抱沙梁。那里不要说地洞之时，就是平素一天便要爆发3、4次大旋风。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使大军失去饮水，待大军失水后，再由我将他们引到黑衣社预先埋伏的地点彩虹峡谷。镇卫圣骑士早已率人在那里等候。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可暴风过后，房将军却令大军原地驻扎。他率小队前去寻路找水，我劝说他率大军同行，可他却执意不肯。我无奈之下，只得领着房将军和找水小队进入彩虹峡谷。当黑衣圣使出现的时候，房将军非常紧张。什么阴阵？好家伙！将军，如果真的是黑衣天王，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不如尽管启动。将军，水！啊！黑衣天王是来救我们的，弟兄们，快去喝水！藏在水里的毒药名叫欢乐笑，是黑衣社经过多年研制而成的奇毒。它无色无味，难以辨别。人服用之后极其兴奋，狂呼高涨，不能自己。然而，一旦停下来，药毒便侵入肌理，致人死命。当时那里的情形我是亲眼见到的，军士们不到半个时辰，便力竭吐血而亡。其状真是惨不忍睹啊！为了一个歹毒的计划，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置数千生命于不顾，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大人，当时我亲眼看着众军喝下毒水之后，我的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当时你良心发现，提醒房者水中有毒，然而房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身旁的黑衣社歹徒刺伤，而你自然就成为了黑衣社的叛徒。大人，这些你怎么知道的？推断。推断。好了，你继续说吧。眼见众军喝下水后并无异状，房将军渐渐失去了戒心。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蒙神旨搭救，真可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是啊，走，看看去。多谢天王搭救，房者敏感五内，莫齿不忘。待到达凉州之后，末将要具表朝廷，为黑衣天王树碑立庙，光大神德。喝水吧。方将军，水里有毒！方将军，是我害了你。方将军，身为黑衣圣使，就如此的脆弱，在关键的时刻感情用事，叛卖神社，险些是计划功败垂成。廖文清，你该当何罪？圣骑士，你不用解释了，你马上带我找到集运大军，或许还可以将功赎罪。是。镇卫圣骑士
命我带路，找到了在沙漠中驻扎的大军。我谎称已找到了通关路径和饮水，方将军就在前面等候。众军深信不疑，喝下了黑衣社带来的毒水。事情结束后，我被带回了荒山古堡，见到了圣骑士王强，他当即下令将我处死。于是我被带出古堡，来到荒山之中。走，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好了，就在这儿吧。跪下！生死攸关，我赌那个行刑的黑衣圣士会刺我的心脏，于是我提前侧身，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是这样。恩师，又被您说中了，房哲果然是冤枉的。那么后来呢？后来山中下起了大雨，我挣扎着在雨中奔跑，不久便失去了知觉。这才有了您在峡谷中将我救起的那一幕。你刚刚说起大漠结响的首领叫镇卫圣骑士，正是，她是黑衣社8位圣骑士之一，是个女子。是的，大人可能有所不知，黑衣社的8位圣骑士，除王强1人之外，其余7人都是女子。哦，他们平时以面具遮脸，不露形容。镇卫圣骑士的真面目，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黑衣天王是男是女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黑衣天王，听社中人说，只有8位圣骑士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么，归义伯王凯在黑衣社中是什么职位？王凯就是圣骑士王强的哥哥。王凯，从没听说过。大人，您是怎么知道我是黑衣社的成员？首先，你出现的地方非常可疑。我们是在距离荒山谷堡约30里的峡谷之中救起你的，而这个地点距大军遇袭的大漠有200多里。如果说你是在大漠里与结响的黑衣社歹人搏斗之后身负重伤逃出升天，那么你为什么不奔到凉州向官府报告，而是要穿过凉州城到荒山中去呢？今天你苏醒之后对我说起，你在大漠中发现了黑衣社的阴谋，被内奸房哲抓捕之后发送到古堡之中，这就更可疑了。首先，房哲将你抓住之后，为什么不逼迫你服下毒水，与3000解运大军一起死在沙漠中，却要多此一举地将你带到荒山古堡，再行灭口之举呢？不错不错，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信服。第二，作为隐藏在大军之中的内奸房哲，在结响行动结束之后，为什么不随同黑衣社的歹人离开，却要假装身负重伤留在现场？如果说他留下是为了苏醒之后编造一个黑衣天王劫夺饷银的神奇故事，将案件引向冥冥之中，这还有情可原。然而房哲的行动路线却恰恰相反，在刺史府中，他明明已经醒来，却假意昏迷，几次3番暗中潜入
你养伤的这个西厢房中。怎么，房将军曾到西厢房找我？当时，元芳和小桃认为他是刺客，我也曾一度这样认为。然而，随着我们跟踪王氏兄弟和房哲，在古堡中找到了饷银。随着我们查抄归义伯府，搜查房哲的房间，我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初的推断是错误的，房哲并不是内奸。恩师，那么房哲为什么要几次三番潜入西厢房，又为什么逃出刺史府去找王氏兄弟？作为解运大军的主帅，丢失饷银，其责之大，不言而喻。就算是圣上宽恩，免去房哲的死罪，他也要锒铛入狱，永世不见天日。因此，他不是不想醒，而是不敢醒啊！不敢醒。是啊，一旦他苏醒，便会立刻被押回神都，叫三法司处置，他就再也没有争辩的机会。我想当时房哲的想法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只要他还在重伤昏迷之中，朝廷便不至将其押回神都，交付三司。然而当我到来之后，他在假意昏迷中听到我们在荒山中救了一个重伤的军官时，一切都改变了。他夜探西厢房，想看一看这个军官是不是出卖他的廖文清。果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于是他第二次潜入西厢房，想要从廖文清的口中问出饷银的下落，将功折罪。原来是这样。我二探古堡回城后，小桃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在屋外听到有人嘶哑着嗓子低低的吼叫。起来！快告诉我，饷银在哪儿？在哪儿？快告诉我！说。这就是所谓刺杀廖文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当房哲发现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他时，他便连夜逃出刺史府，去找他的好朋友王凯。王凯是房哲的好朋友？目前这二人失踪，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只能做出唯一合理性的推断。房哲是凉州人，王凯也是世居凉州，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旧时相识。有道理。那么他找王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请王凯帮忙夺回饷银。您的意思是，王凯也不是黑衣社的成员？这一点目前还不能肯定。即使王凯是黑衣社的成员，房哲也并不知道，否则他绝不会前去找他商议对策。今晨我们搜查房哲在归义伯府的房间，发现那里边空空如也。
你叫什么名字？小的张三，东跨院的总管。哦，房哲是住在这间房中吗？正是。他以前来过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从来没有。他走了以后，这间房子你们收拾过吗？收拾过。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和现在一样，小的们就是擦了擦桌子，扫了扫地。哦，那梦柜中就是空的吗？正是。那些衣物是房哲的吧？回大人，这是我们老爷的。因房将军来时空着身子，什么也没带，因此老爷让我们把他自己的随身衣物给房将军拿来用。这你还记得吧？是的，我记得。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果说房哲真是黑衣社的成员，即使暂时住在归义伯府中，怎么会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这一点太不合常理了。而且黑衣社有统一的着装，黑袍和青铜面具，可在房哲的屋中什么都没发现。这令我确信房哲绝不是黑衣社的成员。此时我感到大漠结想的真相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同时我也想到了廖文清。大人，您是我所见过最精细最聪明的人。回到刺史府后，狄春和小桃告诉我，有刺客前来刺杀廖文清。当时，曾泰提出了一个问题：学生不明白，黑衣社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刺杀廖文清？如果在房哲的身份暴露之前，他们派人前来刺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廖文清醒来说出真相，房哲内奸的身份就会暴露。可现在呢，房哲的身份已露，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冒这种风险呢？问得好，问得非常好，曾太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弄清楚大漠结想真相的原因。当时，曾太已经察觉到事情的发展有些不太合乎情理，而我已经渐渐地确定，那个隐藏于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不是房哲，而是廖文清。黑衣社之所以会派人前来暗杀，就是怕一旦廖文清说出实情，房哲的冤屈就会被洗清。这样，他们利用房哲内奸的身份，精心策划的一场引我们找到响银的计划便会暴露。什么？恩师，是黑衣社故意要引我们找到响银？如果不是这样，王强身为黑衣社的圣骑士，为什么要引领他的敌人房哲前赴荒山古堡，并且让他看到那些响银呢？为什么？因为黑衣社知道我们一直在盯着归义伯府，一直在盯着房哲，只要他有动静，我们立刻就会顺藤摸瓜，跟踪追击。事情果然不出他们所料，王氏兄弟带房哲前去荒山古堡，我们随后跟上，在那里果然找到了响银，而这恰恰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可他们这么做目的是什么？问得好，这一点现在仍然是个谜团。这就是今天在大校场，为什么我说将有大事发生的原因。下午廖文清醒来，一番说辞漏洞百出，我确定你是在撒谎，原因当然是害怕说出实情后自己罪责难逃。于是入夜之后，我暗命狄春假扮刺客，巧使诈术，终于逼得你自己说出了真情。
真是防不胜防啊！我以为自己的一番说辞已经天衣无缝，谁料想，大人，廖文清两世为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只求速死。你出卖了自己的同袍，令3000大军横死大漠，换来的是什么？是一场杀身之祸。所幸你良知未泯，天理昭彰，碰到了我们，将你救下，这才幸免于难。你活下来了，可你想到过没有？那些在大漠之中无辜死难的军士，他们的家人会作何感想？大人，求求您别再说了。好了，而今你重伤初愈，还是好好休息吧。廖文清，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再好好想一想，也许我们今日的谈话，你还漏掉了什么细节。也许对我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是啊。哦，对了，曾太啊，今臣查抄伯府地下书房时得到的那本《黑衣圣骑士萧恩年记》，还有那个牛皮套筒，现在何处啊？已放到了正堂，您的书案之上。好极了，也许从那里边能够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哎，黑衣圣使怎么还不来啊？就是。行行，别在这儿睡啊！哎呦，老三，哎呀，好饿！肚子疼死我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是啊，疼死我了！怎么回事？老三，没事吧？老三，这怎么了？这是？你们看他的肚子！这怎么回事啊？什么都没看，你看。老三，怎么了？妖怪！有妖怪！妖怪啊！老板，您叫我们？刚刚听到那边2间房大呼小叫的，这会儿没声了。你们2个去看看。嗯，是。没声啊！敲门问。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客官，撞开！行，来。这什么东西？
王四儿，小齐，王四儿，小齐。天驼、红蝙蝠、死亡之神。哦，曾太啊！啊，恩师，在这本书中是不是查到了一些端倪？你看看这个啊，死亡之神。书上说，前隋大业中期，有一个天驼僧人，将一种可怕的动物带进了中原。此物名叫红蝙蝠，夜间出动觅食，专门吸食人畜的鲜血和脑髓，世人称之为死亡之神。红蝙蝠，死亡之神。我可以断定，那种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就是这个红蝙蝠。恩师，那些神秘之物就是这图上画的红蝙蝠？这里边有2个契合点。第一，书中记载，此物原产于天驼，并由天驼人带入内地。而我们日前搜查天驼客商居住的平阳驿站时，恰恰发现了神秘之物的踪迹。我想，这绝不是巧合。第二，从书中所绘红蝙蝠的图形来看，此物嘴部长着一条长长的尖刺，为的是吸食人畜的鲜血和脑髓。而我们在古堡和洪家堡命案现场发现的死者身上毫无伤口，且面容栩栩如生。他们的脸色怎么像活人一样？这就说明他们死前毫无察觉。这种状况正符合书中描述红蝙蝠袭击人类的特征。他们先以尖刺刺入人的头部，而后从尖刺中放出唾液，致使被袭之人麻痹，最后再吸食鲜血和脑髓。这样，被他杀死的人其实是死在麻痹之中，毫无痛苦，这才致使他们面容栩栩如生，而且死者身上肯定是有伤口的，应该就是红蝙蝠尖刺所留。然伤口微小，又藏在死者的头发之中，所以我们并没有发现。有道理。你再看看那后面，
恩师，这几页被人撕去了。是谁撕下了这最关键的几页呢？是王凯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老爷，老爷，怎么了，狄春？你看谁回来了？谁？元芳大人，你可回来了。怎么样？这几日跟查下来，有什么收获吗？收获颇丰啊。哦，我还是从头说起吧。来，快过来，警察，站住！是要卖货吗？是。都有些什么货呀？栗子、核桃要什么有什么。哎，正等着你们呢，老哥们，跟我走吧。走啊！来。哎，走了。快点，站住！干什么呢？长官进城卖货。哪个村的？城北李家堡的。这2天是怎么了？凉州附近4乡8镇的老乡都进城买货，我说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呀？瞧您说的，大可怎么个商量法啊？我们呀是听说王家堡村的山货在城里卖了高价，这才进城碰碰运气。哦，是这么回事啊！行了，兄弟们，检查吧。是。是要卖货吗？是。走。大人，大人。哦，大将军。大人，大事不好了！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大人，昨天夜里，凉州卫各军中爆发瘟疫，时至眼下，已有近1万人感染，300余人丧生。什么？大人，瘟病传播的速度前所未有，照此下去，不用2天。戍边大军将全部瘫痪。大人，您一定要想个办法，否则戍边大军就全完了。曾泰在，你留镇刺史府。元芳，叫上维尔，我们立刻赶奔凉州卫。是。大人，驾马。大人，您快来看看吧，大营中所有军卒已全部感染，只有这几个算是轻的，尚可以走动。您再到这边看看。好。大人，你看，这些是死去的军卒。大人，小心呐，千万别感染了瘟病。好，大家不要动，不要动啊！都是大人，大人，躺下。大人，您都看到了，大营中的军卒全部感染，军医们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他这是怎么了？大人，他也感染了瘟病，快扶他躺下。是。好厉害的瘟病！大人，有什么办法？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家家店铺都打烊上班？说的就是啊！自今日辰时起，街上就没有一家买卖下班开张，叫门也不应。小的觉得事情不对，这才上报了衙门。把门给我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店里有人吗？店里有人吗？送！是。大人，不好，是瘟疫！马上禀报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大事不好了！城南的温阳街、平正街、龙兴街、上府街、县前街、农史街等大大小小10数条街道爆发瘟疫呀！街上的买卖库户、居家住户全都发病，无一例外呀！什么？城里也爆发了瘟疫？大人，如果不赶快想出办法，恐怕疫情便难以控制了。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城北紫印街爆发瘟疫。街中鸿运客栈等10几家店铺中的老板、伙计和一部分客商死亡，其余人全部染病卧床，而今紫印街已成死街呀！这是怎么办呢？赶快上报朝廷！李大人，在，立刻下令，凉州刺史府衙下捕快人众，凉州城防营众军，迅速封闭染疫街坊，绝不能让疫情继续扩散。是。吴司马在，立刻封闭凉州所有城门，任何人不得进出。是。诸位，而今事态万分严峻，诸位要谨守各衙，安抚百姓的情绪，千万不可酿成民变呐！是。等出知使大人回来，一定会想出办法的。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前2天封关，今儿个连街都要封了。传来的消息说城中闹瘟疫了。什么瘟疫？我的天，咱凉州怎么这么倒霉呀？啥地宫刚过，又闹起了瘟疫。就是啊，这没法过。怎么样，都到齐了吗？总共600宿主，已全部进入地道之中。好。今天夜里就要让凉州变成一座死城。出大事了！走开啊！情况我都知道了。看来黑衣社的歹人们已经行动了。恩师，
现在该怎么办？镇静，镇静。而今最需要的就是镇静。我要好好的想一想。曾太在，元芳，我要在这里好好的想一想，就在这正堂，除非有紧急情况，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是。打开。是。怎么样？离位圣骑士和坎位圣骑士命小妹向您禀告，死亡之神已全部异化成功。太好了！你回去告知2位圣骑士，立刻打开凉州城内所有网道的暗门，放出死亡之神。今天夜里就是他们的盛宴。是。最后的攻击立刻开始，凉州马上就是我们的了。集合凉州城内所有人众，准备出击。是。是谁？怎么了，小桃？李将军，刺史大人，你们快去看看吧，狄川哥哥发病了。啊！走。狄川，怎么回事？李将军，刚刚在院子里，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飞了过去，然后我用手将它打飞，可是没想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就扎在了我的头上。突然之间，我头脑晕眩，我就好了，狄春，别再说话了，好好休息啊！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厉害？难道会是红蝙蝠？可刺史府内怎么会有红蝙蝠呢？元芳，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今天晚上要出大事。大将军！大将军，不好了！守卫刺史府的钦差卫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倒下一片，你快去看看吧。走。大将军，你看。把他们抬进后堂，所有卫士关闭房门。是。曾兄，我看事情有些不妙，马上去见大人。
手！后面那块跟上，快！第1、2、3队立刻占领各个垭口府地，收集关照府尹，杀死所有官吏。走，跟上！快，跟上，跟上！第4、5、6、7队把守各条大街的出入口。走，是。跟上，跟上！快！8、9、10、11队奔赴徐防营，解决尚未染病的军士。走，是。跟上，跟上！走。快，其余各队随我突袭刺史府。走，是。快，跟上！快！维尔，有事吗？当然。什么事？说吧。狄大人，城中瘟疫流行，居民9死10伤，现在您想怎么办呢？你没有看到我不是正在想办法吗？已经晚了。这话什么意思？刺史府中如此安静，你这位神断就没有感到奇怪吗？好了，别看了。我说过，现在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否则，我怎么会站在你的面前呢？你是黑衣社的人，真聪明，只可惜晚了一点儿。我就是黑衣社的前卫圣骑士。元芳和曾泰呢？刚刚刺史府内出现了很多死亡之神，你的管家狄春和大部分牵牛卫都已身染瘟病。李元芳和曾泰想向你禀报，可是还没有走到堂前，便中了我的暗器。看来府中所有的卫士都已经倒下了。哼，一点儿不错。你们可真是处心积虑。这是当然。黑衣社多年来潜藏利爪，等的就是这一天。你们要夺取凉州？这个“夺”字用的不太恰当。凉州本来就是我们黑衣团的，是你们将凉州从我们的手中夺走。看来我马上就要死了。这也不一定，这就要看黑衣天王的意思了。也许他需要留下你，同我们合作。黑衣天王究竟是谁？哼，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这么好奇？可能是我多年断案养成的毛病吧。我喜欢追根溯源，即使在失败的时候，至少我要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你会见到他的。王凯不是你们黑衣社的人吧？当然不是。这些年来，他继承父业，组成了一支队伍，专门对付黑衣社，这令我们很头疼。感谢你，终于替我们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我一直有一丝隐隐的怀疑，一直觉得我们针对归义伯府的探查行动，似乎有人在暗中操纵。原来这个操纵的人就是你。哼，
说的对极了，正是我一步一步带着你们，将查案的矛头指向了王凯。当然，这也是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我终于明白了，梅香是王凯的心腹，他才是真正潜伏在黑衣社中的内线，而王强和你才是黑衣社派到王凯身边的卧底。当时梅香真知了你们的阴谋，本想赶回凉州向王凯禀告，然而他的行踪被你们发现，于是你们派人连夜追杀。当我们追到王家堡时，遇到了你们。怎么？当时你也在王家堡？正是。哎，把他放下。你说什么？老爷，他似乎要说什么话。小姑娘，你要说什么？小姑娘，你说什么？姑娘，你想要说什么？黑之山，黑暗之山，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抢银，大地洞响银。李春，取下来。好。凉州吉祥巷红姑。哎，他死了啊！当时我听到李元芳叫你大人，这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本来我想动手除掉你们，然而李元芳高卓的武功令我望而生畏，于是我连夜赶回荒山古堡，将此事告知了黑衣天王。黑衣天王在荒山古堡中？正是。于是你得到了黑衣天王的指示，进一步摸清我们的底细，因为你们知道，从王家堡向北必然要经过荒山古堡，而你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不错。当你们到达古堡之后，我让王强陪你们闲聊，而我悄悄潜入了你们的房间。那份圣旨是皇帝武则天亲自写的，准许你从江州武平县回并州老家休养3个月。我说的不错吧？不错。而官凭上则清楚地写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内史狄仁杰。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我们碰上了传说中断案如神、大名鼎鼎的宰相狄仁杰。也就是在那天夜里，黑衣社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因你而改变，
我倒想听一听。当然，得知你的真实身份后，我马上向黑衣天王禀告。我们商议之下，决定利用你不同寻常的身份，以及与刺史大人曾泰的师生关系来做文章。总体来说，计划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我在古堡谛听之中出手相救，从而为日后在凉州的再次相见和成功卧底打下伏笔。大家用湿布掩住口鼻，快！明白了，梅香临死前所说的凉州吉祥相红姑，并不是要我把那条腰带交给凉州吉祥相的红姑，而是要我将腰带交给吉祥相归义伯府的主人王凯。而他所说红姑的意思，其实是经过多方探查，他发现了那个隐藏在王凯身边名叫红姑的卧底，其实就是你，威尔。只是他重伤之下说话不能连贯，被我们误解了。太对了，这是神来之笔，天助我们。当我在王家堡听到梅香这几句断续的说话之后，一个挑起你和王凯之间矛盾的计策便产生了。哦，在古堡的那天夜里，我请李元芳到我的房中。我有一妹居于凉州，虽非千山阻隔，然女儿之身不便远行，因此想烦请李先生代为捎去书信一封。分内之事，何须夫人到老？不知书信现在何处？凉州城西吉祥相交给红姑。其实，王凯在很早以前就得到过梅香的密报，黑衣社派有卧底在他身边，暗号叫红姑。这些年来，王凯一直在暗中调查。于是，当狄春前去送信，声称要将信交给红姑时，王凯顿时将他当作了黑衣社前来联系的线人。有人吗？有人吗？怎么回事？有几个陌生人在门前。哦，现在何处？现在大门外。有人吗？贵主人，小人狄春受人之托，要将2件东西转交给一位叫红姑的人，不知贵处可有此人呢？他们是来找红姑的。空的。可以肯定，这几个人是来伯府与红姑接头的线人。你马上将他们诱入后堂拿下。是。几位，我家主人在堂内等候。多谢之意，多谢。
王凯将狄春三人扣押在府，频频审讯，却得不到答案。再加上王强推波助澜，更令他觉得事情非常可疑。这招棋果然高明。当时我料定，当你们得知狄春前去伯府送信，整日未归的消息后，定会派武功高强的李元芳前往伯府探查。于是我命王强带领装载死亡之神的马车进入伯府，并且故意让李元芳看到王凯与王强在一起秘密商议，这样自然而然便将矛头指向了王凯。李元芳中毒晕厥，被我救起。醒后我告诉他，狄春三人被王凯抓住，而王凯和王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二人都是黑衣社的下属。李元芳果然深信不疑。当夜，我又与王强合演了一出搜房的好戏，更令李元芳感到王凯、王强定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黑衣社逆魁。回府后，他将这一切告诉了你，这样，王凯黑衣社歹徒的身份便被彻底坐实了。这，也才有了后面的行动。我想，房哲前出刺史府去找王凯，定然令你们喜出望外吧。其实这件事也在我们预料之中。能说给我听听吗？我想这一点，黑衣天王非常乐意为你解释。哦，威儿说的对极了。请吧，狄大人。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衣天王。哼，刚刚威尔只讲到了计划的第一部分，其实在这部分当中，最精彩的一点，他并没有讲到。我是在等天王到来，自己向聪明的狄大人解释。我非常乐意。这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黑衣天王卧底在了你的身边。什么？哦，是你？你是黑衣天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的徒弟小桃才是真正的黑衣天王。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黑衣天王。能让断案如神的狄阁老如此吃惊，这是我的荣幸。为了成功潜入你的身边，我们可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首先，我选中了村东头无父无母的小姑娘小桃的家，而后命黑衣圣使将其杀死。我则扮成小桃，住在了那里。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让洪家堡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就是小桃。首先，小桃无依无靠，平常很少与村中之人来往，而且她喜欢女扮男装，所以洪家堡村的人对她的长相本来就不十分熟悉。再加上是黑衣圣使将我带到了村民们面前，说我就是小桃，他们就是有所怀疑，也不敢说出口。因此，做到这一点，倒并不费事。最困难的
是第3件，那就是要骗过你的眼睛。于是，我从说话到着装，再到举止形态，做了很大的变化。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怎么了，先生？我的天哪，这就是凉州城啊！怨我，都怨我！果然，你毫不怀疑地认同了我的身份。我终于明白了，黑衣社为什么要放出那些死亡之神，将洪家堡村全体村民杀死，就是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泄露你是贾小桃的秘密。哼，不错，黑衣社行事一向稳妥为先。那你为什么要潜入到我的身边？当然是为了随时掌握你们的动向，更准确地指挥整个计划的实施。这一点你确实做到了。首先，你从侧面不露声色地引领李元芳将那个2次夜探西厢房的人断定为刺客，而后你又用自己精湛的演技将我们的怀疑焦点都集中到了房哲的身上。可怜房哲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已经被断定为内奸和刺客。随着房哲逃到归义伯府，你们的灾害计划显得更加顺利。你和威尔利用在我身边掌握的讯息，连连向王强发布指令，最终达到引诱我们跟踪王氏兄弟和房哲，找到那些饗银的目的。哦，这一点你已经想到了。其实，在夺回饗银的那天夜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被人利用了。你想一想，我们昨天早晨才使出了敲山震虎之计，而王氏兄弟和房哲到晚上便立刻行动起来。我们希望跟踪他们，能够查到饗银的下落。果然，在这里真的就找到了饗银。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不合理的因素，然而越是这样，越让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同寻常。哼，然而你却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吗？是啊。这一点，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在带走饗银的同时，也将死亡之神带出了古堡，带进了你的凉州卫大军之中。什么？你是说，那些红蝙蝠藏在承载银箱的驼架之中？哼，怎么，又感到吃惊了？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这次，我们利用大地洞劫夺饗银，并不是为了那500万两银子。本来我们的计划是，饗银劫回之后，将驼架下部的原木掏空，将死亡之神放在里面，再让官府找到这些驼架。于是，死亡之神便非常自然地进入了凉州卫数10万大军之中。哼，不出1个月，这支军队便彻底消失了，而且消失的没有任何痕迹。好一个歹毒的计划！哼！然而，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计划过于缓慢，有可能会夜长梦多，出现别的枝杈。可当时只能循序渐进，
不能操之过急。然而，你的出现，让我感到机会来了。你是大人物，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灭掉王凯的人。我已经是第2次被别人当作杀人工具。我不明白，以黑衣社在凉州的势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王凯，为什么非要利用我呢？因为王凯是朝廷册封的伯爵，如果我们将其消灭，朝廷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而且，多年以来，王凯一直在试图说服皇帝，凉州存在着一股庞大的地下势力，将不利于朝廷的统治。哼！然而终因没有确实根据，而无法取信于人。一旦我们贸然出击，定会引起朝廷的注意。那么，王凯的目的便达到了，而我们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哦，原来是这样。是的，狄大人。感谢你很好地完成了我交给你的任务，逼走王凯和房哲，查封归义伯府，使伯府地下遍布全城的网道，终于又回到了黑衣社的手中。回到？难道他曾经归黑衣社所有？你可能不知道，归义伯府在100年前，曾是黑衣天王王显的干粮王府。哦，原来如此。而这些网道，则是当年黑衣天王王显为准备与入侵之敌进行巷战而建。因此，这些网道四通八达，几乎可以抵达凉州城的任何角落。有了它们，我的地狱行动就不用再等上1个月，而是几天之内便可以迅速完成。你的地狱行动是什么？地狱行动就是借助死亡之神，将凉州变成一座死城，这样我们便可乘虚而入，夺取城池。据我所知，所谓的死亡之神，就是产于天陀沙漠之中的红蝙蝠，平时以吸食人畜的鲜血和脑髓为生。此物虽然邪恶，但并不具备传播瘟疫的能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目前凉州城中流行的瘟疫究竟是怎样散播开来的？哼，狄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红蝙蝠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一旦进入人体当中，吸食大量鲜血，就会发生变异，成为能够传播瘟疫的恶魔。更可怕的是，只要这些恶魔聚集在一起，达到一定的数量，那么它们传播的速度就会更加惊人。于是，我命令黑暗之山的天陀人研制出一种药物果液，可以暂时将红蝙蝠麻醉后包裹起来，而后让当地的村民吞下。这些人就变成了死亡之神的宿主，而我的下属们则领着一批批的宿主进入凉州。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是城北王家堡的。到城里做什么？看您说的，我们乡下人还能做什么？不过是将村里出产的新鲜山货运进城里倒卖，赚几文散钱。行了，你们去吧。多谢长官。来，快点，跟上。后面的跟上。是要卖货吗？是。走吧。
样？都到齐了吗？总共600宿主，已全部进入地道之中。村民的小部分住在客栈之中，绝大部分则由暗道进入归义伯府，再由归义伯府后堂进入地下网道。当村民腹中包裹红蝙蝠的果叶融化后，红蝙蝠感到温暖，就会重新苏醒，并且在村民的体内发生变异。而后红蝙蝠杀死他们的宿主，刺破皮肤飞到外面。只要被他们叮咬的人或畜，就立即成为染病的源头。就这样，1传10，10传100，并且通过空气迅速地传播开来。如今，体内携带着死亡之神进入凉州的附近村民也有600人之多。这就说明，死亡之神传播瘟疫的速度可以成倍，甚至成10倍的增长。果然，短短3天之内，凉州已经变成一座死城。狄大人，你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地狱行动。为了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你们这肮脏可耻的计划，竟置凉州数十万无辜军民的性命于不顾，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真是禽兽不如。狄大人，可惜你吃长数10岁，竟如此冥顽不灵，讲的都是些妇人之仁。谁会为这些人悲哀？即使我不杀他们，他们同样会老死、病死。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这2者之间的分别就是，老死病死乃是上天的旨意，无法违拗；而戕害无辜，则是逆天行事，绝不会有好下场。哼，至少我认为，我们的下场要比你好得多。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凉州是黑衣社的天下，而你呢？你有的只是那些感染了瘟疫的废人。如果老天真的帮你，你可以去试着救助那些染病的傻瓜，说不定你能办得到。狄大人，事到如今，你已是孤家寡人，就不要再嘴硬了。你们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到了这步田地，狄大人居然还有故事讲给我们听，哎，真是令人敬佩。好，反正时间还有的是，就请讲吧。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天绥大业中期，一群西洋武士涌入了甘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时王家堡的奇女子王仙儿组织本村村民杀敌自保，因作战勇猛，威震甘凉。这支队伍被称作黑衣团。随着黑衣团的势力越来越大，王仙儿麾下不仅有附近各地方归附的正规部队，更收留了很多被他们俘虏的西洋武士。要管理这支队伍很不容易，而王仙儿又是个行事极端且仇视男人的怪癖女子，于是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显，组成了黑衣团的核心力量——黑色玉女军。想不到你还知道黑色玉女军。
这个核心之中，除天王王显外，另有8位圣骑士，而这9人都是未婚女子。他们秘密聚会的地点被称为黑暗之山。同生死，不相弃，致干粮，成大业。自此，王显和他的8位姐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随着权力欲的急剧膨胀，王显率黑色玉女军的姐妹们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不但大肆残杀并肩作战的同袍弟兄，更有甚者，竟使用歹毒的手段残害治下百姓。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对你们这些胜利者来说，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哼，这句话说得不错。不管你知道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现在都已经为时太晚了。王显经过多年的大肆掠夺和残酷迫害，终于迫使当时以4面楚歌的前隋皇帝杨广封他为干粮王。刚刚你说过，王府就在归义伯府之中。哼，不错。然而好景不长，短短1年功夫，大唐一统天下，太宗敕旨命干粮归治。此时已近乎疯狂的王显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他与黑色玉女军的姐妹们亲自披挂上阵，抵抗兵锋正锐的大唐军。那一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黑衣团主力大部分被消灭，王显率领不到2000人返回凉州。而此时大唐军前锋逼近凉州城下，王显一面下令将全城百姓逼上城头守城，一面将仅剩的2000余人转入王府地下4通8达的网道之中，准备与大唐军进行最后的巷战。而他自己则是返回黑暗之山，与姐妹们商议下一步的对策。就在这个时候，黑衣团内一些有良知的成员终于不能忍受王显的残暴、独断与疯狂。他们认为这样的抵抗全无意义，是拿全城百姓的生命作为赌注。因此，他们赶到黑暗之山，想要迫使王显向大唐投降。就这样吧。好。怎么，有事吗？天王，唐军已兵临城下，黑衣团无力与之抗争。这种情况下，再做抵抗也毫无意义，只会让百姓们无辜送命。因此，恳请天王遣散守城百姓，向唐军投降。哼，我王显的口中绝不会说出投降2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迫使天王就范了。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吧？这些脆弱的男人，只要遇到危险，便想到投降和叛卖。我早就说过，男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天王，请你不要逼我。上！啊！
我还会回来的，还会回来的。黑衣天王永远不死！王贤死后，王肖恩率部向唐军投诚，被太宗皇帝亲封为归义伯。这个卖主求荣的恶棍，该当掘坟鞭尸，叫他死后难安。这个王肖恩，便是王凯的先祖，我说的不错吧？哼，不错。然而黑色玉女军却没有被完全消灭。就在王肖恩率部逼宫时，有一位圣骑士重伤倒地，却并没有死。这位圣骑士逃出升天，伤愈之后便四处活动，聚拢那些忠于王显的失散部下，暗中组成了现在的黑衣社，而他自己便成了黑衣社的第一位黑衣天王。然而，按照黑色玉女军的宗旨，黑衣天王都必须由未婚女子担任，因此黑衣天王的传承方式是禅让制，就是由上一位天王选好接班人，传承接续。说得不错。选择黑衣天王的接班人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过程，这中间要承受很多非人的磨难。这一点我绝对相信。王肖恩被封为伯爵后，亲自率领手下人封闭了伯府地下的网道，并摧毁了黑暗之山。然而几年过后，他发现黑衣社竟然又重现江湖，于是他立即组织了一支力量，与朝廷联手对其进行围捕。然而收效甚微，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这支力量也转入地下，通过各种手段与黑衣社进行较量，直到现在。是的，只可惜不久前，这支力量已经被你亲手消灭了。我之所以从头说起，其实是想将故事讲得更明白一些。黑衣社与归义伯府近100年来不停地争斗，双方互派内线进行卧底，刺探对方的消息，而后再施以攻击。然而近些年来，黑衣社的势力在凉州地区迅猛发展，从力量上讲，王凯已经根本无力与之抗衡。他几次上表朝廷，却得不到重视，因此他一直想要找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举摧毁黑衣社。而卧底梅香是他最大的希望。果然，梅香不负厚望，查到了黑衣社将发动大漠劫饷的行动。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将消息传出，便死在了王家堡。而房哲的意外到来，才让王凯得知饷银被劫之事。什么？朝廷的饷银被劫？正是，一群身穿黑袍、戴面具的歹人在饮水中下毒，毒杀了解运大军。隐藏在大军之中的内奸便是副将廖文清。
而今我是走投无路，百口莫辩，我只能前来请你帮忙。一定是黑衣社。黑衣社？方兄，听你方才所说，劫持饷银、毒杀大军的歹人必定是黑衣社的成员。可梅香为什么没有传信呢？哦，方兄，不要紧，社弟王强便是愚兄安插在黑衣社中的卧底，我已经叫他来了。什么？劫持饷银？你不知道？此事确实不知啊。二弟，你身在黑衣社中卧底，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哎呀，大哥有所不知，黑衣社中的规矩极其森严，一切行动都是单线联系。二弟，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将此事大探清楚。也许这是个消灭黑衣社的绝好机会。只要找到饷银，我便可以以此为据，请朝廷出兵，彻底消灭黑衣社。王强回去后，立即向威尔禀告了此事。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于是，威尔指示王强将饷银存放的地点告知王凯和房哲，并带着二人前去寻找，这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不错。然而，当我们夺回饷银之后，我隐隐地感到事情有些不对。黑衣社怎么会让我们如此轻易地找到饷银呢？而且在找到饷银之后，他们竟没有采取丝毫的反制措施，这正常吗？当然不正常，是我们故意引你去找到饷银的。于是，我开始回思本案经过的所有过程。我突然发现，对王凯和房哲身份的判断，竟然从来没有过丝毫直接的证据，有的只是威尔的陈述和李元芳他们暗中观察、跟踪王强所得到的一些结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王凯与王强在一起，就断定王凯是黑衣社的成员；我们看到了房哲跑进归义伯府，就断定房哲是内奸。而这种看似简单的判断，其内中却有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一只黑手始终在暗中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想到了这一层，我决定首先弄清大漠结响的真相。果然，在昨天夜里，我夜审廖文清，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内奸并不是房哲，而是副将廖文清。我们怎么不知道？你曾夜审廖文清？因为当时我已经开始对你们产生了怀疑。是吗？我倒想听听，你是怎么怀疑我们的？在查抄伯府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本书和一张牛皮地图。那本书的名字叫《黑衣圣骑士王肖恩年记》，书中记载了当年黑衣团的历史，以及王肖恩家族与黑衣社的恩怨。这些刚刚我都已经说过。看到这些，我立刻想到了王凯非但不是黑衣社的成员，而且很有可能与我们的目的相同。那么，既然如此，是谁在暗中将我们破案的矛头引向了王凯？又是谁将内奸和刺客的矛头指向了房哲呢？当然是你们两个人。狄大人，现在你好像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吗？在我们出发跟踪王氏兄弟的那天下午，我的管家狄春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威尔姐，是狄春啊。哎，威尔姐，小桃呢？
哦，上街买药去了，他让我帮着照顾一下病人。刚刚我听到房中有人说话。什么？这间房子？是啊。啊，可能是我在自言自语吧。是这样。狄春对我说，他听到西厢房有低低的说话声。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然而当对你产生怀疑之后，这些曾经发生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注意的小事，一下子跃入了我的脑海。于是昨天夜审廖文清的时候，我终于从他的口中得到了答案。大人，廖文清两世为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只求速死。你出卖了自己的同袍，令3000大军横死大漠，换来的是什么？是一场杀身之祸。所幸你良知未泯，天理昭彰，碰到了我们，将你救下，这才幸免于难。你活下来了，可你想到过没有，那些在大漠之中无辜死难的军士，他们的家人会作何感想？大人，求求您别再说了。廖文清，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再好好想一想，也许我们今日的谈话，你还漏掉了什么细节。也许对我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大人，大概在几天前，那时候我经常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中。我知道你听得见，我是前卫圣骑士，就在你身边。记住，不管有任何人问你任何有关大漠行动的问题，你就将一切责任推到房哲身上，否则你的死期便要到了。听完了这番话，我便已经确定，威尔是黑衣社潜伏在我身旁的卧底，其目的就是要将我们断案的矛头引向王凯，假我之手灭掉归义伯府，一来除掉心腹大患，二来利用伯府地下网道，达成你们歹毒恶佞的计划。既然你早就发现了我的身份，为什么还要将我留在你身边？这岂不是养虎遗患？聪明的狄大人竟做出这样的蠢事，这倒令人很不理解。你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对于小桃的怀疑，则是从前天夜间发生在西跨院的那场刺杀开始的。哦，我也露出了破绽。啊，狄大人现在一下子都想起来了。是啊，你当然露出了破绽。首先，既然你看到了刺客的身影，只要去西厢房通知狄春就可以了。你又有什么必要将药罐放在后院的石桌上，自己去跟踪那个刺客呢？而且你想到过没有，你跟踪刺客之后，再转回到后院的石桌上取药罐，而后再从后院走到西厢房向狄春说这件事，这中间要耽搁多长的时间？动作再慢的刺客也会在这段时间中探查完毕，离开西跨院。那么你的跟踪还有什么意义呢？作为一个精明的女孩子，难道你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你又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呢？所以，当我听完狄春的叙述之后，就感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我将当时的情形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小桃姐，你来了。哎，有个黑影跑过去了，你们看见了吗？没有啊。出来吧。天王，准备好了吗？嗯。你立刻潜入西厢房外，准备动手。天王，既然要在关中下药，我还有必要入屋行刺吗？当然。第一，你必须要在西厢房现身，让狄春看到你，否则他们会对我所说的话产生怀疑。第二，狄仁杰医术精湛，他的手下也很有可能已经得到真传。一旦他们过早地发现廖文清中毒，及时施救，事情就很难说了。之所以要你入室行刺，就是为了要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身上，令其无暇顾及廖文清。哼，待他们发现廖文清身中剧毒之时，一切都已经晚了。这样，方可保万无一失。我反复推理了这个过程，最终认为，不管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最合理的，也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哼，不错，事情的确是这样。想明白了这一点，几天前张环曾经对我说起的一件事，自然而然地跃入了我的脑海。当时他跟踪王强到城中的一家青楼翠红院门前，看到王强走了进去，他本想跟进去查个究竟，却被老鸨轰了出来。快滚！知道没有？再不走，叫人出来揍你一顿。是你，张焕哥哥，你在做什么？我哦，我明白了，你自己偷偷跑出来下馆子，对不对？哎，对对对，哎对。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狄春哥哥和李朗哥哥。那就多谢了。哎，小桃，你在这儿做什么？哦，我来抓药啊。张环告诉我说，他在翠红院门前遇到了上街买药的小桃。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确实曾经让小桃为廖文清抓药。然而当我开始怀疑小桃之后，此事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想，为什么王强和小桃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于是我忙里偷闲，到翠红院所在的平阳街上去看了看。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那条街上根本就没有药店。然而直到此时，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因为我想，也许是小姑娘天性爱玩，买完药后到平阳街上逛上一逛也未可知。于是回府后，我查看了药包上店铺的名称，那药店叫百草堂。我立刻命狄春前去探问这家药店所在的位置，得到的回答是，百草堂在凉州城南，而平阳街则在城北。
两者相距10几里地。于是，一个结论就产生了：小桃和威尔一样，都是黑衣社潜伏在我身旁的卧底，而小桃很有可能就是王强要见的人。你们查到了翠红院？正是。好，二位请随我来，有几样东西要给你们看一看。你们二人身份的暴露，立刻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要引我们找到响银？这一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然而，这本《萧恩年记》中的一张插图提醒了我，那是一张红蝙蝠的图形。旁边有注解，上面说，红蝙蝠产于天陀塔尔沙漠，白天隐藏于干枯的原木之中，只有夜间才出动。我立刻想到了装载响银的原木驼架，于是一个推论产生了：你们定是将驼架的原木掏空，将红蝙蝠藏于其内，而后引我们找到驼架，并将驼架和藏于其内的红蝙蝠一同带入凉州卫大军之中，散播瘟疫，置大军于死地。狄大人，你的故事实在是不怎么精彩，这些刚刚我已经说过了。狄大人是在拖延时间，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挽救自己的失败。失败，失败这2个字还从来没有出现在狄仁杰的身上。哦，既然你没有失败，怎么会变成孤家寡人？既然你没有失败，又怎么会面对城中的状况一筹莫展？如果你没有失败，又怎么会站在这里，成为我的阶下囚？哼，也许你对现在外面的情况还不太了解，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死亡之神降临，凉州已成为一座死城。潜藏城内的黑衣社部下打开南门，进入城中，把守各条要道，占领所有衙门，当然也包括刺史府。因此，狄大人，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凉州大军全部感染瘟疫，巡防营和你的钦差卫队也不例外。现在，除了我，你还能依靠谁呢？说到你最引以为傲的死亡之神，我倒想说2句。恐怕威尔潜入伯府，不光是为了卧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找到当年王显留下的培植异化红蝙蝠，并利用其散播瘟疫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藏在这本书当中。怎么，觉得很惊奇？我是怎么会知道此事的，对吗？我还知道，在前隋大业中期，黑衣天王王显花费重金，从天陀人手中买得红蝙蝠，派人精心培植，终于将此物异化为传播瘟疫的载体。一旦干凉两地的村镇有人不听号令，王显便放出死亡之神，对不听号令的村镇实行灭绝人性的屠杀。他便是继此统治了干凉地区，当地百姓惧怕之下，纷纷背离朝廷，投靠王显。前隋皇帝杨广无奈之下，这才封他为干凉王。于是黑衣团统治了干凉地区，
直到本朝高祖初年。这些你怎么会知道？我还知道，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就藏在这本书中，它是王凯的祖父王肖恩留下的。因内中记录了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因此王凯将这本书严密保管，藏于地下书房盾牌后的暗格之中，生恐其流传出去，落入黑衣社歹人的手中。然而就在1年前，你们终于从王强的口中得知了这个秘密，于是你们派遣威尔假意与王强成亲，潜入伯府盗取绝密。威尔不但找到了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还在暗格中找到了一份牛皮地图。你们来看，这张牛皮地图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从平面上看，它就是一幅归义伯府的平面图。然而，如果我们将其对折，事情就不一样了。这幅牛皮地图上所绘的，就是隐藏于伯府后堂之下那条4通8达的网道。这是在昨天的夜里，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一发现使我喜出望外。对比着现在凉州城的地图，我发现这条网道几乎可以到达城中任何一个角落。而且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就是翠红院下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归义伯府的地下书房。就在此时，李元芳回来了。他奉命跟踪天陀人的尸体和死亡之神，已经有几天时间了。对于我来说，他的出现无异于雪中送炭。元芳将几天来跟踪暗探的收获向我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我将所有情形综合起来，经过一番分析推理，真相终于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哦，我们倒很想听一听。当威尔找到了死亡之神的异化之法，又意外地发现了伯府地下网道图后，他将此事禀告了小桃，于是一个恶毒凶残的计划便产生了。你们派出镇卫圣骑士，将凉州附近很多村子的农民骗入黑暗之山，用麻药将死亡之神麻醉后，包进果叶之中，命村民们吞下。而后以王家堡村为首的一部分村民先行进入凉州城中，分驻在紫韵街的10几家客栈之中。
其余的人则是分批潜入城中，从翠红院中的暗道进入地下网道，只待村民们身体中的死亡之神异化完毕，破体而出，你们就打开全城所有网道的暗门，将死亡之神放入凉州，令全城感染瘟病。而后早已埋伏在城中的黑衣社成员打开城门，迎接大队入城。就这样，你们兵不血刃，凉州便轻而易举地落到了你们的手中。不光如此，我们与凉州附近的10几个部族早已达成协定，只要我们的地狱行动计划成功，夺取凉州，消灭凉州卫，他们便立刻率军进城，与我会合，共同守卫凉州。这样，朝廷就再也奈何不了我们。原来是这样。昨天夜里，当我将所有的事情连接起来以后，我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如果不赶快行动起来，凉州的局势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狄大人，我可真佩服你，说起口若悬河，恐怕这世上没有能比得上你的人。这样的吹嘘功夫，我们真应该好好向你学上一学。他是临死之人，胡思乱想，用从前发现的一些小细节联系今晚我们道出的实情，现编现说，编出一套什么早就开始怀疑我们，早就发现了我们的阴谋之类的谎言，意图使我们惊疑不定，露出破绽，他好寻找机会伺机逃生，真是不知羞耻，可笑之极。我来问你，狄仁杰，既然你昨夜就已经想通了一切，为什么今天凉州城会落到我们的手中？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一切，死亡之神为什么还会出现在凉州上空？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一切，现在为什么会站在这里？他这是无话可说了，只能以笑声掩盖内心的胆怯。这几页纸你从何处得来的？当然是从黑暗之山。你说什么？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事啊？不知道啊。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凉州卫大将军封阳率麾下铁骑擒杀黑衣社逆党的声音。就在你们自鸣得意，以为计划就要成功之时，昨夜我和李元芳、曾泰
银夜赶奔凉州卫大营。来了，众军准备，看马！千牛卫上前！就这样，藏匿于驼架之内的红蝙蝠全部被我们消灭。那今天早晨我们在凉州大营所见，都是假的。那是我和大将军封阳为了迷惑你们，引蛇出洞而排演的一场大戏。威尔，难道你没有觉得奇怪？我作为朝廷的处置使，怎么会叫上你这样一个没有官制的女子，与我同去凉州卫视察疫情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亲眼看见大军感染了瘟疫，回去向上峰禀报，这样你们才会行动起来。而后我们率凉州卫大军星夜兼程，赶奔你们的老巢黑暗之山。大人，那天我们就是从这里进入黑暗之山的。那么当时你们是怎么进去的呢？当时镇卫圣骑士命令熄灭火把，从这面岩壁上打开了一扇门。是这面墙壁？正是。我们就是从这扇门进入黑暗之山的。那你能肯定就是这里？能肯定。
哎，元芳啊，你看，大人，是把钥匙。张怀在。拿着钥匙插入山壁上方形图案，将锁打开。是。大人，就是这扇门。元芳，命令众军进入黑暗之山。进山。是。在元芳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地宫，抓捕了守堡的王强和那些替你们做歹毒试验的天陀人。从他们手中，我们得到了威尔从萧恩年纪中撕下的那几页纸。当然，我也救出了王凯和房哲。你胡说！你胡说！没有人能够进入黑暗之山，没有人能够攻破黑暗之山。你胡说！怎么样？现在该相信了吧？你们也许奇怪，我怎么会将黑衣社的过去了解得如此详细？这当然是王凯的功劳啊，爵爷。啊，王凯不敢。说句实话，王凯对大人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通过对天陀人的审讯，我最终得知了如何化解和治疗死亡之神所散播的瘟病，如何将死亡之神从农民们体内驱出。于是今天清晨，我和元芳返回凉州，与曾泰会合，而曾泰则是率人整夜监视紫韵街上的客栈。待我们回来以后，曾泰告诉我，红蝙蝠从村民们体内变异成功，现已飞散到街上。于是我马上命巡防营封闭街道，将那几名被俘的天陀人带来，让他们负责抓捕潜逃的红蝙蝠。天陀人利用鲜血和尸体做诱引，果然将红蝙蝠悉数擒获。此事结束后，我按照天陀人提供的方法配制解毒药品，而后派人携解药前去医治遭受感染的百姓和客商。待这一切进行完毕之后，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全面展开了。大人，昨天夜里凉州卫各军中爆发瘟疫，时至眼下，已有近10000人感染，300余人丧生。什么？啊，刺史大人，大事不好了！城南的温阳街、平正街、龙兴街、上府街、县前街、农史街等大大小小10数条街道爆发瘟疫呀！啊！闪开！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是我们提前安排好的。虽然如此，事前我仍然再三重申，不要把真相告诉执行计划的军官和士兵们，要假戏真做，否则以黑衣社歹人的奸狡和多疑，定会发现破绽。难道从翠红院地道前往归义伯府地下网道的那些属下和村民，也被你们抓住了？那是当然的。在他们还没有到达翠红院之时，我便已派遣李元芳和封阳率军士们暗入归义伯府，从后堂的暗道里提前进入网道，守株待兔。走。当你们的下属和村民们进入网道之后，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士们将他们一网成擒，而后将所有人押出网道。而我事先在伯府内设立了一个解毒之所，
由天陀人负责用药物将村民体内的红蝙蝠驱出。可是我亲眼看到死亡之神从网道里成群结队的飞出啊！那不是死亡之神，而是我事前命人准备的几百只麻雀。啊，麻雀？正是。麻雀的体型虽然比红蝙蝠大得多，但在黑夜之中成群飞起，我想你们应该是分辨不出来的。果然，到了刚刚，你们还在认为凉州上空盘旋的是你们的死亡之神。你太可怕了！你太可怕了！能够想出这种毒计的人，不是更可怕吗？到了出京，一切安排就绪，按照计划，刺史府内开始上演最后一幕：狄春中毒，牵牛卫发病。其实这一切也都是早已安排好的。果然，你和威尔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下达了最后的攻击命令。而此时，我们的行动也开始了。集合凉州城内所有人众，准备出击。是。是谁？别动！钦差卫队进入翠红院，逮捕了镇卫圣骑士和老鸨，并顺藤摸瓜抓捕了所有潜伏在凉州城中的奸细。然后他们换上了奸细的衣服，来到了南门。注意，戴上面具。走。快，动手！就这样，埋伏在城外的黑衣社成员被诱进城中。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之后，大将军封阳率领军士们从地下网道中杀将出来，将你们的人一网打尽。这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哼，可至少你还在我们手中。有了狄仁杰，就有了一半凉州。别动！是你？不错，是我。放下武器，免你死！
投降武器！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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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师，来，把他们都压下去。撤！起来！走！快点！别放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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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受伤。走！就凭你这2下，还伤不了我。可是我亲眼看着你们中了我的暗器，倒在地上的。今天你们所看到，全是假的。你们已经不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把他们抬进后堂，令所有卫士关闭房门。是。曾兄，我看事情有些不妙，我们马上去见大人。走。怎么样？明白了？可笑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蠢货，还以为能够骗过大人，真是自不量力。真想不到，黑衣社竟会终结在我的手中。生命是可贵的，是上天赋予的最珍贵的东西，绝不允许有人将它随意地夺走。而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懂得如何看待生命，珍惜别人的生命，自己才有生存的权利。神是公义仁慈，神是爱人，是不嗜杀。你自以为神，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公平和仁慈可言，是非功过，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评判。所以，你们永远也不会成为胜利者。也许你说的有道理，狄大人，我能不能最后再提一个要求？说吧。能不能让我们死得有点尊严？黑衣社曾经是你的对手，你应当尊重我们。你知道，如果我们落入朝廷手中，会是什么下场？好吧，谢谢。为了我早就想到了，这一天迟早会来临。
此案终结，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啊，大人，说句实话，3天没合眼，卑职已经不困了。但是，学生仍有一事不明。你说，那翠红院的地下暗道为什么只通到归义伯府的地下书房，而不直通地下网道呢？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王凯。哦，他是怎么回答的？这条暗道是黑衣天王王显与他的情人幽会士所用。哦，而翠红院的前身就是王凯的先祖王萧恩的府邸。啊，王萧恩是黑衣天王王显的情人？正是。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